我叫楚风，相信大家对我的名字并不陌生，就是敢评价10号剑气不行的那个楚风。我来自于地球，故事还得从那次蓝雾弥漫、荒漠生出奇异之花说起。此花一开，各种天地异象频出，飞瀑倒泻，水镜倒流，空中垂落的藤蔓带来无数的惊悚之物，人间形似炼狱，世间的锁被仿佛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就此揭开。本以为这一切已足够触目惊心，然而背后竟还隐藏着惊人的阴谋。文明重塑，秩序坍塌，这群雄乱舞的时代，谁人加冕？时间拨回到1周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楚风正在火车上和3个人打扑克，车厢播放着最近的新闻。近期出现大量奇异现象，还有人误吃了未知的果实，有人产生了特殊的异变现象，也有人出现生命褐色。如果大家发现特殊的果实，不要擅自服用，天神生物可以为您提供所有您需要的服务。楚风，你看新闻了吗？现在世界到处都出现奇怪的果实，有人吃完还变异出超能力啊！听说有的会飞，有的大力如牛，还有人打家劫舍搞得一团糟。对面的老者无奈地说，老了才发现，不管世界发生什么都和自己没那么大关系。小胖子直接把手机推了过去，老人家，你别不信啊，网上都有证据的。老头不以为然，整天神神叨叨的，不过坐个火车而已，还能有人打劫不成？话音刚落，一个妹子拿着一堆裤腰带，一脚踹开了车厢的铁门。看到这来势汹汹的妹子，车厢的人全都慌张了起来。谁知话锋一转，妹子拿着大喇叭喊了起来：茂天成裤腰带降价了，原价99.8块的裤腰带，现在60-10块钱2条送2条，10块钱不贵，买不了冰箱，买不了冰柜。男人帅不帅全看裤腰带，买我皮带传宗接代。不得不说，妹子的此次广告效果是满分。然而并没有人鸟她。乘警听到动静走了过来，抱歉，占用各位一些时间，大家在车上看到什么奇怪的人了吗？有啊，那边不就是吗？当众人指过去的时候，发现不见了妹子的踪影。楚风也一脸纳闷，奇怪，刚才还在那，应该是被警察吓跑了吧？下一秒，妹子出现在了楚风的裆部。喂，你干嘛？吓死我了！楚风的一声尖叫被那乘警察觉，但还是帮妹子打了掩护。算了，他讨生活也不容易，警察同志怎么突然管起这个来了？乘警也没再追问，而是抱怨了起来。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又是一果又是一人的，搞得大家都很紧张，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如果看到什么奇怪的人，记得通报，我去下一节车厢了。喂，警察走了，漂亮姐姐你可以出来了。低头看去，妹子早已经没了踪影。胖子，你有看到一个女人从我座位底下跑出来吗？这也太邪门了吧！说话间，火车进入轨道出来之后，刚才还阳光明媚，出来之后却成了晚上。就在众人还在纳闷的时候，突然火车来了一个急刹车，由于惯性的原因，不少人摔倒在地，行李全部散落。霎时间，车厢内一片狼藉。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窗上出现了一个恐怖的怪物。面对眼前的东西，楚风竟然没有慌张。在确认那怪物是尸体后，楚风打开车窗爬出来后，摸着那东西，这是什么？抬头看去，无数的藤蔓从天而降，上面穿插着一具又一具的尸体。火车就是被这藤蔓扯住的。众人也一个个的下了车，周围迷雾重重，大家被吓得瑟瑟发抖。楚风不过胖子的劝阻，竟然一把摸了上去。仔细看，这些尸体穿着奇怪的宝甲，还有这花纹。在查看过尸体之后，从那上面发现了一把匕首。思考间，突然听到周围大喊：快去看前面的车厢，这藤蔓真是天上垂下来的。胖子这时候被吓得不轻，颤颤巍巍地问楚风：兄弟，咱们去看看吗？你喜欢历史和旅行，你知道什么吗？走，我们先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楚风心里也是纳闷，只好跟着人群向前走去。来到车头，发现之前的巨响是卫星掉下来了，这藤蔓难道不是山上的，而是天上掉的？在众人还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楚风直接顺着藤蔓向上爬去。众人看着楚风的背影，疯了，人和世界都疯了，有个爬上去了，谁胆子这么大？下一秒，山崩地裂，从地面下来长出一座山来。众人被这突然起来的天地异象弹向了空中，活下来人们四散而逃。地面的抖动使得缠在藤蔓上的东西纷纷脱落。此时的楚风显然是最危险的，跑下来的时候刚好被滚落的巨物砸中了头部，一个失足摔了下去，半天之后被滚落的巨石埋没。楚风昏过去的时候，隐约的听到一个妹子的声音：楚风还活着，他的血我才好了。这好像是车上卖皮带的妹子。世界开始异变的表现并不止楚风这一处。安赫尔瀑布又名天使瀑布，地球上落差最大的瀑布。2个月前，飞机经过瀑布上空的时候，摄像师惊讶地发现水在倒流。阿塔卡马沙漠，野球上最干旱的沙漠，已经有上百年没有降过一滴雨。半个月前，整个沙漠弥漫着蓝色的烟雾，开满鲜花。黄河，九州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无数次改道，水患不断。然而一夜之间，黄河突然干涸，整个九州为之震撼。另一边，楚风睁开眼后，发现自己已经在胖子的车上了。我记得我被砸晕了，是胖子你帮我打的绷带啊？不是，我找到你时你已经包扎好躺在路边了。我好像忘了什么，想不起来了。等等，这个车是怎么回事？车是我背着你跑出来后路边捡的，照这个速度估计一会就能开到你老家了。不过刚刚我们真的差点就死了呀。楚风，咱们这代人不会这么倒霉，正好赶上世界末日了吧？不知道，世界末日是指世界毁灭，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是世界异变，就怕最后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末日。听了楚风的话，胖子瞬间懵逼了。但是兄弟，你说的世界观也太吓人了，咱们就是普通人啊。看到胖子分心，普通人个头啊，这么糟糕的路，你见过哪个普通人开这么久，一直都没看过路的？
哈哈，这个你放心，我从小最爱看的动画片就是四驱姐妹和头文字 D。话音刚落，便带着楚风冲下了悬崖。在楚风一行反方向的某个城市里，妹子将血液带到一所实验室，一个靓仔拿着血液端详了半天，这就是楚风的血样。最快速度给我个结论，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原来这所实验室名为天神生物第4检验室。另一边的车子掉下悬崖后，只听砰的一声爆炸。主角当场领了盒饭，此番也因此完结。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开个玩笑，两人是汽车逃生了。楚风，你的反应和判断力肯定不是普通啊！1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差点死了2回，我也很害怕呀。刚刚我差点拉不动你，我们赶紧顺着石头滑下去找路吧。2个人爬上悬崖之后，胖子被累得满头大汗。楚风，你走的也太快了吧，而且还一路背着那么重的包，你不嫌累吗？话说你包里那个石盒子是啥呀？之前掉出来了去。听到这，楚风停了下来，然后在背包里拿出来一个立方体。我可以肯定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而且说不准它和天地异变有关。同一时间的检验室那里，楚风的血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他就是普通人。只见一个美女从泳池里走了上来，这个世界马上就是异人的天下了。我们天神生物可不能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浪费时间。一旁的皮带小妹上来补刀，她的目标不是回老家吗？好，那就让左俊他们顺路去会会他，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真面目。随即另一边，楚风的面前便出现了一群怪物，但是他们好像被挡在一个结界之外。我们之间似乎有个结界，他们一旦冲出来就会死得很难看。你看旁边的尸骨。说话间，结界好像被打开了。胖子大喊：楚风啊，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了！看着从里面爬出来的小宠物，哎呦我去！闹了半天是一只小可爱，这是个牛啊，黄牛！哈哈，楚风你看，和哥哥说说那个结界是什么情况，小可爱。楚风看着这么嘚瑟的胖子，胖子你稍微小心点吧，好歹他也是从怪物堆里出来的。哎，你怕啥？这小可爱还能跳起来打我呀！刚说完，直接被抽了一个大逼兜。胖子被揍后终于老实了，3人就此结伴走出来峡谷。楚风看着外面的天色，又变成艳阳高照了。这天色一会一变啊，最近异象见多了，变天反而没什么感觉了。突然，胖子头上的小牛大叫一声，跑向了远处。胖子，这牛是要走了吧？早就该走了，这灾星你还留它作甚？你忘了它从哪出来的吗？它可不是普通的牛啊，重点是它能听懂我们说话，没准还能给我们些解答呀。听到这的胖子赶忙去拦小牛。牛哥威武，又厉害又聪明，我看那个结界谁都出不来，就牛哥能从容的出山，想必牛哥是其中翘楚不对，是最强王者呀。还不够，以牛哥之天赋，将来必然是王中王，皇上皇。小牛被胖子这一顿5香彩虹屁吹的很是得意。见小牛的反应，小牛继续追问：既然牛哥这么英明神武，那牛哥能否大致给小的说说，你们为啥要来这个世界好不好啊？小牛听罢，直接一口唾沫吐了出来。看反应来猜应该骂得很脏。胖子见状，从身上拿出一个褐色的果子，软硬不吃是吧？看看这是啥？小牛看到胖子手里的东西后，两眼放光，显然是很对他的胃口。嘿嘿，有兴趣了吧？那你回答我的问题先，你们为啥要来这个世界？只要你答上来，这个果子就给你了。一旁的楚风也是惊诧，这是什么果子？地震后在路边捡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异果。看他的反应，8成是的。楚风看着小牛指着果实，显然他是不会说话的，便开始了他的推理。意思是你们为了异果而来，世界异变。传闻吃了异果能让人飞天遁地。据我所知，世界的异变还会不断加剧，不仅仅是结几个果子。你们是为了得到更多像异果这样的机缘才来的。面对楚风的询问，小牛疯狂的点头。一旁的胖子看着小牛奇怪的动作和楚风奇怪的说辞，看得一头雾水。楚风只好解释：我以前女友家里和天神生物有关，异果和花粉这2个词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之，你们的目的是来这个世界寻求机缘变强，然后成王成圣。听到这的胖子慌张了起来。楚风，你说的都是从哪听的？哎呦，这小牛还点头了，意思是未来咱们的世界会变成啥样？异人的天下，再加上动物园。好了，你先把这个果实给他，我想想怎么和你说。不给，话都是你说的，他就点点头也要给果子，而且这不是传说中的机缘吗？多珍贵啊！说着就要把果子吞下肚。楚风见状，你个虎逼，你别吃啊！咱们知道有吃完变超人的，但也有吃完挂了的。放心，我不吃，但也不能随便拿宝贝喂牛啊！小牛犊子，有本事你把我打死，然后把果子抢走啊！你真当我打不过你啊？你真把胖爷我惹毛，我趴你身上压死你！那小牛面对胖子的嘲讽，直接走到一块石头前，一拳给打碎了。看到小牛的实力，胖子被吓哭了，索性一口将那果子给吞了下去。在楚风和胖子回家的路上，世界变异越来越强烈，一些地方在急剧的拉伸，比如2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一夜之间突然由10公里变成了50公里。看到这些新闻，楚风一行决定加紧步伐赶回家去。再看吞下果实的胖子，胖子没事吧？走多久你就咳了多久？没事，就是嗓子有点痒。原来这胖子因为食言，已经被小牛揍成了猪头。楚风好奇，果子吃完，你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呀。总之没事就好。就这样3个人一直向前走。半天之后，楚风，你们朕快到了，我也得先回去看看家里。但是这个黄牛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呀？你都把我打成猪头了，还不够解恨吗？而且你也看到了，
这果子压根没用。楚风看着小牛，如果可以的话，牛兄可以和我一起走。胖子要去城市，牛兄通体金黄，一看就不是凡胎，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是去老家的小镇，安顿的也简单舒适些。另外，牛兄的目标是寻机缘，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看看这个。说着，楚风便拿出了那个立方体。小牛显然很感兴趣，直接扑了过去。这个石盒是之前我在昆仑山探索时偶然发现的，当时我无意中走几一个完全是青铜材质的圣域。如果牛兄有兴趣，日后我可以带你去那里，前提是我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只见那小牛在地上写了一个交字，胖子在一旁调侃：“啥意思，兄弟？他要教你牛拳？”楚风果断的答应了，看向一旁的胖子，意思是想不想跟他一起学。我就算了，我还是得先回家。兄弟保重，我先走了，等我跟家人见了面，安顿好再来找你。临走前，胖子突然靠了上来：“下次见面给我说说你那个天神生物的女朋友的故事吧。”另一边，一个手下再给一个妹子汇报：“小姐，楚风只是个普通人，您不该再挂心他了。”妹子突然转过身来：“最近我们会有一组人去渭城山，让他们顺道去看一下楚风，如果有问题，就安排人保护他。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要闭关了，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另一边的大漂亮得到回复后：“诺诺最近要闭关了吧？正好最近我们要派人去渭城山，让他们去会会这个楚风。在现在这个天地复苏的关键阶段，我们天神生物只能是顶点，不能让任何事情打扰我们。如果有就让他消失。”另一边，楚风在小牛的教导下，在镇子上训练了1周，颇见成效。跑1000米用11分08秒，只有世界纪录的1半时间，区1周时间。天啊，我究竟变强了多少？这1周里，世界异变愈演愈烈，关于艺人的流言也越来越多。虽然一直没有官方证实，但是楚风明白这是真的。父母都去大城市了，那边很安全，正好我就在老家多修炼一阵。按照黄牛的说法，想要强健体魄，得先学会呼吸。道家有呼吸吐纳之术，佛法中也有专门讲呼吸的经文。呼吸这件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实玄妙无比。拳击、自由搏击、现代武技，又或是体育运动，都有专业的呼吸学习。而近几日相处，黄牛从未教过楚风什么拳法，只是每日带他呼吸吐纳。楚风打坐时候，突然听到楼下有动静，黄牛回来了。这么大动静又干嘛呢？他不是嚷嚷着要去山里寻异果，晚点回来吗？正好问问他，我和其他艺人比，谁会比较强？但是怎么比较呢？还能出门随便抓个艺人吗？但是下楼之后的楚风看到家里一片狼藉，一个男人在翻找着什么东西。你在我家里做什么？那人一眼认出了楚风，楚风很是惊讶，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叫左俊，你现在认识了。那左俊突然走到楚风面前打量了起来，长得平平无奇，但还行。我不喜欢太娘的男人。楚风心想这人有病吧，你赶紧出去。那左俊很是猖狂，赶我走，要不是受人之托，我会想来你这破地方吗？好了，你不用知道那么多。楚风，做人要知趣，住在这种牛棚的人要明白自己的斤两。好了，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是个聪明人，今后好好的过平凡的日子吧。这把匕首看着不错，你可以荣幸的送我了。楚风看着这么自信的左俊，你是艺人？哈哈，艺人？对你们这些凡人而言，也许我就是艺人。话音刚落，直接被楚风一拳打在了肚子上。刚才还想找个艺人试试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那被打出去7、8米远的左俊惊讶的看着楚风，你小子是艺人？不，我是凡人。气的那左俊直接挥拳朝着楚风冲了过去。妈的，想玩扮猪吃老虎。只听砰的一声，直接一拳将楚风打在了地上。楚风，我承认我看走眼了，但挑战艺人你还不够资格，求饶吧，这样我会让你死的简单一点。面对嘲讽，楚风站起身来，朝着左俊的腹部便是一拳。只听噗呲一声，那左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即那左俊一个反击，将楚风击飞7、8米远。那楚风竟然毫发无伤，果然啊，既然如此，那我索性就更大胆些好了。那左俊2次吃瘪，小子拳头确实挺重的，我果然应该认真点对你来。喂，你用水淋衣服做什么？是怕被我打得太狠，见到血不好洗吗？下一秒，楚风直接用浸湿的衣服缠住了左俊的胳膊。缠住胳膊的意义在于，楚风虽然不会受伤，但是不想被那左俊打飞出去。两人开始了一场血腥的近身肉搏。几回合下来，面对物理免疫的楚风，那左俊最终还是没能招架住。看着倒在地上的左俊，只是练呼吸法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不可思议，他的拳头几乎伤不到我，一点都不痛。但是接下来怎么办？把他丢山里，万一他再找回来报仇怎么办？就在楚风做下一步打算的时候，那左俊突然一把抓住了他，左臂的肌肉突然暴增，朝着楚风打了过来。楚风也是不慌，只是一个简单的呼吸，便挥拳迎了上去。只听得几声骨头断裂的声音，那左俊被强大的冲击力轰飞数十米远，躺在地上的左俊疼得吱哇乱叫。楚风，我要杀了你！我发誓，我一定要你不得好死！楚风心里一阵妈卖批，我这明明是正当防卫，而且是你先下的死手啊！问题是接下来我该干嘛？难道我去给他包扎，然后以德服人吗？再怎么样也不能杀人，那犯法的。那左俊还在狗叫，你还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跟我玩扮猪吃老虎！只听砰的一声，小牛赶了回来，一个果子砸在了那左俊的头上。楚风看着地上懵逼的左俊，喂，大兄弟，我还有事儿要问你呢，这不会被牛打死了吧？随即2个巴掌抽了上去，坚强点，醒醒，别死在我家院子里啊！黄牛表示最多示意。是吗？那我们捶他这事，他也不会记得吧？楚风看着正在翻包的黄牛，那是左俊的背包吗？喂，别乱翻别人东西啊！
黄牛在纸板上写到房屋维修费，也是他把我家墙打烂，赔点钱也是应该的，好像是我打烂的，但是你别扒人家衣服啊。黄牛则表示这是医疗费。楚风转念一想，也有道理，我也受了点伤，是该赔钱。正当黄牛以精神损失费的理由去扒左俊的红内裤时，楚风赶忙打断，别再扒了，再扒就真有精神损失了。行了，我去把这家伙扔山里。黄牛，你看好家，别再让奇怪的人进来了。下午又有2人进了山。青雨姐，左俊那小子联系不上了，我有点担心啊。我也担心啊，他那个暴脾气，万一把楚风打死了怎么办？咱们要呵护凡人啊。刚说完，便发现被吊在树上的左俊，怎么回事啊？你的衣服呢？怎奈那左俊被黄牛敲成了傻子，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左俊，是楚风吗？一定是楚风做的吧？青鱼直接否定了，不可能的，楚风只是凡人，难道是咱们的对头菩提基因的人来了？我们得马上向组织汇报。另一边的楚风在继续修炼土呢。好了，今天的呼吸法也练习完了。黄牛看着楚风的变化，不错，现在可以教你拳法了。楚风很是高兴，你终于要教我拳法了吗？拳法叫什么呀？随后黄牛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大力牛魔拳。楚风在一旁吐槽，我现在相信你厉害，所以不用写那么大，但是名字也太错了。黄牛教他也有自己的条件，就是让楚风教他玩手机，倒是挺会做生意的，不过会用通讯器交流更方便些。就这样，楚风在一旁练拳，黄牛在一旁打游戏，一直练到了晚上。晚上楚风睡着之后，黄牛拿过楚风的手机，看着通讯录上的诺伊老婆，直接打了出去。楚风听到拨号声音后，突然坐了起来，别乱拿别人的通讯器啊！黄牛一脸猥琐的看着楚风，显然是想听他们之间的八卦。前女友而已，大学同学，人家可是天神生物大小姐，任谁都要怕几分。当年上学可是人人巴结，原来他们相识在大学里。2年前，楚风坐到了诺伊的专座上，周围的同学很是震惊，这哥们还能没听过天神生物吗？你不要命了！面对同学们的说辞，楚风直接将那写着诺伊专座的词条叠成了纸飞机，扔向了窗户外面。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2人的生命从此便有了交集。毕业后，诺伊回了天神生物，我们连分别的招呼都没打，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的性格一直都是。想到这的楚风嘴角泛起一丝微笑，然后悄然睡去了。几天过去了，楚风在黄牛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大力牛魔拳也颇见起色。黄牛也是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不错哟，你已经快超过我了。这天，一群人来到了楚风周围的山上，居高临下看着楚风家。这就是楚风家，他好像不在吗？木可是说了，要是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子。皮带妹子看着他，可林大小姐是交代我们保护好楚风吧？还是以林小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那人打断了。你这人基因落后就算了，怎么脑子也不好使？青雨也上来补刀，她林诺伊不过是一个女孩子，过不了多久天神生物谁说了算可就不一定了。小妹妹，现在应该多讨好穆少爷才是啊！以后我不管，现在我只听诺伊姐的，你们自重。皮带妹子见拗不过2人，便转身离开了。切，一个卖皮带的懂个屁，别管他了，区区凡人，我们还是想想楚风的死法吧。到了晚上，楚风正想给若依打电话，只听砰的一声，自己家被炸了，原来是那蝙蝠干的。楚风指着那人大喊，半夜拆我4家，你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只知道有人想要你的命就行了。你可以选择你的死因，是被一场大火意外烧死，还是煤气泄漏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卖皮带的小姐姐突然从天而降。穆何是有说过杀楚风，那蝙蝠直接蓄力了起来。一来，穆少爷说随便我们发挥；其次，穆少爷想做什么都要让你知道吗？皮带妹子赶忙推开楚风，自己为楚风挡了刀，背部瞬间被打出巨大的伤口，倒在了楚风的怀里。蝙蝠见状，哈哈，砍死楚风这种臭虫，还要穆少爷亲自给你汇报吗？看着嚣张的小蝙蝠，楚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正要使用他刚学来的大力牛魔拳的时候，怎奈那蝙蝠反应太快，一脚将楚风给踢飞了出去。落地之后的楚风努力地分析着眼前的局势，这下明白了，看他们制服上的 logo， 他们是天神生物的人。天神生物老来找我干嘛？还有刚才那个帮我挡声波的妹子，是怎么回事？楚风，没想到你竟然不是普通人啊！但是可惜你终究不是艺人。说罢，便冲上来和楚风打在了一起。几个回合下来，2人竟然打了一个五五开。突然一声爆炸响起，楚风一个猝不及防被偷袭，爆炸过后径直的落入了树林里。原来是那青鱼在背后使用法术偷袭了楚风。小蝙蝠在一旁抱怨了起来：“青玉姐，你就别出手了吧，如果我俩一起出手的话，楚风就连渣渣都不剩了呀。所以让我玩个过瘾先吧。”青鱼听罢也是无奈，好吧，别玩太久，一会记得把那个皮带妹也顺带埋了。再看掉在树林里的楚风，他们2个谁都不弱于左俊，要是早1个月，也许刚刚那一下我就被打死了。就在2人追过来的时候，诺伊突然打过来了电话，这可把楚风激动坏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嘴炮等会再打。喂，林诺伊。只听电话那头说道：“我不是林诺伊。”楚风，你还是趁早打消对林诺伊的念头吧。这几天你3番5次打电话给林诺伊，不接你电话，你还不懂什么意思吗？昨天居然还打电话来学牛叫，有你这样吸引女方注意的吗？面对谩骂，此时楚风的心里一阵妈卖批，该死的黄牛到底背着我打了多少电话？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你这种基因低贱的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乡下。看着自己被无视的蝙蝠，很是愤怒。楚风，你竟然当着我的面去打电话，你看不起我吗？
谁知那楚风用2个手指挡下了蝙蝠的攻击，然而还在悠闲地打着电话，然后一巴掌将那蝙蝠抽了出去。姐姐，我们之间好像有些误会，我其实一直没联系诺伊了。楚风接下来的操作可谓是将装逼发挥到了极致，边打电话边抽蝙蝠。青鱼看着被击飞的蝙蝠，赶忙跑了过去。喂，你没事吧？这小子肯定是艺人吧？王八蛋扮猪吃老虎，而且他的能力80%是一接电话就变强。青鱼被蝙蝠说的一脸懵逼，艺人的能力千奇百怪，但是这个还真是特别。我们还是求稳一起上吧。楚风看着冲上来的2人，话说我这突然飞来一只大蝙蝠人，穿你们公司的衣服，你认识吗？他现在怎么样？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一点事都没吧，就是飞着飞着呱唧一下就掉下来了，好可怜啊。那请你就注意下，他是我们的人，摔你家门口你就有义务救助，快！楚风无奈地表示，可他不太友善啊，要杀了我似的，我凭什么救他们？诺伊的姐姐听完大怒，让你救你就去救，这是你讨好天神生物的机会，多少人想要这种机会都没有了，他们要是出乐事你要负全部责任。说完便挂了电话。被打残废的青鱼2人看着楚风，我小看你了，居然是个接电话就变强的艺人。楚风告诉2人，一开始我是想找你们陪我练练最近新学的拳法，因为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能实战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担心控制不住力道，把你们打死了，还得让自己显得比你们弱一点点，免得你们逃跑。可是打电话太耗神了，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想要比你们还弱真的好难啊！我不知道你们天神生物为什么这样厌恶我楚风，3番5次的来找我麻烦，而且还下死手。够了，不跟你们练拳了，也该给你们点教训了。随即使出了自己刚学的大力牛魔拳认真版，黄牛在天。看着这漫天的气势，2人开始慌了。好强的气流，这是什么拳法？好可怕的气！你看，他背后似乎浮现出了什么可怕的异手。青鱼对着蝙蝠大喊：“你个傻逼，别愣着呀！傻子才会等人变完身再出手呢！”只听一声爆炸，2个人被楚风一拳干翻在地。刚刚帮我挡声波的皮带小姐姐呢？想到这的楚风赶忙回了家，看着躺在地上的妹子和一旁的黄牛，大概声波让他受了内伤，但为什么他会帮我挡攻击呢？看起来像是天神生物内部的斗争。救人要紧，那些回头再说。这间屋子有绷带。楚风将妹子放到床上，检查过伤口后，皮外伤不是很重，主要是朕的内伤，家里有一些膏药和绷带，赶紧帮他敷上吧。可是衣服怎么办？救人性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还有黄牛，我只会他包扎，他还是小屁孩，啥都不懂。黄牛，快来帮我给小姐姐。话还没说完，黄牛留下一张字条便跑路了，没时间跟他扯皮了，只能我来了。抱歉了，小姐姐，救你命要紧，等你醒了再捶我吧。包扎完成后，楚风累得气喘吁吁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黄牛早就在门外等他了。此刻的楚风瞬间火了，你他妈刚才是在门口偷看吗？转念一想，哎，现在遍地艺人，感觉自己很危险啊，我要不要也想法子变个艺人？为了让楚风知道呼吸法多厉害，黄牛开始了他的教学。这一写便是2个小时。再看楚风在一旁听得呼呼大睡了起来，黄牛气得一棍子敲了上去，然后黄牛严肃地叮嘱楚风：呼吸大法只有你我2人知道，记住不要外泄，否则你会成为争斗的重心啊！太危险吗？我得赶快变强啊！其实我现在挺强的了吧？第2天，皮带妹子顶着头上的一个大蝴蝶结醒了过来，看着自己被包扎过的伤口陷入了沉思。楚风也发现他醒了过来。楚风，是你救了我吗？伤我的那2个人，他们就这么走了？他们那被我不久前认识的一位高人赶走了。姐姐，你不用担心我。高人吗？楚风，关于诺伊，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其实诺伊姐她一直很挂念你，我受诺伊姐命令，一直在暗中扮演各种角色保护你。楚风突然有了印象，你还教过我马哲？是因为学生肯定记不住马哲老师长啥样，比较隐蔽。抱歉，楚风，天神生物给你找了这么多麻烦。昨天那2人不知道为何不听诺伊的指令，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讲。最近天神生物的内部管理越来越混乱，我感觉有人对诺伊姐不利。楚风也很是疑惑，不利？以诺伊的地位，谁有这个能力？妹子突然很是紧张，可能是木在天神生物里地位比诺伊低一头，却也是诺伊的亲信。楚风猜想了起来，昨天那2个人也提过木，但为什么他们要杀我？用我威胁诺伊？楚风，你说你身边有高人相助，我跟你说这些，是希望诺伊真的有难时你能帮下他。这个你放心，别说我身边有高人，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保护他。对了，姐姐问你个事，我前些天在左俊的包里翻出一张地图，好像与普通地图不同。说着便递给妹子。当妹子看到地图上左俊的打卡地点后，左俊这小子来公款旅游的吗？内部管理果然混瓜，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这个标采集异果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异人的变异与吃异果有关，而那里面最近会结一颗很厉害的异果。天神生物、菩提基因各方势力都会争抢，楚风千万不要去，有高人保护也不行。嘱咐完之后，妹子低头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绷带。啊，对了，这个绷带是你缠的吗？该来的还是来了。主要昨天你伤得太重了，所以我就……本来以为妹子要追究责任，谁知妹子话锋一转，谢谢你，楚风。另外，蝴蝶结太丑了。说罢起床要走，怎奈伤口撕裂的疼痛让妹子痛苦不堪。楚风看在眼里，小姐姐，你伤得很重，我看你还是静养几日再。妹子还是拒绝了。算了，楚风，我有些担心诺伊，我还是快回去吧。小姐姐还是走了。本来楚风中午想请她吃火锅的，黄牛去打猎到现在也没回来。思考间，一个人妖出现在了楚风面前。楚风大凡人，我是天神生物派来接昨天失联2人的，一个长翅膀的男的和一个白衣服的娘们儿，你见了吗？
楚风指着被吊在树上的两人，你说后面那俩吧，昨天晚上可把俺欺负惨了，两个人被揍得不知道东南西北。我是谁？我在哪？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那人妖看着眼前的情况，他们是天神生物的高手，竟然败在你的手下，看来你身边有高手啊！不错，楚风，你成功引起了本王的注意力。吾乃是拥有天神生物中最有潜力基因的一人蜘蛛王，是日后会超越银翅天神的男人。颤抖吧，蛆虫，好好看着我吧，我将登天成神，成为这一变后新世界的神。仰望我吧，无法变异的凡人，打倒你便是我登神长阶的第一步。楚风看着这么中二的死人妖，还是第一次见。我你妈，哪来的傻逼？那人妖挥拳冲了过来，我太开心了，楚风，因为只要打败你这家伙，我就能证明自己有多强了。画面一转，直接被楚风按在来地上，头上的包都叠了好几层。突然诺伊再次打来电话，楚风看着手机，又是那个人，应该不是诺伊。喂，楚风，有个蜘蛛男去接人了，你好好招待，不然你就等死吧。电话接通之后，只听得电话那头有个蜘蛛男过去接人了，你见了吗？他是你们的人呢？误会，您看这事儿闹的，大水冲了龙王庙啊！电话那头听罢很是气愤，楚风，我劝你积极配合，赶快把我们的人交给他。可他一见我就冲过来，吵着要杀我呀！我们普通小老百姓哪里敢接近哦？楚风，你少给我装！他现在在哪？喂，你家主子找你。说着，楚风把电话递到了蜘蛛人的嘴巴。那蜘蛛人已经被揍傻了，面对询问只是傻笑。楚风直接反咬一口，你听他笑得多猖狂啊！要不是他呱唧一下摔过去，我就被他锤死了。楚风，我信你个鬼！你家门口有坑吗？谁都往家里摔，你给我滚啊！那我滚去填坑了，拜拜。说着便把电话给挂了。美女被挂电话后很是气愤，混蛋楚风，八成蜘蛛男也被他套路了。门口的穆少爷看着生气的美女，又是楚风吗？没错，他身边一定有高人相助，培养一支艺人的成本都能建一支部队了，居然连续4支亦被废，连欺负个楚风都这么费劲，以后我们可怎么整死林诺伊？上次是我们小看楚风了，既然他有点实力，我们就必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影响我们的计划。不用担心，这次我们的正规部队要出动了，之前还想玩一玩，这次我们要夷平整个青阳镇。再看楚风那一边，黄牛赶了回来，两人支起了火锅。黄牛告诉楚风，异兽肉对功力好，异兽的是比一般的肉美味许多呀，而且听你一说，我真的感觉有股热气在身上流动。我尝试运了下大力牛魔拳，运气、速度和劲力都有所提升，只是吃了半吨火锅就这么有效吗？说话间，那背后蜘蛛人醒了过来。那啥，楚大神，我饿了，帮我涮块肉吃吧。你醒了？来，给你块变异猪屁股蛋儿补偿下你，待会儿可能会把你锤失忆扔山里。对了，黄牛，我之前从左俊那得了张采异果的地图，咱们去看看吧。听到这的蜘蛛人突然慌张了起来，啊，你们不能去找那个异果，那个异果可是……黄牛冲过去，直接一拳让那蜘蛛人再次昏了过去，并告诫楚风，都说了别想变异。楚风则是表示，我不是想变异，我是觉得如果异果落到天神生物手里，诺伊得到还好，要是木得到，对诺伊和我都不利。那颗异果我抢来喂狗，也不留给天神生物。看楚风这么执着，黄牛也只好同意了。卡泰行山异兽很多，可以进山历练，也可以多吃异兽的肉增强功力。随即两人吃好火锅后便进了山。几天下来，楚风一边刷怪一边升级，在击杀一头猫熊后，正准备将它吃了的时候，突然楚风察觉到背后危险即将靠近，但回过头去，身后什么东西也没有。然而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袭来，察觉到危险的楚风没再犹豫，拉着黄牛朝远处跑去。突然地面开始抖动，一条霸王龙从地下钻了出来，吓得两人赶忙躲到了石头后面。好在楚风躲开的及时，霸王龙并没有发现他们。居然会有龙突然钻出来，话说他出来之前，我感受到一股压迫感，怎么说起来有点像拉屎，而且本能的觉得自己不是对手。黄牛听着楚风的描述，并告诉他，恭喜你神觉觉醒了，这是呼吸法练到定程度，而得到的能力通俗的说有点像第六感。楚风惊讶的打量着自己，第六感，感觉能做很多好玩的事啊，打牌再也不用贴条了。思考间那种神觉再次泛起，难道还有高手？下一秒，只见一群人带着武器装备出现在了楚风的视野里。喂，黄牛，你瞧，又是天神生物的人，而且他们还带了大口径热武器，我的神觉也能感觉到有一人在队伍里。我的视觉貌似也进化了，他们手中的文件我看得贼清楚，他们是冲异果和我来的。黄牛，你说我顶得住热武器吗？另外，这颗异果他们真的很重视啊，跟重视我一样重视。说起异果，你记不记得我那个石盒子？我怀疑能种出异果，如果能种出优秀的异果，感觉能在这新世界掌握不少主动，至少能卖不少钱吧？你说是吧？黄牛。谁知黄牛正在拿着楚风的手机追剧，被电视剧的桥段感动得稀里哗啦，完全没听到楚风说点什么。楚风见状，气得一把抓过黄牛，你妈的，别用流量看高清电视剧啊！怎奈两人争吵的声音太大，被那群人察觉，石头后面有人，抓起来，我们的行踪还不能暴露。然而当一众人来到石头后面时，却没了黄牛和楚风的踪影。就在几人懵逼的时候，楚风正在天上蓄力他的大力牛魔拳，黄牛盖地，一拳砸下来之后，一声爆炸时响起，强大的冲击力瞬间解决掉几个人，剩下的几人迅速的做出了反击，无数个掷弹筒瞄准了楚风。楚风几番闪转腾挪下来，最后背部还是被击中了。虽然练了呼吸法，几下热武器不会致命，不过挨多了也会死的吧。
利用第六感躲开攻击的楚风，转眼间便来到那群人的身边，对着其中一人一拳打了上去。此刻的他心里在想，渐渐适应神诀了，他们的动向我都能或多或少提前预料到，这还只是呼吸法的附加效果而已。如果把呼吸法全套学完，不知能得到什么神奇的技能。解决完一群拿武器的凡人后，一个异人突然站了出来。楚风边冲边打量眼前的这人，果然有异人。天神生物哪来这么多异人？难道他们中异果吗？然而下一秒，楚风直接被那人一巴掌抽了出去。在强大的实力下，楚风瞬间被制服了。那人看着失去反抗能力的楚风，一介凡人，竟让我天神生物费这么多周章。火箭炮小队开火杀了楚风，突然被一个人拦了下来。慢着，杀之前看能不能可出点东西来。上头交代过的，楚风啊，你中了我们之中力量最强一人的连打，以后怕是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我们留你一命是有话问你，你身边的高手是哪方势力的？菩提生物吗？只见楚风颤颤巍巍说了句：“我不知道，我不想死的不明不白，反正我也快死了，能不能告诉我是谁要杀我？都要死了还那么多要求。”将死之人，告诉他就告诉他，记住了，凡人要你小命的，可是当世上最大生物公司的大少爷木。楚风一下摆脱了控制，站了起来。妈的，还真是他！这下实锤了，就是木搞的鬼。可是他为什么杀我？按照前几话的套路来看，你们马上就要被秒了。我劝你们还是趁被敲失忆前投降吧，我并不想杀你们。就在楚风边说话边解决掉敌人后，那刚才的霸王龙突然又从地下钻了出来，吓得楚风裤子一湿。哥，我打不过你啊！那把楚风击倒的异人却很是自信，哼，快大点的异兽吗？有趣！我一直在寻找和自己以旗鼓相当的对手，就让我来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吧。说着便从地上举起一块巨大石头，下一秒，那霸王龙连他带石头全都举了起来，算得上是降维打击了。拿着武器的凡人见状大喊：“所有人喝新型药剂，快！兴许我们还能逃掉。”然而喝下药剂的一众人在射出2发火箭弹后，被那霸王龙一爪子给秒杀了，就连一旁的楚风都差点被误伤。这攻击范围太大了吧，根本近不了身，远距离攻击的热武器对他也没什么用。如果有什么跟自身力量挂钩的远程兵器就好了，弓箭人们的也行啊。朝这边来了，算了，反正跑也跑不过他，拼一下吧，来吧，这是我最强的招式了，大力牛魔拳最终版狂牛将士。这一下打下去，那霸王龙瞬间被打飞7、8米开外。此刻的楚风却很是纳闷，我还没出手他怎么就飞了？我已经到只凭意念就打飞敌人的地步了吗？不愧是我。刚想到这的楚风瞬间惨遭打脸，只见黄牛落在地上，显然这拳是黄牛打的。楚风随即开始了狗仗人势，哈哈，疼吧？这可是正宗的狂牛将士，今晚的烤肉原料就决定是你。下一秒却被黄牛拉着跑了出去。你个傻逼，我刚来这世界功力还没恢复，一天只能发这功一次。听到这的楚风瞬间被吓尿了，那龙被弄疼之后在背后狂追不止。另一边天神生物高级餐厅，混蛋，热武器部队也联系不上了，恐怕又被楚风给嘎了，我们损失太多了。穆少爷则很是淡定，没关系，我们可是处于世界顶点的人，应当有太行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气魄，你懂什么？林诺伊那弯买马上闭关结束了，我们必须把楚风灭口，不能让林诺伊知道我们做过什么。可就连热武器部队都说了不用着急，你忘了咱们新开发武器吗？黑曼巴 YT10243号剧毒火箭弹头，你说那个专门用来对付大型异兽的剧毒弹头？没错，就算他楚风本事重大，毒这种东西可不是强大就能抵抗的，能撑到现在算他有本事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2天后，楚风在逃过霸王龙的追击后，来到一处山顶，那颗发光的艺术就是地图上标出的东西吧？看来这里白天刚有一场争斗。黄牛，你的话应该也看得到，树上发光的异果应该是颗松塔，这种东西我记得能有10几颗果实，难道每一颗松果都是一颗异果？怪不得各方势力都要争夺。而且神觉感受得到，有各方部队藏在下面，地底被挖空了，不准确的说是整片山都被挖空了。黄牛打游戏忙得要死，面对逼刀不停的楚风，异果成熟前才稿会化掉，他们在等，我看这果子还得20天，20天也好，敌人这么多太危险了，我也能再修炼20天。天神生物和各方势力还有我与诺伊的命运，都要看20天后这一战了。刚做好决定的楚风，诺伊再次打来电话，那个老女人又用诺伊电话，怎么天天给我打呀？想吸引我的注意吗？喂，老妖婆，怎么又是你啊？可是先说好啊，你这个年龄段我没兴趣。然而这次打电话进来却是真正的诺伊，吓得楚风赶忙改变画风。林家大小姐，最近在哪发财呢？你上一话骂谁呢？哎呀，误会，天大的误会！我刚刚以为是你，话还没说完却被诺伊抢了过去。你以为我是婉清姐吧？她没给你找麻烦吧？没有，她只是对我追你这件事提出了很多可爱的小建议，比如放弃什么的。算了吧，你们2个什么性格我清楚，会发生什么大概也猜得到，找机会消除一下误会吧。明天我们见一面，婉清我也会叫来。当楚风听到诺伊要约他见面，楚风的脸瞬间红成了红屁股一样。看楚风没有回应，诺伊继续追问，怎么还在生分手的气吗？那明天我派人接你，再见。挂了电话之后，看到楚风这么怂，一旁的黄牛鄙视了起来，你怎么不告那老妖婆的状啊？感觉你女友能野他。楚风无奈的表示，说实话，那些人太弱，确实也没对我造成啥损伤。要是老妖婆肯收手，那我也懒赖的追究什么。你也看到了，我从没对他们下过杀手，大家好歹也都算是诺伊身边的人吧。行了。
回家吧，路我熟了，估计几个小时就能到家。我现在速度更快了。第二天一大早，楚风拿出土壤、水晶可拉，放到了石盒子里面。这下肯定会发芽了，不知道能种出什么奇怪的东西。突然，一辆保时捷直接开到了楚风的院子里，一个漂移停了下来，原来是那个救楚风的皮带妹子。楚风，你在玩泥巴？玩什么泥巴呀？你又来干啥呀？我家可没纱布啊。少平，我是来接你的。诺伊打你电话了吧？楚风思索之后，要不你先回吧。诺伊发地址了，我自己想办法去保证准时。皮带妹子失望地看着楚风，你还不能相信我吗？怎么说呢？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天神生物。你们这样一波波来刺想要我命，虽然对我没什么伤害，但我有点慌也正常吧。想想也是，你要是安心上车反而不正常吧。你一个人注意安全。楚风看着妹子远去的身影，黄牛，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哎，还是跟他后面看着吧，总觉得不安，希望是我小人之心了。黄牛，你看下家。另一边刚走开不远的妹子突然接到了诺伊的电话，然而此时的她却被穆少爷的手下盯上。放心，穆先生，我们都准备好了，有您的剧毒火箭弹头在，绝对把楚风连人带车轰上天。好，我等你们消息，今天必须灭楚风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要是出了差错，老子剁了你们。再看追在后面的楚风，李小姐姐越近不安感越强，是神诀吗？可千万不要出事啊！婉清看着打电话的穆少爷，喂，楚风马上要和林诺伊见面了，我们可只有这次机会了，不会有下次了。只要一缕烟气就杀死大型异兽的剧毒弹头，顶尖的异人杀手竟还有我们最强终极部队，我们还监听了林诺伊的电话，绝对没有任何差错。我向你保证，以后世上不会再有楚风这个人了。只听到一声爆炸声响起，穆少爷的人动了手，在车里的皮带妹子还在跟诺伊打电话，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那汽车轰下了悬崖。千钧一发之际，楚风及时赶到，用匕首一刀将那汽车一分为二，从里面救下了皮带妹子。落地之后，看着怀里的妹子，喂，皮带姐姐，你怎么样？看到楚风的妹子很是惊讶，楚风，你相信我不会害你了吧？姐姐你别担心，我给你包扎。算了吧，他们的炮弹是木用来毒杀异兽的，这毒解不了。此时的楚风很是愤怒，木天神生物又是他们，而妹子却还在维护天神生物。别这样说，楚风，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天神生物也一样。诺伊他一直向着你呢，你身手这么好，那个高人就是你吧？楚风，请你帮我保护好诺伊，还有我右边口袋的通讯器里，帮我把里面的文件删除干净吧，千万别落在木的手里。说完便撒手人寰了。楚风打开之后，看着妹子跟踪保护自己的任务日志，这是关于我的工作记录。下面我们就从妹子的视角来看下楚风。11月23日新任务，诺伊姐让我保护一个叫楚风的学生，准备出发，希望工作顺利。12月5日，楚风突然出来旅游，一个人扎营了，他胆子也太大了，不怕被叼走吗？还好诺伊姐派我看着他。12月15日，今天很冷，我扮成卖苹果的老人，结果被城管刁难，楚风过来糊弄走了城管，还问我苹果多少钱，我随口说30块一个，他掏遍了所有口袋，凑了3000买走了所有苹果。他告诉我未来1个月不要出来了，天太冷，我会受不了。真是个笨蛋，没有想过我是假的吗？夜里他睡着，我偷偷把苹果钱塞他包里了，我拍了张他的照片，这是拍给诺伊看的，可没其他的念想。12月27日，今天我扮成了卖皮带的销售员，然后后面的记录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在2月23日，我收到了新的指令，将楚风安全带到诺伊身边。注释：保护楚风系列任务结束，这会是最后一次任务，之后我会接到新的任务，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吧？楚风，谢谢你救过我。然而，楚风却对妹子恶语相向，一句话赶走了妹子，这对他来说会有多失望啊！让妹子一个人沦落至此。楚风看完之后，将妹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显然此刻的他是悔恨万分的。再看山顶上偷袭的2个人，哈哈，一发入魂，死定了。别说是毒弹，就是没毒，这摔下去也死定了呀。一旁的人却是放心不下，这没看见尸体啊？切，就你是多。我拿望远镜看看，从望远镜里2人看到悲伤的楚风，那有个黑点，是楚风蹲地上不会动了，真的死了。就在2人得意的时候，楚风突然回头恶狠狠地看向2人，下一秒，一道黄色的光芒闪过，刹那间1个人便被楚风冲过来秒杀了。楚风看着剩下的那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喂，开炮的人就是你吧？那人竟然还在嚣张，是你大爷我开的，那可是一发毒弹，没想到你竟然可以躲开，怎么样？那女的临死前很痛苦吧？只听楚风愤恨地说了句，给朝悬崖底跪下，少你妈嚣张楚风，你他妈刚才就杀了个凡人而已，老子可是异人。话还没说完，只听得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楚风一脚将那人的膝盖给踩折了，然后按着那人的头，在山崖顶朝着山谷磕起了头。不得不说，这异人的头是真的硬，把周围的石板都给震碎了。3个响头之后，你们天神生物找茬，我3番5次忍让，从来没有下过杀手，可你们为什么就是想要我楚风的命，还要杀了我的朋友？说，木在哪？面对这么凶残的楚风，那人开始求饶了起来。东边5公里是我们的营地，就在那。那人看着楚风离开的背影，营地那里全是高手，去了你就等死吧。突然，前面的楚风好像听到了他的想法一样，然后一个跺脚，崖顶被震得开始坍塌，那人直接被淹没在了乱石之中。我答应过不杀你，可你自己摔死就怪不得我了。另一边的营地内，一群人好像在搬运什么东西，只听得有人指挥着大喊：“这可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上古神器，你哥的命都赔不起的呀！”楚风突然一个箭步跳了过来，看着下面的一群人：“喂，木在哪里？”其中一人听到后对着楚风破口大骂：“哪来的乡下人？穆大人日理万机，哪里会亲自来这种地方？”
楚风瞪着血红色的眼睛，不在吗？好吧，那你打电话给他，来见楚风爸爸。那人一眼认出了楚风，妈的，他就是楚风，穆让杀的就是他，别让他活着离开。就在一众人准备开炮攻击的时候，楚风一个瞬步将那几个人当场秒杀。看着楚风变态的实力，剩下的人还在强装镇定，别怕，我们是最精英的部队，那么多来抢一果的都被咱们买了，区区楚风算什么？杀了他！这可是连银翅天神都吃不消的上古神器大雷阴功，就算你是……话还没说完，那弓不知怎么回事，便跑到了楚风的手里，然后朝着扑上来的一个异人射飞了出去。不得不说，这弓箭确实配得上名字。楚风拿着弓箭来到那一人面前，木在哪？那一人被打的不知道是被打的说不上来话，还是故意隐瞒。楚风显然是没了耐心，一剑下去，爆炸卷起的气势蔓延了整个森林。楚风慢慢的站起身来，突然想起来自己掌握了神诀这种东西，我自己就能找到木，那么没必要留什么活口了。另一边的木正在和晚清举杯庆祝，楚风这乡下人可算死了，可要好好庆祝下。晚清突然躲过木的杯子，将红酒倒在地上，木一脸懵逼的看着他，怎么了？这酒不喜欢吗？不喜欢也别倒掉啊，老子这可是82年拉菲。只听晚清缓缓的说道，继楚风，先是左俊，后是恶魔一男和青鱼，还有蜘蛛男，火箭炮部队，最后是毒火箭弹，区区凡人竟能撑到现在，不错，是个可敬的对手。说话间，木的电话铃响起，未知来电，这谁呀？来报喜的。就在木接过电话后，只听得电话那头颤颤巍巍的说道：“喂，木大人，楚风爸爸找你了。”说完之后，楚风一把夺过了电话，淡淡的给那木说了句：“祝你好运。”即使强如楚风，杀完人之后，再看到周围的尸体也是呕吐不止。另一边的木在收到恐吓电话后，第一反应是气愤，我们那批抢一果的部队被全灭了。听到这的晚清大惊失色，什么？谁干的？不清楚。打来电话的人神志已经不清了，说是楚风杀的。真是的，一个死人怎么会杀人呢？那边形势很复杂，除了菩提生物，又来了几方抢一果的实力，我得亲自去现场调查下。抢一果之前绝不能再出岔子。临走前对晚清嘱咐道：“你待会儿见诺伊的时候别忘了，那个卖皮带的小西是诺伊的心腹，我们要给个交代。反正死无对证，把他的死全推在楚风身上。”木走后，晚清去找了诺伊，林诺伊给的地址就是这个酒店。哼，想吃顿好的就让我和楚风和解，呵呵，就让我见识下你怎么让我跟一个死人和解。来到门口之后，晚清从包里掏出口红，不得不说这晚清也是够狠的，为了伪装受伤，竟然自残了起来。酝酿好情绪之后，直接推门跑了进去。诺伊，你那个卖皮带的手下被楚风杀了。晚清，你怎么会伤成这样？你说的是小西吗？是小西，都是被楚风。诺伊，你闭关太久不知道，楚风他杀了我们好多人啊！我听说小西妹妹要去接楚风，马上就慌了，我上去阻止，就被打成这个样子。还好我是异人，才有机会用火箭炮杀掉楚风。但小西他伤得太重，他就都怪我呀，怪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诺伊看着这潸然泪下的表演，晚清，你确定楚风死了吗？他确实是死了，导弹射过去，他直接就被炸成2半了。诺伊闭上了眼睛，一副很失望的样子。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楚风突然出现在晚清的身后，姐姐，往前冲的时候千万记得看左右两边，不然容易翻车呢。楚风的出现瞬间把那晚清吓得目瞪口呆。好了，诺伊，你已经听过2个版本了，你是相信我说的话，还是相信我已经死了？诺伊心中显然已经有了答案。钱叔，把他带下去，别忘了他是异人。此话一出，晚清瞬间秒怂。诺伊，不要这样对我呀，我这么做全是被逼的。都是那个混蛋让我做的呀。你可以喊他来问。管家上来将那晚清给铐了起来。别喊了，诺伊要罚的人你见哪一被宽恕的？你再也不到太阳了。看诺伊没有反应，那晚清再次央求起了楚风。楚风，我错了，回头我亲自登门道歉。你跟诺伊求情好不好？你要多少钱？多少一果我都给你。那毒死的妹子只是个跑腿的下人，你犯不着为她跟前和寻果边过不去吧？你睁大狗眼给我看清楚了，这个女孩她叫小西，她不是什么跑腿的下人，她是我楚风的朋友徐晚清。我本来以为你都是被木指使，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走好！眼看求情无望，晚清对着楚风大骂了起来：“你这下贱基因的人跟老娘拽什么？小西那种凡人我不杀他，他迟早会死。这个世界凡人注定就活不长，你也不远了。等着吧，楚风。”送走晚清后，两人坐下来吃饭。这么说，你暂时不打算处理木氏吗？木氏高层我得慢慢来。不过你放心，我会给小西和你一个交代。楚风，现在世道不太平，小西也走了，我安排些人手保护下你在大城市的父母。那真是麻烦你了，我还真是有点担心他们。诺伊，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我就知道你最念旧情了。别误会了，楚风，其实我早就应该对你说清楚，我对你没有任何那种感觉。楚风也只能强颜欢笑，这还用你说呀？当然知道的呀，这是过去多久了？你是有多怕我会想多呀？随即两个人便都哑口无言了，场面一度尴尬。突然木打电话给诺伊，喂，诺伊，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们准备抢一果的部队被人全灭了，不过也没有太糟，因为我已经完全调查清楚杀人的是谁了。诺伊，你一定不能饶了他。诺伊表情突然凝重了起来，那么是谁做的？这种刀法，这种力道，当今世上只有一人，只能是与银翅天神白虎。
并称为一人3天王的金刚啊！你确定吗？我去他妈1000个定啊！看到两人的对话，楚风显得很是心虚。那好，你继续调查，抢一果的人手我会想办法。说罢，诺伊便挂了电话。楚风则是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怎么了？那个叫金刚的找你们麻烦吗？我们这边一支精锐小队被杀光了。看到自己确实没有暴露，也只能敷衍着说了句：那这个叫金刚的娃还真是生猛啊！他可是被称为一人3大天王的人啊，银翅天神金刚，还有白虎。3天王好土的名字，总之他们很厉害是吧？诺伊没有回答他，而是叮嘱了起来。楚风，半个月后这3人都会去抢一果，地址离你家不远，你无论如何不要去凑热闹。面对叮嘱，楚风表面上答应着。好了，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我把安置小溪的地址发你了，再好安葬他吧。你说的那个什么抢一果墓也会去吗？会的，怎么了？没什么，当我没问吧。随后楚风便走出了酒店，然后拿出了那把抢来的弓箭，去酒店的路上把弓藏着了。果然夜里天黑不会被发现，有了这把弓应该可以补足我一些远程攻击能力，抢到一果的概率也高些。诺伊不好动你，那就由我代劳吧。半个月后，一果术前见。1周后，楚风回到家里，看着在角落里正在哭泣的黄牛，你咋虚成这样？找小母牛去了？黄牛一下扑到楚风面前，你可回来了，玩不到通讯器我要死了，只是单纯的网瘾犯了吗？哦对了，我这几天在城里给你买的通讯器。原来楚风这个老六给黄牛买的是一个老年机，黄牛还在纳闷这咋是个黑白的吗？黑白好啊，黑白代表一阴一阳，是天地之本啊。对了，这个弓你也给看看，这个好像他们是叫大雷音弓来的，天神生物那边说是上古神器，可我用了也没有觉得太厉害。黄牛看过之后表示，我看这是宝贝，你注入呼吸法试试。紧接着楚风就按黄牛说的做了起来，下一秒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弓箭直接被掰折了，这他妈算不上古神器啊！黄牛像看傻逼一样看着楚风，这绝对是个上古神器，只是弦不行，弦得用龙筋，这直接把楚风给吓傻了。想起之前的霸王龙，楚风还隐约的感觉到裤子湿呢，我们打不过他呀，你忘了？放心，再练几天呼吸法和牛魔拳，没问题的。好了，这些不重要，你赶紧先回屋休息。看楚风还在纳闷，黄牛直接脱了他的衣服，一脚将楚风踹进了房间。楚风一脸懵逼，干嘛呀这？布了陷阱整蛊我吗？明明什么都没有吗？神经兮兮的。楚风放下了思想戒备，躺上床之后，就算再困也要玩会儿手机，然后一个侧身，发现床上有一个萝莉妹子，吓得楚风差点没当场缴械。黄牛，你他妈都干了什么？楚风赶忙跳到床下，拿着手机戳着萝莉的脸颊，喂，小妹妹别睡了，月亮晒屁股了。萝莉被惊醒后，一拳捶在了天花板上，你别过来，我可是艺人。楚风心里一阵妈卖批，我家房弟到底招谁惹谁了？话说你谁啊？怎么在这？我才该问吧，我正在跟敌人打架，突然从后面被打晕了，你们是一伙的吧？楚风听罢气得大喊道，黄牛你给我进来，拐卖妇女儿童，在这个世界是绝对不被原谅的事，这种玩笑不能开，明白吗？黄牛只好说出了其中缘由，两方势力正在打架，他晕倒了，衣服也烂，放着不管会死。楚风了解完情况后，这样吗？看他样子不像在撒谎，而且我这凡人也伤不了你，你不用担心。那行吧，我姑且先信着，你们可不许欺负我，不然的话有如此强。楚风央求着，别拆了呀，姑奶奶，这房子当年拆迁队都没拆掉啊。还有啊，我要留在这查清你有没有团伙，你们要是坏人我绝不会放过。原来这小姑娘是偷跑出来玩的，抢一果之前我得修炼啊，哪有空陪她？她一小姑娘我又不好捶她，这事儿没有其他选项吗？我很忙哎。萝莉打量着一旁的黄牛，这头会写字的牛挺好玩的，送我吧，我马上走。楚风也是无奈，最后只好把她留了下来，随即开始在柜子里翻找了起来。牙刷带了吗？这几件旧衣服尺寸小点，你挑挑吧。把生活的必需品扔给小萝莉后，我去隔壁屋睡了，有事叫我就行。就在楚风刚要离开的时候，突然被那萝莉叫住，等一下，那个我怕黑，不要留我一个。无奈楚风只好原地打起了地铺，不一会儿便睡着了。躺在床上的小萝莉却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小萝莉坐起身来，用脚戳向了楚风，大哥哥我睡不着，你讲故事给我好不好？楚风一把蒙住了头，不讲，睡不着自己属羊，我好累的小祖宗。小萝莉无奈，只好在楚风身上跳了起来，在这强大的力道下，楚风再也没有了睡意。行吧，给你讲，我造的什么孽啊，真是。刚开口要讲，那萝莉便睡着了，你尊重下我好不好啊？2天过去了，胖子开着50红光来找楚风，嗨，小牛还记得我吗？我是周全啊，好久没见楚风了，来看看他。呵呵，吞一果的胖子，空着手你也敢来？一番鄙视后，把胖子带进了屋。刚一进门，便看着楚风抱着一个小萝莉，看着两人亲密的动作，胖子赶忙拨通了110。喂，警察吗？这里有人拐卖未成年少女。1个小时后，楚风解释了事情经过，胖子也带来新的消息，城里现在艺人遍地走，治安很差，没什么势力依靠，很难活下去。原来是这样吗？我家也不过是普通家庭，我有些不放心我父母啊。胖子，最近我这里发生很多事，我越来越能感觉到力量在这个异变世界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力量，我连身边人的性命都保护不住。我得赶快完善自己的装备，为眼前的一果大战做准备才行。我的大雷音弓还少一条龙筋，我去杀条龙。胖子，你一起来吗？论义气这一块，胖子还是靠得住的。随后开车带着楚风来到了树林，这龙很强，我们得提前制定战术。突然，胖子看到一条紧急新闻，糟了，楚风，你父母所住的顺天城，一人暴乱了。就在楚风紧张的时候，胖子突然一个大喘气，不过马上平息了。楚风摸着自己的小心脏，看着新闻，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以后找机会当面谢谢白虎。不过话说回来，白虎的实力居然这么强，银翅和金刚应该也差不多。异果大战真是场硬仗啊！想到这的楚风想变强的心再次燃起。黄牛胖子，来听我制定计划，这条龙筋我必须拿到手。首先，我保留体力，随便打一拳吸引他注意力，把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埋伏圈我们事先挖好陷阱，黄牛在远处用隔山打牛消耗他。消耗1个小时，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和黄牛合力打出狂牛将士，将其击杀。胖子听完后一脸纳闷，1个小时，至于吗？至于的。上次我跟黄牛被打成狗，你就整个摞在旁边乱敲，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行。你安全第一，千万别上。你能来挖陷阱，我就很开心了。我们的对手非同小可，绝不能出岔子。每个人在脑海中将战术演习至少3遍，随后3人便开始准备了。一个人在家的小萝莉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目前各方势力聚集在太行山白蛇岭一带，据说是为了抢夺一枚松子状的异果。另外，听说银翅天神也在现场，其帅气的脸庞引来一些胆大的女粉丝，场面1度失控。小萝莉看的都要睡着了，没人欺负好无聊。楚风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另一边半天之后，胖子给楚风打去电话，喂，楚风，我这起火了，妈的坑都是我挖的，黄牛什么都不干。再看楚风那边已经找到了那条霸王龙，来吧，你的龙筋我要定了。随即便开始实施之前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第1步，保有体力吸引注意，然后一拳将那霸王龙给秒杀了。喂，哥你醒醒啊，你咋被秒了吗？我怎么跟挖陷阱的人交代啊？随即3人便烤起了龙。胖子在一边抱怨了起来，真是的，还挖陷阱，你2就溜我玩吧呀。黄牛也知道吧？楚风赶忙解释，天地良心，我上次真被打成狗，难道这龙变弱了？黄牛告诉楚风，是你变强了，你练的可是绝顶呼吸法。楚风听到后打量着自己，这也太快了吧，细想下我这10天真的只是练呼吸法而已，这呼吸法再练下去以后真是不可限量。黄牛则是表示，跟天赋也有关系，还有你真的很厉害。听到这的楚风瞬间嘚瑟了起来，黄牛一锤子敲了上去，少得意，你还差得远。原来现在楚风的实力在第1级觉醒界5段，之前他遇见的人基本上都在觉醒1、2段，9段再进化便是第2界流锁界。到这一界可以看到一道道虚幻枷锁，每挣脱1道枷锁，便会获得一项独一无二的强力特技。若能挣脱12道枷锁，便可以进入逍遥界，达到逍遥界的人，逍遥人间，天地之中再无限制。楚风很是好奇，那3天王在什么级别？我估计他们在觉醒界7段，整整比我高了2段吗？这岂不是没胜算了？等级不够，装备来凑。说着把装好的弓箭递给了楚风。楚风看着这升级后的大雷音弓，弓弦怎么是银色的？这是龙筋中抽出的精华运银精，实力超强的龙才能长出。现在它是真正的上古神器，去试试效果吧。楚风将呼吸法的力量注入弓内，瞬间金光闪烁，拉弓射箭一气呵成，一道光柱射出，下一秒千尺的山脉被打出一个大洞。楚风喘着大气，这威力也太大了，巨大的能量将这一路上的物体全部摧毁，山脉打穿也就算了，但是它聚集在周围的能量就把我的皮肤灼伤，应该可以对付3天了。就在此时，小胖发出怪叫，楚风一回头吓了一跳，胖子你的脸怎么了？楚风冷汗直流，你这该不会是变异了吧？只见小胖头上长出一根尖角，从额头冒出来，哎呀呀！小胖疯狂的大叫，肯定是之前吃了异果的原因。我这么英俊帅气的脸，以后如何约小姐姐？小黄牛提示道，应该是龙肉的能量激活了异果。这头龙如此厉害吗？那是自然浑身都是宝啊！使用它的牙来做剑，威力更大。楚风高兴坏了，和小黄牛一起商量该如何把龙运回去，完全忽视了一旁的小胖。回到家中，楚风借助小胖的喷火能力，炒了一道爆炒驴肉，其实是龙肉。楚风还不停夸赞胖子，你这能力真好，经济环保，节约天然气。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响起，谁啊？这大晚上的！楚风一开门，一阵五颜六色的闪光差点闪瞎眼睛，又传来了哈哈哈哈夸张的笑声。如此浮夸中二的造型，自然是之前的蜘蛛王。楚大神还记得我吗？楚风也非常配合，那是我的宿敌卡尔萨斯简蜘蛛王啊，又来找我来争夺王位吗？不，今次只是将组织里的密信带给你，不如我们就免去争斗吧。楚风也摆出一个中二的造型啊，也好，这种无休止的争斗我也厌倦了呀。这次轮到蜘蛛男恶心了，楚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好恶心！楚风一阵无语，这还不是跟你学的？对了，你不是失忆了吗？哼，蜘蛛的脑壳可是很硬的，我的灵魂并没有被抹去。顺便说下你的秘密，我没有泄露。楚风很是欣慰，是吗？没白留你一命。蜘蛛男也不甘示弱，本王最欣赏你这种强大的男人了。两人一阵彩虹屁后，蜘蛛男把诺伊的信给了楚风，一封是我们高层写的，另一封是林诺伊小姐的。就在楚风看信的时候，蜘蛛男发现了一旁的大雷音弓，在看楚风的信上，诺伊提醒道，现在的异兽已经诞生出灵智，楚风你要小心，千万别去山里，并且还有一张楚风和皮带小姐姐的合照。看到这一幕，楚风陷入沉思，小萝莉靠在楚风怀里，这是你的女朋友吗？楚风一阵伤感，别乱说，她是救过哥哥的朋友，已经不在了，我会一直带着这张照片，我要让自己记住，如今这个世界没有力量，什么都保护不了。看到愤恨的楚风，萝莉突然安慰起了他，安心啦，以后我会照看你的，我可是艺人哦。楚风听到后很是欣慰，几人一直吃喝聊到深夜。小萝莉抱着小黄牛睡着后，楚风将蜘蛛男送出房间。如果真如你所说，那银翅天神真的很强啊。是啊，他可是我毕生想超越的目标啊。行了，我好歹也是天神生物的人，透露再多就不好了，我先回了。
夜已深，楚风正在送蜘蛛男离开之时，他突然出手，将一道彩色的蜘蛛丝射向楚风。下一秒，楚风被牢牢粘在树上。你要干什么？蜘蛛男一边道歉一边跑回屋内。对不起了，楚大神，拿着大雷音弓就跑。这把武器我先用，等我打败了银翅天神再还你。抱歉了，楚风。太好了，太好了，有了这个上古神器，我便离银翅天神更近了。蜘蛛男开心的大笑，不过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我真是畜生啊！楚大神他明明是个好人啊，蛛网要3天才能化掉，只能委屈你3天不能动。下一秒，楚风带着树飞了上来，声音在蜘蛛男耳旁响起：“喂，蜘蛛王，你拿我弓干嘛？”这一幕直接让蜘蛛男当场石化，这尼玛还能这么玩的？太离谱了呀！蜘蛛王，快老实交代，你到底想干啥？楚大神莫慌，你先等等。只见蜘蛛男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张纸，居然把遗书都写好了。我得借神功之力找木报仇。楚风大喊：“没说要杀你啊！你想借功，要等一果战之后。”蜘蛛男瞬间变成花痴。楚大神，你这么好吗？要不要肉偿啊？楚风被恶心的不行，一边玩去，你离我远点就行。打完一果后再给你。那我走了。大神，你抢一果一定要赢啊！楚大神，你要加油哦！说完，蜘蛛男摆出一个妖娆的动作。这蜘蛛男也倒是有趣。结果等人走远了，楚风才想起蜘蛛网没有解开，于是就这样，楚风背着树练了3天拳法。这天黄牛看着楚风的拳法，楚风你现在进步很大呀，已经快6段了，现在试试大雷音弓，威力会更大。胖子听到后拿着他的复合弓走了过来，力量大，射不中有个屁用，你现在的射术相当不专业。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剑术大神啊，要不是黄牛亲自求我，我可是不收徒弟的。我在50米外的大石头上放了酒瓶子，接下来就让为师来给你示范下什么叫射箭。成功命中之后，胖子便得意了起来，百步穿杨，不愧是本胖。然后给楚风普及了现在复合弓的射箭姿势。看着笨拙的楚风，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谁知楚风随手一射，将面前5公里内的树木全给蒸发了。同样是一箭打飞，有什么区别吗？小黄牛一把拿过弓箭说道：“之前没注意，这里面似乎有雷电呼吸声，他应该藏着一套呼吸法，跟着雷声节奏呼吸就行。”在小黄牛的指导下，楚风静心凝气。下一秒，一阵巨大的雷鸣声在楚风耳边响起，果然里面有呼吸法，瞬间巨大的能量从楚风体内散出。再来试一下黄牛在天的威力。楚风将巨大的雷电之力聚集到拳头中，随即又和小黄牛对轰在一起，强大的力量将方圆10里都摧毁。眼前的深坑就是他们破坏力造成的。小黄牛，你没事吧？没想到这力量也太大了。楚风，你普通一拳就能抵挡我一招，这呼吸法很不错，可以修炼。突然，下一秒，楚风捂住口鼻，鲜血狂喷，瞬间重重晕倒在地。小黄牛急忙喊道：“楚风，怎么回事？”看到楚风面露痛苦，小黄牛一脸浓重，难道是呼吸法过于霸道，将使用者震伤了？楚风坚持住，马上带你回去。另一边，在家里的小萝莉耍起了脾气，哼，又没有人陪我玩，哎，算了，再怎么说也比家里有趣，至少楚风哥没给我讲故事，不像那个人。另一边，随着一果即将成熟，各方势力都行动起来。在直升机上，一个手下正在汇报，飞机已飞至白蛇山上空，马上就到一果之地了。银翅天神大人正坐在一位银发男子，他正是3天王中的银翅天神，还吩咐手下将方圆5公里的自己人全部调离开，为了避免误伤，距离一国战倒计时2天。第2天清晨，楚风终于醒来，从小黄牛口中得知自己被大雷音呼吸法震伤，晕了过去。不过小黄牛有点可惜，指出这套呼吸法是残缺的，才会导致这样，还告诫楚风以后不要用了，要不是停得快，不然就重伤了。楚风有点担心，如果不用大雷音呼吸法，抢一国肯定很难。小黄牛一脸慎重，说道：“不能超过5秒，不然有生命之危。”与此同时，白蛇山的公路上，蝙蝠男和左俊鬼鬼祟祟地趴在山崖上，正商量着对付3天王中的金刚。金刚可是我们天神生物的大敌，要是我们在这里将金刚干掉，蝙蝠男，你说林若依会不会跪下求我娶她？左俊，你别白日做梦了，人家金刚号称金刚不坏，防御力极强，你打得过吗？蝙蝠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我可是花了所有家当买回来的，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然后左俊大喝一声，看着我一阶的蜕变，一拳打出，将身旁的巨石打得4分5裂。左俊得意地笑着，威力不错吧？这才只是1阶的力量，而我的变身总共分为587阶。就在此时，蝙蝠男大喊：“左俊，你看他是不是金刚？”哈哈，就是他，跟照片上一模一样啊！只见他壮硕的身材，戴着耳机，十分新潮。路上的金刚正在打电话，电话一头传来：“金刚大人，天神生物的银翅天神就交给你了。”就在此时，天空一声巨响，左俊闪亮登场。金刚，你死期到了！说完，直接587阶变身，突然朝金刚挥出一拳，好呀，直接命中。难道金刚徒有虚名？这么弱，左俊开心坏了。然而下一秒，恐怖的事发生了，金刚毫无察觉，一边向前走一边说道：“没问题，银翅天神，我来对付。”然后金刚淡定向前走了2步，左俊手臂被金刚的肉体力量撞爆，化为一滩血雾。观战的蝙蝠男直接吓傻，这简直就是扶摇撼大树，差距太大。通话结束的金刚反应过来，这谁啊？碰瓷的吗？再看楚风家里，小萝莉在描一张面具。好了，楚风哥哥，你前些天拜托我画的面具画好了。楚风看着面具，哇，很漂亮啊，谢谢你哦。还好之前准备了白面具。小萝莉很是得意，那当然了，我可是学过美术的哦。别忘了今晚要多讲一个故事报答我呀。
此时电视中也在滚动播出一人齐聚的新闻。看到这个消息，小萝莉也反应过来，楚风哥哥，你真的是去参加化妆舞会吗？是要去抢一果吧？楚风感受到小萝莉的关心，也是露出温柔的笑容，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放心吧，你别乱跑，注意安全哦。下一秒，小萝莉踩在椅子上，反过来安慰楚风，你也注意安全，不要乱跑，你可别丢了，本小姐会不开心的。入夜后，楚风给小萝莉讲完故事，起身准备离开，然而小萝莉突然拉住他的衣角，哥哥别走。楚风深知这世道没有力量谁都保护不了他，他必须一往直前。就这样，楚风扯开了小萝莉的手，放回了床上，轻声走出了房间。楚风走后，小萝莉在黑暗的屋子里醒了过来，显然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楚风他们收拾好东西，走吧兄弟们，上山采果子。此刻距离异果大战还有一天，楚风、小胖、小黄牛一行人来到了异果争夺地。不过此地人潮汹涌，四面八方的异人全都为了争夺异果而来，大家还算和和气气，毕竟异果还未成熟。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异人在一旁拉帮结伙。楚风心想，这里人太多了，我们要找个地方观察局势，那座山头是最佳选择。另外打起来，胖子可以藏在山里不被发现，你经历下大场面吧，对你以后生存有好处的。胖子在想，楚风你特么这样真的尊重我吗？另一边，楚风的仇人木也出现了，许久不见，变得更加要阴狠，要用人类做一股的肥料。也不知道木抱住了哪个大腿，胆子变得如此之大，还底气十足的说道：“如果林诺伊胆敢阻拦，异果大战结束后，就把实验场地建在他坟头上。”突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打开了车门，木见到此人很是客气：“王董事你来了。”那王董事随即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我对咱们的排兵布阵很不满意啊！据我观察，在那座山里屯兵对我们更有利，而且那里离林诺伊的山头很近，我们会更容易下手。行了，我去探探路，你们等我信号。”另一边，距离不远的山顶上，菩提基因营地里，一位妙龄少女正听着手下的汇报。眼前这位尤物，正是菩提基因的国民女神江洛神。江洛神看着手下递过来的地图，快成熟的时候，反而树周围没什么人了，连地底下也是。然后娇滴滴的对手下嘱咐道：“不要忘了此行目的哦，人家还想拉拢些天才。”这副诱人的姿态，自然迷得手下神魂颠倒。果然，容貌才是女人最厉害的武器。没过多久，楚风一行人来到山顶，胖子已经累成了傻狗，这里自然也是乌泱泱的一片。楚风看着山下的果树，好，就这了。小黄牛拿出武器，楚风给你弓箭。楚风很是纳闷，你从哪拿出来的？话音刚落，一道铁拳直奔楚风面门而来。这点攻击对楚风来说，就像蚊子挠痒痒。懂不懂规矩？先来后到。大哥一旁的小卡拉米叫嚣着，楚风漫不经心的回应着，更让这位大哥来劲了。小子，看你这样刚步入社会吧，今天就让你领教社会的无情铁拳。对于这种烦人的苍蝇，楚风自然当成空气。大哥正被气得火大的时候，下一秒，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从天而降。原来他是天神生物的董事王吉。楚风一听是天神生物的人，瞬间来了精神，赶忙问向王吉：“诺伊最近怎么样啊？”林诺伊，呵呵，就那个靠出身吃饭的婊子，谁关心他怎么样啊？楚风一脸阴沉，这不是触及他的底线吗？接着，王吉说到：“这块地被我们天神生物看上，你们让一让，每个人赏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就是你们这种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那种。”听到这话，楚风可忍不了了，别人我不管，你是别想让我离开。作为天神生物的董事，哪能容忍别人的拒绝？那就别怪我强行让你们走了。瞬间朝楚风喷出一股蓝色火焰。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楚风选择硬扛。王吉得意笑着：“嚣张是要资本的年轻人，我这火可是连岩石都能烧化的青焰鬼火，你这个等级是接不住的。”楚风语气平静：“这火焰确实很强，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这可是连岩石都能融化的青焰鬼火。”随即楚风话锋一转：“这种火焰不用来烧中午饭，真是太可惜了。”另一边，刚才找楚风事儿的大哥，那喷火的王吉是什么来头？那可是天神生物数一数二的用火高手，那戴面具的小子死定了。这边一群花痴迷妹举着灯牌，欢迎着银翅天神的到来。蝙蝠努力的维持着秩序，请大家冷静一点。真是的，我也有翅膀，为什么就没人喜欢我呢？木的助理看着这场面，这群私生饭追星都跑这里来了，真够可以的。木大人，王吉董事那边没事吧？木大人，王吉董事去了有一会儿了，不会出事吧？木却很是自信，不会的，山顶上都是一群杂鱼，应该没事的。2分钟后，看，那是王吉的火，马上就完事。5分钟后，看来对手有些难缠，不过不会输就是了。30分钟后，木再也等不下去了，恶魔一人，快去看看王吉怎么了。不一会儿，蝙蝠男飞到山顶，看到震惊的一幕，看到楚风把王吉揍得鼻青脸肿。显然天神生物的董事已经成功被当成烧烤架。楚风和胖子他们正悠闲地吃着烤肉。楚风一脸严肃：“刚刚你骂诺伊还记得吧？快向他道歉。”一脸生无可恋的王吉只好照办：“呜呜，林诺伊，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叫林诺伊，你也配？楚风一脚踹在王吉屁股上，快点打电话道歉。另一个山头上，林诺伊正在交代抢一果的注意事项，突然一阵铃声响起。诺伊接通电话之后，喂，哪位？王吉瞬间找到救命稻草，边哭边喊：“妈亲妈呀，儿子给您拜早年了，以后您就是我亲妈。”然后梆几下磕在石头上。好家伙，王吉这是被楚风欺负惨了，求求您给这位爷说一声，把我放了吧，再不放我就完犊子了。诺伊一脸懵逼，直接当成骗子挂了电话。楚风这番作为也收获了不少迷弟，我等永远追随大哥。之前的鲶鱼男问道：“敢问大佬方明？”胖子努力的拦着他们，充当着保安的角色。楚风看着小黄牛，心想多认识一点人也好。
就说了个假名牛神王，自然又引起迷弟们的欢呼。一旁的迷妹看到这么呼声震天的牛神王，切垃圾，吵死了！什么垃圾牛神王啊，跟我家银翅翅差远了。可我家银翅翅到底在哪里呢？我是走错山头了吗？另一边，一个老头在自己下围棋，不愧是菩提基因大长老，竟有胆量单刀赴会。我作为邀请方，反而带了些孩子来，倒显得有点小气了。原来此人是天神生物长老凌霄，一个白衣老友坐在了凌霄的面前。此人名叫江陵，是菩提基因的长老。老夫行事向来稳妥，若是闯龙潭虎穴，自会有备而来。两人说话间便开始了剑拔弩张。凌霄嘲讽江陵，菩提基因对热武器的研究太落后了。江陵拿着一颗棋子一捏，一声爆炸，凌霄周围的手下全被震飞了出去，向凌霄证明了热武器毫无卵用。气得凌霄一把抓住了江陵的手。江长老肝火忘了不少啊！行了，一把老骨头了，争斗这种事暂时交给年轻人吧。我想你也听到了吧，异果开始成熟了，战年要开始了。显然这两个老登是没想参与此次纷争，在山顶下起了围棋。大战即将开始，各方势力争抢异果。楚风盯上木，银翅大战金刚。你见过拜一只牛做师傅的主角吗？2300年，世界异变，一人横行，男主竟然拜一只小黄牛做师傅，从此开启了开挂打怪升级的神级道路。随着时间飞逝，异果将要成熟，各方牛鬼蛇神目光齐聚着，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林诺伊这边做着最后的战前动员，大家听着，这颗异果，天神生物必须拿到手。林诺伊，我菩提基因不会让你如意的。只见异果泛出白色的光芒，显然已经成熟。各路组织散修一人瞬间行动，异果是我们的。瞬间众人打作一团，各种拳脚热武器交杂着，战场上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此时天神生物这边，木悠闲地说着：“先让这群炮灰先上吧，后面就看银翅你了。”只见银翅轻轻一蹬地，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在优雅的递出玫瑰后，闪电般飞向异果。此时另一座山上，站在山顶的林诺伊看着飞走的一尘，银翅也出动了。木恶狠狠地看向林诺伊，哼哼，林诺伊，现在杀了你不会有人知道。楚风阴冷地盯着木，我看银翅不在你身旁，你还能活多久？好一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画面。再看正面战场上，一个全身镶嵌钻石的猛男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就是传说中一人钻石王老五吗？力量和防御力太高了吧？一个光头强则不以为然，哼，一人也会死，我来用一变旷世电锯终结他。下一秒，电锯刚碰上钻石猛男，便被震碎了，还要面对猛男的嘲讽。初中没有学过吗？钻石怎么可能被切开？在场的还有谁要和我抢这颗异果吗？就算是菩提基因的金刚，也未必比我硬。那猛男刚嘚瑟完，只听得声白羽真空切，一道蓝色的刀刃砍了过来，只听咔嚓一声，那猛男引以为傲的钻石当场被分了尸。你比金刚还差点。银翅缓缓落入人群中，淡淡的说道：“我看大家都没什么意见，那这个异果我就收下了。”山顶下棋的凌霄很是得意，看来这一果落入谁家已无悬念。新时代，菩提基因当真是人才济济，家道中落喽。呵呵，机缘遍布天下，你们天神生物只是太过于执着这里而已。这么说来，你们菩提基因是舍弃这里，另求他方。再看正面战场，都给我闪开！此时人群中一阵吵杂，只见一个戴着耳机的光头大汉撞飞众人，从人群冲出，正是金刚。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银翅随手甩出一击，白羽击真空切，金刚直接无视，凭借着强悍的肉身硬扛一击。就在众人以为金刚嗝屁了的时候，金刚一个闪身来到银翅面前，淡淡的说道：“你长进了不少。”随后便是一招伐侏罗朵，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银翅的身上，一拳将他打飞，回你老家去吧。此刻的林诺伊正聚精会神的看着山下的修罗场，表情显得有些凝重。突然背后一个炮孔对准了他，穆大人，一切都按您吩咐，用的是上次杀掉小溪的剧毒弹药，就等您下令了。收到消息的穆很是兴奋，很好，天神生物以后就是我的了。刚嘚瑟没2秒，楚风突然从背后跳了出来，将其一把按在了地上。穆，别想打林诺伊的主意，写出你团伙所有人的名单，我可以留你全尸。面对压制，那穆还在叫嚣，哪来的野种？林诺伊是你什么人？楚风人狠话不多，直接一下掰断了他的手掌。回答我的问题。那穆疼得滋哇乱叫，穆青鱼，快叫银翅过来呀！楚风刚才正是看到金刚银翅打飞，才敢贸然出手的。哼，银翅现在……楚风话还没说完，只听砰的一声，银翅接着电话落在了楚风跟前。穆见状，哈哈，你银翅爷爷来了，看你怎么杀我！银翅，帮我杀了他！楚风心里一紧，快点，再快点，只要杀了穆，一切都结束了。电光火石之间，银翅已经来到了楚风的身后。就在楚风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被银翅一把抓住，朝着半空中飞了出去，救下了穆。银翅也没有想要停手的意思，瞬间打出几十拳，楚风毫无还手之力。此时银翅蓄力，一拳打出，正好被楚风抓住了手臂。楚风利用这个时间空隙，直接蓄力了一个黄牛在天，银翅直接用翅膀挡了下来，毫发无损。楚风心里一阵妈卖批，好硬的翅膀，他各方面都比我要强，甚至还有自己的防御手段。正在楚风郁闷的时候，那么你试试这个。说着，一道金光直接射穿银翅的翅膀，不会再给你放箭的机会了。银翅手中电光闪动，闪身向楚风冲来。那银翅大喊一声天鹰阵，一阵音爆响起，直接将楚风打飞。另一边，穆正在助理的搀扶下，向山顶的直升机跑去。轰的一声，楚风直接砸到了他们身后地上。不得不说，这还是真的巧。穆瞬间被吓得炸了毛啊！是那个人，是刚才那个人啊！银翅都阻止不了他吗？
此刻飞过来的银翅也很是尴尬，这波我的，打错方向了。楚风也不墨迹，迅速举起弓向木射去。木去死吧！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一声急真空斩，此时一道攻击直接将悬崖切开。楚风一箭射偏，正是银翅来了。木看到楚风被压制，赶忙跟着青鱼跑了出去。楚风喘着粗气从悬崖下爬了上来。银翅，你一定要阻止我吗？木他就该死！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但保护他是我的工作。你想活命的话，就快点回吧。异果那边我要赶快回去。面对银翅的说辞，楚风也是默认了。银翅的实力在觉醒8段，而楚风只有6段，是不太可能赢得。就在楚风分析的时候，此时天神生物的直升机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绝不能放过木。随即楚风直接冲向直升机，银翅毫无表情看着楚风，既然你选择赴死，好的，我成全了你。只听得一声几百真空切，跑在前面的楚风瞬间被限制了行动，瞬间数万条刀锋将楚风围住。楚风刚刚领教过这招的威力，然而这是刚刚那一招伤害的10多倍。下一秒，只见所有刀锋汇聚在银翅手上，形成一把光剑。毫不废话，一剑直接斩向楚风。抱歉，我赶时间，没工夫手下留情了。巨大的光剑笼罩着楚风，几乎没有出路，就连几千米外的人群也注意到了，就连金刚也很是震惊。他在和牛神王打吗？银翅在打谁啊？那不是他大招吗？大家都很惊讶，毕竟这是银翅的一大绝技，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不会轻易使用。楚风此时正面临生死危机，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惊慌失措。你赶时间，我也赶时间。楚风调气，大雷呼吸法，金色的闪电能量瞬间包裹住了楚风，轻轻地握着光剑。楚风使劲挥，那把威力巨大的光剑瞬间就破碎，攻击被迫的银翅瞬间落入了下风，直接被楚风一拳打在了腹部。银翅腹部响起巨大的碰撞声，强大的能量穿透银翅身体，银翅噗呲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是什么力量？隔着翅膀都能打进身体，这是不可能的。银翅盯着他的眼睛，被这一幕惊呆了。正当银翅叹息时，楚风直接闪身来到银翅身后。楚风见银翅分心，趁机发动进攻，一招黄牛在天，在银翅耳朵旁边蓄力了起来。然而银翅的速度更快，力量也更强，这个拳头直接被银翅的手掌挡住。厉害，但是你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而是绕到我身后呢？拳头的威力变得这么弱，该不会刚才的状态你只能维持几秒吧？真是个危险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放杀招出来。确实，你的神功很厉害，有觉醒阶10段的威力，拉弓的手我要封住。抱歉，说着直接拿着羽毛插在了楚风的胳膊上。楚风无法抵抗，你的身体素质只有6段。银翅抓起一块碎片，再次插入楚风的身体，一口鲜血涌了出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银翅交叉着双手，一把锋利的手刀出现了，他大手一挥，楚风的半身几乎被砍断了。紧接着楚风倒在地上，银翅直接切断了楚风的胸襟。现在他只能听天由命了。楚风痛得发抖，现在他只能用小黄牛教的呼吸法，平静地调整呼吸节奏，试着呼吸，让自己有一丝活力，至少让他的手臂动一下。银翅看着这一切，你我本无私怨，若能保证不再找木的麻烦，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楚风心里很苦，这次真的很糟糕，他选择拒绝。听到这一点，银翅将能量裹在手中，再次挥出一把手刀。楚风要挂了吗？不对，我的左手被封住了，我还有牙。呼吸法暂时使楚风恢复了行动，用牙射箭，使用呼吸法的箭威力是原来的数倍，直接把他炸到几千英里外的山上。楚风直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距离这么近你没时间躲。只听唰的一声，金色剑芒立刻穿透银翅的左肩。这一剑之后，楚风又累又喘，虽然他没有杀死银翅，但他暂时无法移动。这时银翅就像一个挂在岩石上，居然能打败银翅，就连金刚对上银翅也是胜败参半呢。太棒了，这么凶猛的人，我想要驾。千里之外的降落直升机有幸的看着这一幕，穆大人快走，直升机马上就要起飞了。那穆登上直升机后，一脚将青鱼踹下了直升飞机，断后就交给你了。只听见嗖的一声，一道金光直接将直升机打爆，显然是楚风的大雷阴功。这幕还变相的救了青鱼一命，即使这种伤害最终也没能将那幕带走，看来还是要自己出手。随即楚风闪身来到了穆的身后，蓄力一拳，直接将穆砸进地府。一声爆炸过后，强大的冲击力将周围的巨石震碎。烟雾散去之后，楚风抓着穆的头，把你所有同伙的名单给我，我可以让你死之前少受点罪。此时穆还不死心，你到底是谁？和林诺伊到底什么关系？既然你想知道，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说完，楚风摘下面具，看到是楚风后，穆的面目狰狞起来。楚风，臭小子挺会演啊，但你以为你杀得掉我吗？哼，来，这硬盘里就是你要的名单，我全都给你。可你拿到他又怎样？你要交给林诺伊，他会信一个外人的话吗？那穆越说越疯狂。你以为林诺伊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你以为你变强了，他就会正眼看你？我告诉你，就算你比银翅强大100倍，阶级永远是你无法跨过的天堑。你喜欢林诺伊吧？你爱他吧？爱他又得不到吧？可你又能怎么样呢？林诺伊只会归属于上层阶级的少爷们，甚至归属于出身高贵的银翅天神，甚至轮到我都轮不到你楚风。阶级的锁链决定了你一生都是仰视者。就算林诺伊真的喜欢你，就算你楚风成这世上最强，你的出身也只是在地底黑暗奢求太阳的蝼蚁，光会漏进你的生活，可你永远也得不到太阳。这就是你与林诺伊。你现在还会觉得他相信你吗？底层贱民。而现在我给你一个得到他机会，我就不让你跪下了。你姑且给我道个歉，过去的事我既往不咎，然后和我一起绑了林诺伊，威胁他交出股权，最后等我
把他折磨够了，我可以把他施舍给你。还没等他说完，楚风直接一脚踩下木，直接摔下悬崖。逼话真多，我不懂你说的什么阶级，我不懂你说的什么仰望诺伊，我懂得只有你的脸在我脚下，而你的命在我手里，感激我施舍给你一具全尸吧。另一边的金刚已经抢到了一果，突然感觉到银翅居然输了，难道除了千叶禅师之外，还有不入世的高手吗？一果战场内，金刚捧着一果，随手解决了几个小卡拉米，心想还是赶紧回营地吧，怎么感觉这里后脑勺发凉？就在此时，小黄牛一记黄牛盖地从天而降，另一边的山顶手下在向诺伊报告：大小姐，我方人员未能阻止金刚得到一果，木不知所踪，银翅为保护木被重伤，不能战斗了。而这些好像都和一个叫牛神王的人有关。诺伊若有所思，拿出一管药剂递给了手下，把这疗伤药剂交给银翅，启动备选方案。再看另一边的黄牛，一记黄牛盖地从天而降，直接给金刚来了个脑瓜崩。金刚被这一下弄疼了，小黄牛一个闪身，直接开溜跑路，金刚直接追了出去，黄牛直接来了个回马枪，又一记黄牛在天打在了金刚的腹部，接着就是黄牛头锤，金刚在黄牛的手下完全落入了下风。黄牛继续疯狂输出，一招黄牛在天，一套组合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金刚的身上，一套打完，潇洒的拖着一果落地，金刚被打得躺在地上没了动静。金刚的手下见状，那小艺人打败了金刚大人，别愣着了，快过来抓住他。此刻黄牛也不想纠缠，眼看东西到手，心里想的是赶紧跑路。下一秒，那金刚突然缓缓站起，小兄弟，你真的很不错，你是第3个能打痛我的人。菩提基因收此一果，只为造福天下，还请你把一果交给菩提基因，若你再逃，就别怪我放杀招了。黄牛也很是惊讶，这尼玛还能站起来，并死死地抱住了一果。你这样选择吗？好吧，只是可惜。只听金刚缓缓地说了句：赴日伐侏罗纪。只听唰的一声过后，金刚缓缓地说道：你还没反应过来吧？我刚刚用能量透过皮肉攻击了你身上各个经脉与内脏，你现在经脉内脏俱损，马上就要没命。但好在中招者来不及感到痛就会死去。只见金刚手指之间闪动的紫色的能量，瞬间小黄牛一口牛血喷出，黄牛瞬间失去了反抗的能力。金刚看着他自责了起来：我的原则是只要能令对手丧失战斗力，就不杀死对手。杀一个人并不难，但要把握力道让其丧失战斗力，则需要比对手高一个层次以上。随即金刚双手合十：对不起，我太弱了，如果我更强，你大可不死，但为了造福更多人，请你安息吧。黄牛没有动静之后，萝莉突然来到了山顶，他担心地看着山下。楚风这边处理完木的事之后，在山脚下遇到了难缠的对手，楚风瞬间被银翅的女粉丝围了起来，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就在楚风被声讨的时候，突然背后一个声音响起：这位帅哥想必就是牛神王吧？原来是降落神。只见他飞到楚风跟前，竟有能力打赢银翅天神，这九州怕是找不到几个人了。你可有意加入菩提基因？薪资我们自是不会亏待，给你些股份也不是不可能，还可以来姐姐家玩哦。还好这楚风有几年的修为，不然还真当众缴械投降了。你不用凑那么近，我听得见。山顶上的林诺伊见状，冲着那降落神大喊：你就这么急着拉拢人吗？降落神看到诺伊后，银翅天神被牛神王重伤，你自然不好拉拢他，可就算这样也不愿轻易放给我呀。我明确告诉你，林诺伊这个碾压银翅的男人，我要定了。看到老婆来了，吓得楚风赶忙将其一把推开。我没有碾压银翅，我是靠着神器赢他的。你还是找银翅去你家玩吧，他是真的很厉害。大姐姐，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我请你喝茶哦。说完便灰溜溜的跑走了。江洛神色眯眯的看着楚风的背影，居然会有不为我容颜所动的男人，而且好像还不知道我的大名呢。另一边异果战场中，各种小卡拉米正在庆祝小牛被打倒，围着金刚就是一阵彩虹屁。就在这时，一个黄色的小蹄子捡起墨镜，瞬间气势爆发出来。原来牛和人的内脏位置不一样，黄牛直接释放起了自己的大招大力牛魔拳最终式狂牛降世。看着这么强的气势，金刚也开启了大招绝对防御伐侏罗之盾。最强一击和最强防御碰撞在一起，金刚还叫嚣着：我的防御没有人能破。这招是神器伐侏罗之盾的碎片，融合我的力量生成的绝对防御。不好意思啊，我可不是人。转眼间，金刚的一身紫色的能量防御瞬间裂开，大力牛魔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了那金刚的腹部，瞬间卷起一股蘑菇云。烟雾散去之后，看着跪坐在一旁的金刚，小牛感叹道：他也太耐打了吧，这都只是失去意识而已，不过总算是赢了，拿了一果赶快溜。就在此时，金刚周身又开始出现了紫色的能量，他缓缓站起，我的身体可是比神器还坚硬，来，我看你还能不能再挡下。说罢，一招赴日伐侏罗纪朝着黄牛的面部轰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楚风杀道，一记黄牛摆尾结结实实的踢在了金刚的背上，直接踢飞了一果。楚风赶忙接住一果丢给了黄牛，黄牛，我来拖他几分钟，你拿着一果先溜。黄牛一个跳跃将一果接下之后，几个跳跃飞快的朝远处跑去。金刚手下的人也没打算再上去追，他一招就能把我们轰这么远，谁特么能打赢？与此同时，天神生物的空降部队正在跳伞进来，准备加入战场。再看金刚被偷袭一脚后，一脚踹向了楚风，能伤我筋骨你还挺厉害，不过好像就那一下，这强大的力道让楚风连叫我草。
身体好痛。大雷音呼吸想法的副作用渐渐开始了，肯定不能再用了，尽全力多拖会儿吧，一定要让黄牛跑远了。然后便跟那金刚近身肉搏了起来。也就那么几秒钟时间，小黄牛已经跑进了树林，他的神觉能感受到金刚正在靠近，而楚风在后面追金刚。楚风现在的状态拦住金刚还是太难了，金刚离我越来越近了，得赶快想办法。正好看见一个黑老哥在吃草，随即小黄牛眼睛一亮，显然是有了主意。只见他将那一裹还有衣服全都埋了起来，装出一副牛吃草的假象。这特么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黄牛还很是得意，嘿嘿，往这黑牛边一站，我完全跟普通牛一样吗？骗过金刚这一波就万事大吉了吧？只见金刚一个急刹车来到2只牛的面前，果然那黄色小矮子的造型，只是你的障眼法而已。小黄牛心里还在纳闷，暴露了吗？怎么会这样？就在慌得一批的时候，突然那金刚话锋一转，你以为你变回原形我就不认识你了吗？你这大黑牛，把一果还给我，别装了，你骗不过我金刚的。说着一脚踢向了那大黑牛，那大黑牛瞬间火了，直接一蹄子将金刚踩在脚下。人类真他妈吵，这下给小黄牛看傻了，这你妈一蹄子秒了。黑牛大哥淡定的说道，我只补了最后一下，他之前的伤多半是你打的吧？做得好，我们牛族岂能让人类欺压？小黄牛很是惭愧，如果我功力再恢复点也不至于如此。说来他隐藏的真好，我都没发现他是强者。此时楚风小跑过来，黄牛，抱歉，我一个闪失没拦住金刚。突然看到一旁的金刚，哎，金刚趴着干嘛？累了。大黑举起大黑蹄子，马上要攻上去，这又是欺我族人的人类吗？小黄牛马上拦住，用牛语告诉他，别，这个是我徒弟。黑牛听罢方才罢休。楚风一脸懵逼的看着黑牛，这牛会说中文？你看不起谁呢？我他妈还会英文啊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一果到手，木也死了，事情总算是结束了。黑牛兄，看你帮我们的份上，一果9分您一半吧。那啥，一果我就不要了这东西。好是好，可他妈是个祸害，劝你俩也麻溜扔了。我也是准备去抢这一果的时候才发现，他早就被真正的强者盯上了。楚风显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真正的强者比银翅金刚还强吗？另一边，山顶下棋的凌霄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切，这一果怕是要落入牛神王手中了。老白听完后很是气愤，若输给天神生物就罢了，但栽在无名小辈手里，岂不被天下笑话？我要亲自出马，我就不去了。诺伊应该留了后手，虽然你我是强者，但话还说完，直接被一只白鹰割去了头颅。下一秒，整个峡谷内被一群白鹰笼罩，领头的对着同伴大喊：“同族们，杀光人类，夺走一果！”刚刚空降下来的天神部队看着飞过来的白鹰，怎么回事？来者不善，开火，先发制人。下一秒，那群人刚掏出武器，便被飞过来的白鹰当场秒杀。再看另一边的楚风，天怎么黑了下来？楚风纳闷地问道：“这是怎么了？是其他兽王做的？异兽们之前一直在观察人类的攻击手段，找机会进攻人类。进攻人类！”听到这的楚风担心起了诺伊的安危。不行，我得去高处看看。你还是快跑吧，这些异兽是不会放过人类的，多数异兽对人类怨念很强，这山里的人类怕是都活不成了。此时异国战场上，身为菩提基因的降落神拥有着觉醒阶5段的实力，以及他的部下觉醒阶3段30人，他们遇到了有100余只觉醒阶3段异兽组成的异兽群。另一边，无数的异兽正在屠杀着异人们，巨大的白蛇王和苍狼王出现，而银翅粉丝团58人皆为普通人，因为没有反抗能力，只能被异兽玩乐般慢慢折磨致死。另一边，剑抢一果无望，中途回家的200多名无势力异人，他们在遭遇一只觉醒阶6段蜘蛛与200余只小蜘蛛之后全灭。身为武道枷锁阶异兽首领的白蛇王看着眼前的众人，人类在这力量为上的时代，你们又算什么？随后命令身为灵道枷锁阶的苍狼王，你带你的部下去拦住人类的退路吧，我们受过的屈辱全都还给他们。大黑劝导楚风，你快跑吧，有条大蛇还没出来，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不行，诺伊还在里面，你们先走，我不能不管他们，我不能放着自己的同类这样被杀。说完，楚风立马往回赶，直接朝着兽群冲了过去。你给我回来！楚风不等小黄牛阻止，大黑直接夹起小牛跑路，先他妈的跟我走吧，不然来不及了。金刚这边他被路过的异兽踩醒了，可恶，牛就算了，你这头猪又是怎么回事？此时金刚也逮着踩醒他的野猪，暴揍。飞上来的白鹰看着他，金刚欺负猪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我来2招！就在那白鹰冲向金刚的时候，楚风突然赶到，一个黄牛暴扣直接将那白鹰秒杀。待会跟你解释发生了什么。总之人类要遭难了，你这头猪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联手吧，金刚。另一边跑路的大黑夹着小黄牛，小牛还喊着要去救楚风。大黑赶忙劝解，救什么楚风？现在进战场我都不一定能出来，而且他已经决定为自己的同族赴死了，死得其所。话音刚落，只顾奔跑的大黑路也没看，直接撞了个什么东西，脑瓜嗡嗡的。大黑立马急了眼，谁他妈当了爷爷的路？抬头看去，瞬间怂了。另一边，身为菩提基因长老的江陵，竟然拥有着觉醒阶8段的实力，他边击杀异兽边大声呼喊：晚辈们莫急，对手只是一群未开灵智的野兽而已，冷静下来，我们可以靠智慧逃出去。
话音刚落，直接被大蛇一尾巴击飞了出去。你们真觉得自己在智慧上有优势吗，人类？另一边的大黑带着黄牛在疯狂的逃窜，那大蛇竟然没有为难他们，这蛇王也太大了吧！跑了那么久还没跑出他的范围，但是大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条蛇应该是有神觉的，他该知道我们拿着异果呀，却不闻不问的放我们走了。难道他的目的不是异果，而是单纯想屠杀人类吗？此时蛇王喊道：“各位异兽兄弟们，都躲到之前挖好的防御工事里面去吧！我要肃清人类，以免误伤。”说完，立马行动了起来。人类，就算把这太行山夷平，我也要杀光你们！危机当头，身为觉醒阶5段的林诺伊来到江洛神的背后。江洛神女士，你我也暂时联手吧，我会安排卫星导弹精确轰炸。菩提基因方面，请千叶禅师过来吧。我江洛神也非不识大体，私人恩怨就暂时放一放吧。随即一招揉花掌帮诺伊挡下了致命伤害。诺伊道完谢后，我多问一句，你我何曾有过私人恩怨？哼，颜值跟我接近的女人都是我的私人恩怨。危机面前，诺伊也没有尴尬。我把大部队留在了南偏东42度方向500米处，快跟来吧！江洛神听罢，对着手下大喊：“所有人跟着林诺伊走！”白蛇哪里肯放过他们？一招音波弓对着整个太行山脉开始攻击了起来。这白蛇王估计偷学了美杜莎的技能，一击石化，凝视在他攻击范围内的所有东西都成了石头。此时楚风挡道，大雷音呼戏法全开，迅速向白蛇王冲去。此时的白蛇王竟然感觉到了危险，这神诀是怎么回事？正在纳闷的时候，只见金刚控制着神器向魔杵从天而降，这可是神器啊！白蛇王看着天上的这东西，用陨石造出的神器，从空中召唤的降魔杵，是有召唤的高度越高，破坏力越高的说法。不过给敌人躲开的时间太长了。神器是好，可打不中又有何用？可惜了速度太慢了，根本击中不了我，又有什么用啊？白蛇王迅速闪身躲避。楚风突然赶到，大雷音呼吸法全开，一记黄牛盖地直接轰向蛇头。此前黄牛告诉楚风，大雷因子吸法最多用5秒，不然有生命危险。随即楚风争分夺秒对着那白蛇王一连挥出数拳，白蛇王被揍的头都抬不起来，而楚风的大力牛魔拳已经超出的时间使用限制，强忍着剧痛的他心想还不够，得把他打到神器下面。楚风冒着暴毙的风险，在牛魔拳的反噬下，口中溢出鲜血，那白蛇被揍急眼了。人类，你们有什么资格抵抗？你们残害了多少生灵？这是罪有应得。楚风对着那白蛇大骂：滚你妈！你特么一条蛇，没吃过其他动物吗？装你妈啊装！给我去死吧！楚风蓄力一击，直接给白蛇王干翻，白蛇重重的落在地上。此时将魔杵也正好砸下，直接插向白蛇王的身体上。一切都结束了吗？众人一阵欢呼，白蛇被砸死了。牛神王万岁，金刚万岁！楚风一劫从空中掉落，只见一只手瞬间抓住了他，正是疗伤完成的银翅。银翅看着楚风很是欣慰，我疗伤花了点时间，没帮上什么忙，实在抱歉。打得漂亮，牛神王！只见银翅缓缓落地，将楚风放下。还没等银翅说话，一种强大的力量冲击而来，啪的一声，直接把他拍飞。人类，你们不会觉得自己赢了吧？一众小卡拉米惊呼道：“那蛇竟然还没死！”江洛神也很是悲观，看来我们今天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未必，诺伊说道：“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了卫星导弹，我们得快点救出牛神王，再撤离此处。”诺伊姐，那请快下令发射吧，不然我们真的……只见白蛇王再次发出石化攻击，牛神王是吧？跟你的同族一起化成石头吧！楚风也奋力喊道：“诺伊，反正我也会被石化的，发射导弹吧，至少让我死在自己人手里。”啊，大小姐，牛神王怎样都会丧命的呀！诺伊在面对双重压力下，最后还是按下了开火开关。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导弹穿过大气层，飞向异果战场。白蛇王也感到了危险，异兽同胞们，快跑！之前的地洞防不住这导弹，大家赶快离开！楚风眼神逐渐迷离，跑？那可是导弹，你能跑哪儿呢？大雷音呼吸法的副作用开始了，我要死了吗？弥留之际，楚风回忆起了自己的前半生。我的一生平平无奇，平平无奇的家庭，平平无奇的学业，平平无奇的喜欢过几人，平平无奇的被几人喜欢过，以及平平无奇的爱过一个人。后来很合理的因为家庭背景被长辈干预，说你也曾为我争辩过，但最后还是顾全大局服从了家里，就如同今日我让你落下导弹一样。我想你是对的吧？财阀家的大小姐每一个决定都牵扯万千，你做的都对诺伊，但为什么我心里就是有些不甘心呢？也许我心底有一丝幻想吧，我幻想着你突然认出了戴面具的我，我幻想着你对周围人说我是你重要的人，你不要导弹落下，我幻想着你不顾切的冲过来抱住我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与我一起面对。我很自私吧，想让你这么做的我，不过没关系，好在你没有认出我，赶快离开吧，诺伊。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楚风哥哥。小萝莉不顾危险，奋力的跑向楚风。楚风被这稚嫩的声音瞬间惊醒，你来干什么？别过来！没看见导弹吗，笨蛋！只见小萝莉一把紧紧的抱住楚风，你才是笨蛋，我们回家吧。下一秒，轰的一声，导弹直接命中白蛇王，一阵狂暴的能量向楚风这边袭来。小萝莉身后浮现出一堆金色的翅膀，直接以极快的速度带着楚风飞离轰炸区。江洛神认出了这小萝莉，那不是白虎的妹妹卢诗韵吗？
白蛇王怒吼道：“你们也别想跑！”一口紫色的陈年老痰喷出，直接射中了飞行中的小萝莉，两人瞬间从高空掉落。楚风赶忙一把将小萝莉搂在了怀里，我不会再让身边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在楚风抱着小萝莉摔向地面，准备先走一步的时候，咚的一声，等楚风再次醒来的时候，正坐着小胖的车上。胖子看着楚风，可算是醒了，你可真行，晕倒了都抱着这姑娘，分都分不开。突然，楚风怀里的小萝莉颤抖了起来。楚风哥，我好难受。看着小萝莉变色的皮肤，显然是中了蛇毒。没事，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治好。胖子，我就不问你为什么总能捡到车了，怎么就笑我们的？是金刚救的你们，你们落地前人家躺地上给你们当了肉垫，原来在他们即将摔得半身不遂的时候，金刚用身体接住了他们。那其他人呢？大家都撤出来了吗？最后怎样了？后续的事小胖也和楚风说了。太行山一果大战，这一因贪欲而起的混战，以全体人类的惨败而告一段落。而幸存者中的媒体记者录下了一果大战最后的画面，最后关头导弹重伤白蛇，千叶禅师及时到场，他以牺牲生命的觉悟拖住强敌，护幸存的人类撤离了战场。愤怒的白蛇王与苍狼王扬言要以屠城的方式祭奠被导弹炸死的异兽，死一只异兽便屠一座城。录像传出，整个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人们望着被画面中被异兽攻击致死的同族，只得默然接受。人类这一曾经依靠智力傲然君临15连顶端的物种，已然沦落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环了。胖子说完，立马向着楚风的家开去。来到门口的楚风焦急的大喊：“小黄牛，快出来，快来看看这个小祖宗，他中毒了！”此时大黑说道：“快给他吃一颗异果，说不定还有救，只能喂他一颗，他太虚弱了，多了反而不好。”半个小时后，退了，毒斑退了。楚风激动地喊着。小萝莉醒来之后，痛苦地告诉楚风：“楚风哥还是好疼。”什么？怎么会？毒斑已经退了，可能有些晚了吧？意识模糊了，我已经看不清哥哥了。楚风听罢，整个人急躁了起来。不会的，一定有用的，我再想办法。算了，楚风哥，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谢谢你，楚风哥，从来没有人这样陪过我。说罢便撒手人寰了。此时的楚风瞬间黑化，为什么呀？我想抢异果，说到底不是为了免去争斗吗？我想抢异果，不是为了能保护身边的人吗？异果我们拿到了呀，可为什么还是和之前毫无二致？楚风暴怒，混蛋混蛋，所有人都为我而死。说着眼泪从眼角流出。此时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从小萝莉口袋中响起。楚风拿起手机，看到愚蠢的哥哥正想接起电话，唰的一下直接被人抢走。这特么这小萝莉又在骗人。小萝莉接完电话正在生闷气，一个黑影出现在身后。小姑娘装死是什么意思？气得楚风扛着树追起了小萝莉。你妈的，你没死骗老子这么多眼泪！大黑一个高抬腿将楚风给绊倒了，摔在地上的楚风没了动静。跑在前面的小萝莉突然停了下来。楚风哥，你没事吧？楚风突然在地上颤抖着哭泣了起来。你没事太好了，真是太好。小萝莉走了上来，抚摸着楚风的头。好了好了，以后不骗你了，对不起了。大黑突然叫停了他们，你们别闹了，我小弟发来消息，白蛇他们准备屠城了，筹划离开的路线吧。与此同时，楚风父母所在的顺天城，在此地郊外执行保护任务的人类军队受到了攻击。此时顺天城内，一个白色风衣的骑士正收割着异兽，此人正是小萝莉的哥哥，一人三天王，觉醒九段白虎。被一通胖揍的异兽惊讶地看着白虎，你是什么人？要死的畜生，知道那么多干嘛？我倒要问你几句，你们的首领是谁？有什么目的？有没有筹划下一次攻击？顺便说下，就算你说了，我还是会杀了你，不过你可以少受点罪就是了。哈哈，你杀了2个喽啰就觉得了不起吗？与他们不同，我已经是觉醒界7段的了。话音刚落，直接被白虎碾成了肉泥。你7段了呀？厉害！看你叫这么难听，给你个台阶下吧。最后一遍，你们的首领是谁？有什么目的？有没有筹划下一次攻击？面对绝对的实力压制，那异兽最后还是怂了。首领苍狼王，目的屠光顺天城，下次进攻日期是12月9号，他会亲自过来。得知消息的白虎直接一招白虎轰炮将那异兽送走了。苍狼王是吧？我不是死在山谷了吗？异果之战后，苍狼王的洞穴内，一个全身包裹着绷带的人缓缓地睁开眼。欢迎你人类，我也有话直说了，我需要一个人类伙伴，你愿意吗？木先生，我可以给你无限多的异果让你变强。另一边楚风家内，一口浊气吐出，楚风体内的力量有所提升，已经快接近7段了，应该吃点异果就能突破。小黄牛立马阻止道，先别着急，给你看个好东西，这个是我在异果树下顺来的土块，这东西能量强大，说不定能让你的3颗种子培养出异果啊，那异果岂不是能自产自销了吗？各方势力不会为了抢我再打一仗吧？说话间，突然有人砸门。这神爵是诺伊，他发现我是牛神王了。我杀了木，不能暴露啊，情绪要整理好，不能让他感觉我们刚见过。黄牛，算我求你赶快躲起来，千万别出来啊！开门之后，果然是诺伊。我不请自来，莫怪。哈哈，瞧你说的，我可想你了。诺伊看着躲到7、8米开外的楚风，那你躲那么远干嘛？进屋之后，诺伊叮嘱楚风，赶快离开吧，你这里离那条白蛇很近。异兽屠城屠村的消息越来越多，屠城这么快吗？我得回顺天城了，我父母还在那里。要是异兽，话还没说完，却被诺伊打断。啊，对了，向你打听个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牛神王的人？起初楚风装作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诺伊接下来的话，差点没把楚风原地送走。是家里觉得牛神王潜力无限，就让我找找。家里还说我应该赶快和你断绝联系，然后找牛神王当上门女婿。听到这的楚风一口茶水喷了出来。怎么，你反对这门婚事？
没，你们随便结，我没意见。诺伊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你和牛神王这2件事，我都不会顺从他们。感情的事我还是要自己做主。随即诺伊站起身来，看你无恙，我就不久留了。你在顺天城的父母我已经派人保护了，不用太担心。说罢直接走了。楚风刚想挽留，那诺伊已经不见了人影。诺伊走后，小萝莉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就是你说的林诺伊，你是不是还喜欢她？你怎么可以还喜欢她？就是她下令把导弹落下来，差点害死你，你忘了吗？楚风还在努力辩解，可他是为了炸白蛇呀，他只是顾全大局吧，而且他不知道我是。显然小萝莉已经对楚风动了心，我不许你喜欢他，你迟早会被他害死的。快说，你不喜欢他？看楚风半天没说话，小萝莉一把推开楚风跑了出去。你果然不肯说，我真是白救你了，你真是个傻子。急得楚风在后面大喊：诗玉你去哪？这一带可能有蜀城的异兽啊，卢诗玉快回来！正在楚风发愁自己不会飞的时候，突然被面前的异兽围住了。刚刚是不是有个小异人飞走了？一个人类都不能放过，这2人都要死。只见一群野狼扑向了楚风，楚风很是纳闷，诗玉没看到他们吗？你们是那个什么残狼王的手下？是苍狼王，苍井空的苍啊！愚蠢的人类！一个交手，楚风敏锐地察觉到对方力量很强，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的喽啰，要是追上诗韵就完了。虽然黄牛说吃异果进化是下策，但救人要紧。随即楚风直接塞进嘴里一颗异果，下一秒楚风瞬间光芒万丈，直接迈入了觉醒阶第7段，然后抱着其中的一头狼，大喊了一声狂牛将士，直接手搓了一个核弹，一朵蘑菇云卷起再熄灭，直接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弹坑，方圆几公里的异兽全部被他秒杀。看着跳在身上的黄牛，黄牛我力气耗尽了，你快用神教找下他。怎奈黄牛也感觉不到萝莉的气息。后来1周，楚风一直在太行山代用神诀寻找卢诗韵，但没有得到任何下落。而楚风父母所在的顺天城不断传来有异兽进攻的消息，虽说这些异兽被白虎一一击退，但楚风还是放不下心。楚风决定回家一趟。小黄牛大黑和小胖子是要去昆仑山修炼，大黑提醒楚风以后种子发芽了，记得留一下一花的花粉。2人2牛告别后，楚风踏上了去顺天城的道路。楚风一连走了2天，夜里，楚风来到一处村庄，准备混口饭吃，也打听下诗韵的事。刚踏进村庄，只见尸横遍野，这是怎么回事？是异兽干的吗？此时楚风身后突然出现一具丧尸，丧尸口中迅速射出一条长蛇，这蛇竟然有着觉醒阶7段的实力。原来这一村子都是被他杀死，然后躲进尸体，并且控制着愚蠢的人类。下一秒，大青蛇直接上了烧烤架，嘿嘿，还有人送晚饭，这个还真没想到。楚风也从大青蛇的肚子中救出一个小孩，烤蛇的香味把幸存的村民吸引了出来。楚风正要问苍狼王的具体行踪时，才反应过来，好像唯一知道的被自己吃了。不过他们在不远处还有一个人类在指挥。听到这的楚风二话不说，直接起身去寻找，这里人烟稀少，找人类集中的地方应该就行。紧接着楚风开启了神诀，感应到一个棕色西装的人正抽着烟，身后绑着一群小孩，一头苍狼异兽正向他汇报着：大人，附近几个村子的童男童女都在这，小孩子的生命能量最旺盛，再去搜刮一遍吧，一个都不要浪费。这人原来是木，前面那个和苍狼王交易的人竟然是他。他随即叮嘱手下，不过呀，像这种太瘦弱没什么生命能量的就别要了，真是的还不够运费呢，你随意解决吧。行了，吃完就赶快干活去吧，我指着肥料这事巴结苍狼呢，别办砸了。那妖木大人我去了。苍狼正要离开，只见一把弓抵着他脑袋，轰的一声直接射进地里，一声爆炸过后，直接被摔到了木的面前。那苍狼被一箭射中，竟然没领盒饭，好厉害的箭，还好我会硬化皮肤。此时苍狼还庆幸着自己会皮肤硬化。下一秒楚风落下，一脚踩在剑上，直接将他带走。木瞬间爆发出力量，此时的木实力已经来到了觉醒阶8段。我在每天都想着找你炫耀我现在的实力，你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楚风也不示弱，好啊，上次老子气还没出够呢，这次都给你补上吧。下一秒，木从原地消失不见，瞬间来到了楚风的身后，一记形意拳抱熊摔，直接将楚风摔进地里。楚风不禁的感叹，好快，他是真的变强了呀。楚风闪身飞起，用异兽那里得到的力量伤害人类，很开心吗？畜生，那我就替人类宰了你！异兽的走狗。木使出一招形意蛇牙双生拳，楚风还没来得及用黄牛盖世，直接被一拳打在了胸部。我才不会死，等异兽奴役完所有人类，我便会被封为人王，到时候就把你拴起来当狗玩吧。说话间，又一招形意拳白蟒锥朝着楚风打来，好诡异的拳路，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躲。这就是形意拳吗？还在懵逼的楚风被那木一脚踢飞了出去。他特么吃了多少种异果，短时间进步这么多，而且他的拳法好复杂，完全看不透会从什么方向打过来。大雷音呼吸法上次用的太过火了，现在使都使不出来了，左手也动不了。楚风突然想起之前黄牛的教导，黄牛告诉他，天下最厉害的武器是机枪。从招式讲，他只有开枪这一招，变化并不丰富；从线路讲，他只会从直线打来，每个人也都猜得到。但就算是最有经验的武士碰上枪，无论他拿着什么武器，也只能逃跑，因为他快到躲不开。拳法也是一样，我这牛魔拳便如机枪一样，是追求极致速度与力量的拳法。
那木再次挥着形意拳冲了过来，嘴里还嘲讽着：“你就这点本事吗？”楚风突然对小牛的话有所感悟，别想着避开敌人的攻击，直接捶他，保证我的拳先打到他的脸上。那木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脸上便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发生了什么事？不等那木做出反应，楚风紧接着爆发全力，大道至简，黄牛在天，将那木轰飞了出去，打下悬崖了。应该死了吧？不过上次也是打下悬崖，要不下去看看？那木却从悬崖下爬了上来。你的拳法很好，我认了，但好在苍狼王之前给了我伐诸罗之盾的碎片，被我重铸融在了身上，没他我就死定了。那木眼见自己打不过，直接抓起一个孩子做起了威胁：你老老实实挨我一拳，让我出口气，改日我们再来清算恩怨，不然我可不保证这孩子死活。你的力量今非昔比，要是冲要害上打，怕是要死了吧？我若死了，这里的孩子都会死。眼看楚风一个迟疑，那木突然抓着孩子，朝着楚风一拳打来，强大的拳力直接将楚风一拳放倒，楚风倒在地上没了动静。不过你说的没错，就算你老老实实挨了这一拳，我还是会把他扔下去。趴在地上的楚风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已经气愤到了极点。那木再次使出一招神器封魂法印，直接戳在了楚风的背后。这苍狼王好东西就是多，这下你就真的动弹不得了，疼的楚风在地上龇牙咧嘴。另一边被木扔下去的小姑娘突然被路过的小萝莉接住了，怎么会有小妹妹掉下来啊？上面发生什么了？再看上面的木，我该怎么杀死你呢？上一次我伤得好重哦，就算吃一果也在床上躺了15天。就当木要痛下杀手时候，小萝莉及时赶到，一招白虎轰袍化解了攻击。楚风看到小萝莉后，我一直在我你怎么在这？难道你一直没有？我才没有在远处偷偷跟着你，我气没消呢，我讨厌你。好家伙，小萝莉这一下把自己卖了一个干净。看到两人秀恩爱，这木哪里受得了，直接一拳打了过来。怎奈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切，带着楚风跑了。我忘记他会飞了，但拖着个废人你能飞多远？不一会儿，小萝莉带着楚风来到一处山洞。你怎么会伤这么重？你快离开吧！我神觉能感觉到木在找我们。我这个样子就算吃颗异果，让伤势恢复也挣不开那神器啊！小萝莉很是生气，别跟我搭话，我还没原谅你呢。说话间，一阵杀意伴随着脚步声缓缓逼近。小萝莉啪的一下把楚风的嘴堵住，一抹泪转身站了起来。我去对付他。当觉醒5段的小萝莉面对上觉醒阶8段会形意拳的木，会有什么杀手锏呢？那木闻着味便找了过来，应该就在附近，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只要挨着找肯定能找到。突然，飞在半空的小萝莉对着木大喊：喂，丑八怪，有本事来抓我呀！哼响诱敌，小姑娘你很有魄力，但诱敌是需要资本的。说着一个闪身到了小萝莉的背后，下一秒直接被木一脚踢到了地面上。这么弱，躲起来不好吗？这个人真是个变态，他竟然对着年轻貌美如花似玉的小萝莉下狠手。为了逼问出楚风的下落，竟然拿起地上的石块，一下下的抽打着萝莉的脸。呼，还真是有脾气啊！看来要下点重手了。这么漂亮的胳膊可惜了。再看山洞里的楚风，还是不行，怎么努力都挣不开那封印，身体几乎不能动，不能让诗韵一个人去对付他呀。下一秒，石盒里竟然开出一朵白花来。当初楚风只放了一点意土进去，居然开花了。难道这就是大黑牛说的一花？那如果我把花粉吃掉，不知道能不能助我破开那封印？不管了，我也没其他选择了，拜托了，我只能寄希望在你身上，一定要有用啊！外面的木已经把小萝莉折磨得血肉模糊了，他揪着小萝莉的头发，真是个好孩子啊！4肢全打折了还是不肯说，打都打累了，你这是在哭吗？抱歉，我都分不清是泪还是血了。算了，我其实喜欢小朋友的。拷问游戏就到此结束吧，反正楚风也动不了，迟早找得到。说着直接一把将那小萝莉扔在了地上，转身朝山洞走去。然而下一秒，小萝莉用出最后的力气，死死地咬住那木的裤腿。木大怒，给你脸了是吧？我是懒得得罪白虎才留你一命的，你真当我怕你哥不敢杀你吗？怎么想死吗？好啊，让你死个痛快！说着便对着那小萝莉一顿猛踩。就在木下最后杀手的时候，突然被一把抓住了胳膊。晚上好啊，木。楚风面无表情，全身透着淡金色的纹路，出现在木的身后。楚风一把甩开木的手，走向小萝莉，快把这一果吃了吧，你伤得太重了，下面的就交给我吧。木反应过来，直接挥拳朝楚风攻去。楚风随手一个升龙上勾拳，直接给他干吐血。楚风随即扑在木的身上，黄牛在天，然后一阵乱拳打在木的身上。这就要死了吗？太弱了，你很不甘心吧？放心，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掉的。起来挨打，来吃下这个异果，你就能恢复。说着将一颗异果扔进了木的嘴里，那木砰的一下站了起来。呵呵，楚风，你是气糊涂了吧？居然给我异果吃！异果不但能让我有更大的飞跃，还能让我完全痊愈。吃完异果，木的力量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嚣张地说着：“楚风，你会后悔的。”刚起来嘚瑟了2句，便被那楚风一脚踢飞了出去，然后飞身向前，又是一顿乱拳。就这样，一颗异果，一阵乱打，一颗异果，一阵乱拳，整整102颗异果。直到第2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照射在满是伤痕的木身上。此刻他全身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一旁的小狼崽子终于发现了他，怎么是木大人？发生了什么？得赶快找苍狼王大王派兵来。
楚风一把揪住木的头，那姑娘伤那么重，你欠的债还远未还够，但一果我也打算留一些给父母。楚风一脚给他踹下悬崖，木，我把你打下悬崖过2次，你都因为各种原因又重新上来，这次我还是把你踢下悬崖，你尽管复活，如果还没死够的话。楚风处理完木的事后，带着被抓走的孩子们回到了村里。折腾了一夜的楚风和卢诗韵决定休息下再赶路。救下孩子后，村民们将一件上古神器送给楚风，小萝莉还将大雷音弓给塞了进去。小萝莉去洗澡后，楚风看着战利品，这是从木身上抢来的封印符，还有形意拳全谱，这全谱只剩总纲了，拳法部分可能在苍狼王那儿，只看大纲就感觉高深莫测，感觉可练。浴室洗澡的小萝莉突然神伤了起来，这次也玩够了，该回顺天城了，该回去见哥哥了。与此同时，顺天城的白虎府邸，城内居民在集体抗议，反对虐杀小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手下指着傻逼人类大骂，让不让出门了？我们要去军方开会，物料是你们负责呀，要不是我家少爷3番5次杀退那些异兽，你们能在这撒野吗？突然人群里一个傻屌站了出来，白虎，你击杀异兽的视频我们都看了，太过分了，小动物是美好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你们上前线去跟异兽说吧，看他们会不会与你们和谐相处。上前线是你的事，干我屁事，我们不管那么多，你就是不许虐杀小动物。白虎再也受不了这个傻逼了，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看着倒地的傻逼，吓得周围居民四散而逃，大喊着白虎杀人了。手下有点慌张，少爷，我看这群人里混有媒体的人，您这样做是不是？放心吧，他是一人一脚死不了，我只求人类安全，媒体想写什么随他们去吧。此时苍狼王的洞穴内，一只小卡拉米正给他汇报着木的情况。苍狼王气得不轻，找几个擅长潜入的部下进入顺天城，杀不了牛神王也要乱他心神，去宰了他父母。2日后，楚风和小萝莉来到九州西南部最大的城市顺天城，一路上都是异兽留下的残垣断壁，顺天完全没受什么影响。小萝莉告别了楚风，去找他的哥哥白虎去了。此时楚风的手机响了起来，正是小黄牛。怎么样，黄牛？昆仑山好玩吗？玩个锤子！最近都在努力的修炼，最近各路兽王都在抢名山，这些名山都有很强的灵气，顺天城也有名山，小心被波及到。另一边，距顺天城500公里外，已被兽王占领的嵩山大林寺里，金刚带着一群人走在路上。最近各大势力都在合计着把本属于人类的名山抢回，而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夺回嵩山大林寺，谈何容易啊！也没您说的那么难。我听说占领着嵩山的元王还不愿完全与人类撕破脸，好像他十分忌惮人类的核武器。听说有不少兽王都是如此。听到小弟的阐述，金刚很是纳闷，那大林寺怎么会丢？好像是文斗丢的。话说当时那大元孤身上山大林寺，方丈率全寺应敌，方丈视死如归，本想拼个鱼死网破，结果那大元说自己也是出家人，不想打架，他想要在佛堂内与方丈论佛法，赢的人方得大林寺。结果刚开始方丈滔滔不绝，两边论的有来有回，然而一炷香的功夫之后，方丈就渐渐被大元论的说不出话来了。说到第2炷香的时候，方丈直接就给说哭了呀，然后对着佛像猛磕头，喊着自己一辈子佛经白读了，最后当场网购了生发膏，他就还俗了。金刚听完后感觉自己突然长了脑子，异兽脑子进化到这程度了，我这智商还是武斗吧。我苦练10多年的佛家功夫已至大成，如今能量团已可以聚成完整的罗汉像了，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吧。说话间，一众人来到了大林寺的门口，你退后，见机行事。金刚推开门之后，看到院子里白猿正在教小猴子练功，只见那小和尚一招伐诸罗19未尽，瞬间召唤出来19个罗汉像，气得白猿当场破口大骂，教你3个月你就学成这，人类原子弹打过来你扛得住吗？这可把金刚给看傻了。白猿发现金刚后走了过来，这位施主光临寒寺有何贵干了？金刚反应很快啊，啪的一声将寺门关上了。对不起，走错了。看着人家小猴子练了3个月的功法，都比自己20多年的强10几倍，这打起来根本就是送死啊！此时的金刚世界观已经完全崩塌了，撤吧，人类没核武器不可能赢。金刚走后，小猴子问白猿：“师傅，您怎么不打他呀？他们一看就是来砸场子的呀！”白猿无奈的感叹了起来：“哎，我也不喜人类，可他们有核武器加持，我讲不清那东西砸兽王身上后果会怎样。就等最近闹着屠城的苍狼王逼出人类的核武器了，如果他赋予人类，我们的立场再定；可如果他胜了，我们无顾忌的屠杀便是了。这他妈的白猿竟然有着枷锁接9段的实力，那黄牛你专心修炼，我就不打扰你了。对了，我们得了形意拳全谱头给你看。”再看另一边的楚风已经回到了家里，被苍狼王派来的杀手盯上了。几人倒是聪明，知道楚风是个狠角色，没有向他出手。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拿楚风的父母做文章，逼楚风就范。这群人拥有着能让灵魂移入人类身体的能力，若是杀不了楚风，他们也要宰了楚风的父母。楚风坐着回家的电梯里，牛神王在太行山一战成名，登上了新闻的热搜。楚风听着报道，心想：也许我没能力保护全人类，不过保护这个家的能力还是有的吧。看着手机上的全家福，爸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上次回家还是2年前，竟在外面浪了。当楚风推门进去，只看见小萝莉竟然在家里吃饭，热闹的和父母打作一团，瞬间石化。母亲看到楚风回来，赶忙让楚风坐下。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一句话直接给楚风吓得摔倒。饭后，楚风他爸叫上楚风来到了阳台，你跟这小姑娘什么关系啊？这个小姑娘看着很是喜欢你，现在苍狼王到处屠城，我想顺天城也想
祥和不了多久了。我听他聊了很多，好像他家有高手在吧？你要没有跟他长久的打算，就别让他总缠着你了，断了他念想，让他回家吧。咱们都是普通人，苍狼王真杀过来，我们能保护他吗？楚风回忆着之前小萝莉为他受的罪，也下定了决心。那我怎么跟他说？也不用说，去找个女朋友吧，反正你年纪也到了，我可以安排相亲给你。楚风点点头，转身回去。好了，饭都要凉了，咱们回去吃饭吧。只见一只化形的异兽悄悄地捂住楚爸的嘴，楚风却完全没有察觉。楚风转身进了房内，看见楚妈染着血的外套丢在地上，楚风一下子慌了神。妈，诗玉，你们在吗？糟了，难道……瞬间转身，果然他父亲也不见了。此时苍狼王的杀手已经来到楚风的身后。牛神王，就是你多次坏我们异兽的好事，这次屠杀顺天城关乎所有异兽崛起，不能给你机会捣乱了。下一秒，一道攻击直接向楚风飞来，楚风瞬间闪过，知道我是牛神王的只有木。楚风以此类推，得知了来的是苍狼王的手下，看来苍狼王是真的要屠我们顺天了。楚风飞起一脚，直接踹了化形异兽一脸，敢动我身边的人，就算苍狼王来了，我也把他打飞回去。一阵暴打后，化形异兽败下阵来，说你们把我父母弄哪里去了？少一副圣者姿态跟我说话，我不是说了你太慢吗？说完两手结印，瞬间一个蓝色的空间包围了楚风。这就是我们进化出的能力，精神力量，除了能让灵魂进入人类的身体，还可以将别人拉进自己的精神世界。牛神王，你肉体很强大，但精神似乎从未锻炼过，动弹不得了吧？你已经是我指尖的玩物了。本来我只是要拖住你，好让队友离开你的神诀范围，没想到你这么容易中招，凭我一个就能解决你，真的是嚣张。面对逼个不停的小卡拉米，只见楚风一招摸头杀，直接将其带走。你这是什么奇怪的招式？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啊，感觉你费了好大力气把背景颜色换了，真的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快说吧，你们把我父母带哪里去了？告诉我你的同伙在哪？那小狼崽子倒是不慌，直接灵魂出窍朝着窗外跑去。我们的真身都在城外，随时可以回至本体逃走，灵魂状态的速度可不是你能追上的。再见了牛神王。剩下一旁的楚风呆若木鸡，这你妈灵魂出窍，他就是靠这种能力占有人类身体的吗？而这个人看来只是普通民众，居然还有这种能力，苍狼王的部下看来不是杂鱼啊。另一边，顺天城郊某别墅，此时小狼崽的基地内正在考虑怎么处理楚风的父母，这两人折磨他们吧，让楚风看见自己父母的惨状，定会对他心里产生动摇，运气好的话还可让他为我们所用。面对出口反驳的楚风父母二人，先是一顿拳打脚踢，你家小风可是得罪了苍狼王大王呢，就当作是对他的重视，我就来亲自处理你们吧。随即这领头的展开了精神力，笼罩住了楚风妈妈，背景颜色也随之变化。精神世界，领头的一遍又一遍的折磨着楚风，楚妈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噗呲一刀过后，直接给楚妈干的当场精神崩溃。楚爸心疼的搂着他，那领头的还在咄咄逼人，楚爸上去就是一拳，然而那狼崽子只是擦破了点皮，真是弱小的力量。你很愤怒吗？人类，你在愤怒我对人类的蔑视与践踏吗？你们人类就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才会矫情。强大本来就该踩在弱小头上，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刚逼刀完，瞬间一个拳头飞来，直接干飞小狼崽。来人正是楚风。依你所说，我够踩着你的脸蹦迪了吧？楚风看着精神崩溃的妈妈，正一遍遍的呼喊着楚风的名字。在楚爸的口中得知是领头的杰作后，这人不好对付，所有人一起用精神力量压住他。楚风脸色一黑，回想着小萝莉和楚妈的惨状，苍狼王，我们的两子算是结大了。那领头的看着楚风迸发出来的杀气，把楚风拉进我们的精神世界。快！小狼崽们反应也是相当的快，几人同时动手，将楚风强行拉进去。那领头的瞬间长出几丈高的身体，你已经被拖入我们的精神世界了，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将由我们掌控。下一秒，楚风摇身一变，瞬间画出几十丈高的身躯，对着那领头的一脚踩了下去。他以为楚风是什么人？楚风可是实打实的挂逼，直接一脚踩碎了幻境。回到现实的楚风打量着自己，发生了什么？我好像做了个梦，梦里揍了你一顿就醒了。再看那一群狼崽子，直接被踹成了重伤。本以为肉体上的差距可以用精力量弥补，可他精神力量居然也这么强，真是怪物。我见过的生物里面，比他强大的也只有苍狼王大王了。我们暂时对付不了他，他父母的事以后再找机会，让灵魂返回城外本体。几只狼崽见形势不好，瞬间灵魂出体，四处逃窜，又是这种逃跑方式，只要有心理准备，这招根本不算什么。现在我有准备了，你们还想逃吗？楚风闪身跟了上去。到了，楚风，以后再找你算账吧。狼崽们正要回归肉身，只见楚风追上来之后，一脚甩出，直接秒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苍狼王是吧？异兽是吧？我管你们是谁，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绝对的逆鳞，敢碰他们就别想活命。留下了一个活口，你是最开始在我家的那只吧？说说吧，为什么找我家人麻烦？我还是那句话，你少一副圣者的姿态跟我讲话。小子，你和我们大王差太多了，你根本就不配跟大王交手。废话真多。楚风一记无影脚解决了这个小狼崽子。想看结局？好啊，事后我就端着红烧苍狼王来给你上坟好了。处理完一群小狼崽子后，楚风转身回到了别墅，在确定父母安然无恙后，问起了小萝莉的下落。楚爸一脸懵逼看着楚风，我不知道啊，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没跟我们一起抓来啊？楚风心里咯噔一下，我以为他被一起抓到这了，
难道敌人有2批？另一边，小萝莉被绑在椅子上，你别想着跑了，那个叫楚风的不会来找你的。一轮红月下，苍狼王俯瞰顺天城，手下来报：苍狼王大王，我们到桂云高原了。高原的尽头便是九州西南方第一重镇顺天城，人类轮王万灵崛起，这一天终于到了。原来小萝莉已经被他哥哥带走教育，居然用我的权限去查别人家的住处，不能让你再这么胡闹了。小萝莉疯狂地挣扎着，我不管，我只是想有人陪我玩，有什么错？白虎被折磨的一点办法也没有，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一阵子，外面乱的军方都应付不来了，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行吗？异兽都比你听话。就在此时，楚风出现在了窗户口，你们这家人相处的方式好特别啊，虎哥真是顺天城的大英雄。我爸一看定位就说是你家。小萝莉看到楚风后很是高兴，赶忙侧着椅子靠了过去。白虎见状，喂，你靠着那个外人干嘛？小萝莉一脸害羞地说，不是外人哦，他是我男朋友，是内人。听到这的白虎瞬间脸一黑，露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邪眸白虎。突然，白虎的电话也随之响了起来。查看过消息后，白虎瞬间脸一黑，打闹的2人也注意到了白虎的反常。怎么了哥？没事，突然觉得这位楚兄很面善，坐下喝杯茶吧。楚风一脸懵逼，这特么怎么脸翻的比何书桓还快啊？原来白虎收到的消息是苍狼王已至桂云高原边境，速回。显然这白虎有了拉拢楚风的意思。另一边，负责保卫顺天城的军事指挥所内，白虎那边我已经打了招呼，在座的正是目前人类的顶级战力，想必大家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再赘述。我们军方请距离桂云高原最近的诸位过来，就是希望请大家能帮下忙。与上次异国大战那种游戏不同，这次是真正的战争，我们必须赢。异兽大多仇恨人类儿，现在之所以我们人类上有安身之所，只是因为兽王们多少忌惮人类的核武器。可如果这次我们让临到家所及的苍狼王肆意屠城又全身而退，那就等于向所有兽王宣布，人类对兽王根本无可奈何。届时一直压抑杀戮之心的异兽倾巢而出，九州人类的未日。这次与苍狼王对决，我们必须要胜。上面也批准了我们使用核武器。而陆通先生，您是目前九州最强的一人，我把这权力暂交给您。这陆通可是入阶9段巅峰的实力，此人很是狂妄。我与军方合作这么多年，听过你们上司的话吗？必要的时候，这高原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与苍狼王玉石俱焚，哪怕是顺天城。另一边，楚风3人已经摆好了茶几，坐了下来。楚风，听说你身手还不错，就没有想过保护人类吗？目前我想着先保护好家人，再说其他的。你不会想和我组队吧？白虎随即翻了一个鄙视的白眼。组队？就你？开什么玩笑？不过保护家人这一点，我们倒是没什么差。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楚风抢了过去。少跟我套近乎，我从来不用绳子保护我妈。白虎冷喝一声，你这人倒也完全不可用。行了，我妹的事下次再找你算账。话音刚落，楚风和小萝莉便睡倒在了沙发上。显然是白虎为了保护小萝莉，给2人下了药，随即吩咐管家把诗韵捆起来，千万别让她出去。至于楚风，也要捆好她，回头再找他算我妹妹的账。此刻的管家看白虎此去生死未知，虔诚地为他祈祷了起来。白虎转身披挂上马，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国家之望也，还是祈祷苍狼王赶快死掉吧。悬崖上只见苍狼王化形，缩小身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体型太大会成为热武器的活靶子。现在我只是枷锁阶灵道，等级别更高，还可以有更完美的形态。随即吩咐手下记得用精神力量控制几名人类，让他把即将到来的屠杀录下，这些录像将通过网络直播给所有人类和异兽，让人类明白被奴役才是人类在这废墟世界的唯一出路。那天新文明纪元20202年11月30日，苍狼王对人类发起了全面的报复性屠杀。屠杀的画面传向九州各地，人们望着遍地残缺的尸体肉块，望着满屏的浓烟废墟，以及被自己父亲一刀刀砍成泥的孩童。安静的屏幕前，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人类的末日到了。镜头前的苍狼王叫嚣着：人类啊，喜欢这场直播吗？距离顺天城还有数座城，我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场直播都比这一场更刺激，不堪一击啊！诸位兽王还有什么犹豫的吗？不如等我拿下顺天后，一起从九州各地开始，将人类屠个干净如何？至于人类啊，我最想和你们说的是，千万不要投降，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此时之前那些叫嚣着保护动物和动物和平相处的群众再也没有了声音，随之而来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众人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唰的一声银翅出现了。没事了，我们来了！众人一阵欢呼，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众人类顶尖高手：火灵觉醒阶8段，古生物研究所的头目秦昊觉醒阶8段，还有冰封觉醒阶7段的实力。觉醒者们齐齐向苍狼王攻去，拥有觉醒阶8段实力的秦昊率先一拳打了过去。巨大的爆炸过后，只见烟雾灰尘散去，苍狼王徒手就接下了攻击。控制躯干大小的能力吗？这么低级的能力，你觉得能伤到我？逼还没装完，银翅一个闪身，一记黑虎掏心打中了苍狼王的腹部，直接将苍狼王打飞，撞毁数道墙壁后钉在墙上。你就是银翅吧？很多人类都喜欢你这种白白嫩嫩的类型啊，但是男人得有力气才行啊，对不对？苍狼王突然起身反击，只见天上落下数道冰晶，瞬间冰封住了苍狼王的攻击，正是觉醒7段的冰封。随后火灵又是一记攻击打出，那苍狼王目前来看已经没有了生还的迹象。众人一套技能打完，人类这边一阵欢呼，大声呼喊着希望光芒银翅。
很好，和计划节奏一样，我们是有胜算的。银翅赶忙提醒他们，对面可是所接的强敌，这样的攻击肯定不足以致命，但无论如何他肯定有伤。下一波我们也要保持住节奏，慢慢削弱他。路通远程指挥着几人，按原计划，切记要冷静，你们只要争取半天的时间就好。军方已经快要赶到了，偶先疏散百姓，白虎5分钟后就会和我会合。后半夜我们发动第2波攻击，在我们全部集齐以前，只要拖延千万不要莽撞。此时苍狼王挠挠头，从废墟中走出，这个洗澡水有点烫，大家不要慌，和刚说的一样，我们只要拖住他就行了。对，我们都知道这样杀不死他，趁他的伤还没好继续攻击，只要能拖延半天就好。苍狼王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几个，拖延时间就凭你们3个？你这老狼脑子烫糊涂了吧？我们有4个人呢，也许战力不如你，但是战术上我们的变化也是你不能想象的。只见唰的一声，苍狼王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经来到4人的背后，秦昊的脚已经被他扯下，秦昊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第4个人在哪？我怎么没看见啊？瞬间艺人们暴怒，冰封使出大招向着苍狼王攻去。苍狼王，你丫的冻成冰棍吧！苍狼王一个闪身躲开了攻击，来到冰封的身后，你动作太慢了，稍有准备就不会中招。下一秒被那苍狼王一把按住了头部，正是狼王的精神攻击。冰封直接跪下，这是什么？精神力量攻击吗？难道只是恐惧？此时的冰封清楚的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恐惧，他们想活下来，他们在让我求饶啊！火灵大喊着，离开我弟弟，朝着苍狼王冲了过去。冰封奋力呼喊着，别过来哥哥，快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苍狼王直接一拳洞穿了他的身体。此时银翅的大招已蓄力完成，一道蓝色的刀锋斩出。狼王不屑地笑道，那我就给你们来个好玩的吧。苍狼王面对银翅的大招，一拳接下了攻击，给你们看个好玩的吧。说着使出一招形意拳缠蛇崩，打得银翅当场吐血。看着倒在地上的银翅，苍狼王嘲讽道，用人类创造的拳法打在你们人类身上，挺爽吧？他们人类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弱呀，那么我便在此提前宣布吧，以后桂云高原便是我苍狼王的势力范围。这高原上的每一座名山，名山上的每一棵艺术，都会是我苍狼王的私有产物。我已经与其他兽王一样，拥有自己的地盘了。而我苍狼王的王宫就建在这次屠杀的终点站顺天城的废墟之上。此时楚风看着手机上的转播，看着这么猖狂的苍狼王突然又有了动作。银翅，我记得你是个偶像，还是10亿少女的公公老公，为了给我的狼王宫剪彩，那就多10亿丧偶少妇吧。下一秒，断了脚的秦昊一把就下了他们，正是王通远程指挥的。没错，就是这样，利用巨大化的爆发力赶快撤离，一定要活着回来。苍狼王对着镜头嚣张了起来，你们的最强战力丢下1城百姓逃了呀！人们瞬间再度陷入绝望。不过别误会了，别以为有任何人类能在我手上跑得掉，以枷锁接生物的最高速度，想留住谁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说着便扛着摄像机追了上去。千钧一发之际，那冰封突然冲了出来为秦昊他们挡刀。为了不让那冰封死而无憾，那苍狼王强行装逼，我是故意放他们走的，总要有活人去亲口传送我的强大。救下他们的是我苍狼王的心血来潮。另一边的作战指挥室里，身为指挥官的白少将被吓得瑟瑟发抖，并命令他立即组织反击。不是还有第2波攻击吗？赶紧给我上！路通一把拦住了他。白少将，指挥权在我手里，是我下令撤退的，我会负担起所有责任。现阶段我们就算去也是送死，我知道我们对不起这1城百姓。说话间，白虎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不用等了，我白虎自愿当第2波攻击的先锋，队员请批准。路通看着眼下的形势，无奈地表示，第2波攻击取消了，保存有生力量，找机会再说吧。此话一出，直接给白虎气得够呛，指着路通的鼻子大骂了起来。眼看白虎要一个人上去送死，路通也不惯着他，直接一把给他按住了。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躲不开，你去在做什么？如果你非要去送死，那我不阻拦你，但是如果你还有理智，那就先听下我的计划。在距离苍狼王不远的一座小城市里，楚风站在绝望的人群之中，突然砰的一声跳到半空。苍狼王，要你死已经不足以平息我的愤怒了。此时楚风手机响起，原来是小黄牛打来的。接通之后，小黄牛在那头疯狂地喊着，楚风，千万别去找苍狼王，你知不知道你们之间差了至少30倍的战力？啥？不许去！觉醒阶与枷锁阶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他还有枷锁阶独有的特殊技能没用呢，你用上大雷音呼吸法也不行。楚风停下了脚步，可还能怎么办？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看顺天城血流成河？假如你的家乡遭此劫难，你会放着不管吗？小黄牛有被楚风的这句话触动，缓缓地说了句，修炼吧楚风，弱者是什么也保护不了的。你也发现了，你几乎没有遇到过会呼吸法的敌人，包括苍狼王，这就是你制胜的关键。呼吸法加上你的天赋，只有突破枷锁阶你才有胜算，不然就只有去送死。老老实实用呼吸法修炼吧。楚风哪里肯放弃修炼？那这几天难道就放任苍狼王？你是人中最有可能突破枷锁阶与苍狼王抗衡的，你真想草草死在那里，让人类永无翻身之日吗？听到这的楚风终于安静了下来。11月31日早，持续了整整1夜的屠杀，终于以城中最后一个人类的惨死而告一段落。而这一切只不是过苍狼王屠杀节目的开始，1城、2城，连着好几座城池相继沦陷，狼族对人类的屠杀，加上精神控制下人类的自相残杀，在后续几日通过苍狼王的
直播，尽数映入九州人类的眼帘中。绝望与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谁也不知道未来可去何从。苍狼王的屠城路线直白清晰，没有任何战术，直奔顺天城。在银翅等一人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军方站出来保护百姓撤退，同时拿出了能调度的全部武器。然而，这一次的反抗成了苍狼王的又一次秀场。虽然兽王们没有动作，但是周边的小妖们纷纷响应起苍狼王开始狩猎人类。普通小城市也难以自保，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逃跑、撤退、再撤退，几乎所有人都集结到了桂云高原最大的城市顺天城。每个人都躲在军方提供的临时营地里，等待着苍狼王的到来。短短5天过去，苍狼王连下5城，九州的人们麻木的看看不断跳动的死亡统计数字，一筹莫展。哀悼、愤怒，种种情绪在人类精神崩溃的临界点被无限放大。一条名为“我们人类曾经帮过那么多动物，没有一个兽王愿意帮我们吗”的词条出现在热搜上。九州中部名山嵩山大林寺内，小猴子问白猿对苍狼王的做法怎么看。我这些天翻遍了大林寺的经阁，越来越觉得人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啊。苍狼王这样赶尽杀绝，着实过分了。小猴子眨巴着个大眼睛，那您的意思是反对苍狼王吗？白猿无奈地摸着他的头，如果去制止苍狼王，无异于整个异兽族开战。九州西北部昆仑山顶，大黑苦口婆心地劝着小黄牛，你咋还想去顺天啊？不都跟你说了，我费老牛鼻子劲儿把这边的兽王都劝住了，他们可都对人类压着火呀。我们一走，谁拦着他们呢？小黄牛一脸无奈地看着大黑，那只能靠楚风自己了，不然呢？就算他们这次真的靠兽王帮忙赢了，那下一次又特么咋办呢？人类若想在这一变时代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九州北部太行山深处沼泽，正是之前那白色大蛇的老巢，手下在向他汇报苍狼王的事情。苍狼王的目的之一就是打消兽王们对人类的恐惧，他要证明单个兽王势力就能屠杀人类重镇，我们不用打扰他。随即命令手下发消息给众兽王，苍狼王若屠完顺天安然无恙，我们便一起屠进九州。一个个比苍狼王还厉害的兽王得到消息后，全都跃跃欲试。那么人类究竟该怎么办？而苍狼王一路高歌猛进，第10天，他来到了第7城，然而却是一座空城。是人类设了埋伏吗？不是，神觉完全感受不到附近有任何人类。以往就算是撤离了民众，也会有军队留下阻止我们前进。来，直播间的人类啊，你们在玩什么花招呢？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就在此时，人类那一边突然按下了一个按钮，迎接人类玉石俱焚的抵抗吧。还在嘚瑟的苍狼王突然感觉自己头顶有点痒，紧接着一股蘑菇云缓缓升起。爆炸过后，当地时间凌晨2、3时，整个九州没有一个人睡得着，大家都在等待看军方的网络直播。突然，军方开启了直播，有了信号，让大家久等了。因为核辐射，我们只能在尽量近的地方给大家直播。这里已经完全没有灯火了，只能看见一片漆黑。我们一路都有检测，这方圆百里已经找不到任何反应了。接下来我们会用闪光弹看一下爆炸后的场面，检查下异兽的残。话还没说完，直接被苍狼王一下抓爆了头。这你妈是我见过最狠狼人，竟然能直接硬抗核弹，然后拿着摄像机对人类喊话起来，竟然把摄像机送过来了，真是体贴啊！这次夸你2句吧，你们确实伤到我了。有神觉得我想躲开这种直白的核弹攻击其实并不难，不得不承认我是去了很多家人朋友，所有希望人类灭亡的异兽啊，我将无私分发手边的异果，让我们万众一心。3天后顺天见。此时的顺天城的指挥室里，白少将被吓傻了，核弹也不行，异兽更多了，什么计划都没有用，希望就是零啊。陆通则不以为然，先等下，白少将，我倒觉得我们离胜利更近了。核弹没有命中，却也让他受了伤，我们现在只要能正确命中目标，那苍狼王就必死无疑。这是我玉虚宫弟子用生命捡来的王血，顾名思义，是兽王的血液。把异兽的血肉吃下去，会慢慢升级，这大家都知道。可如果直接喝这高浓度的所接兽王的血，虽然绝会减少一定寿命，但可以短期达到接近加所接的状态。下一站，只要大家可以拖住苍狼王身边的杂兵，哪怕只有一瞬间的机会，我陆通将抱着核弹与苍狼王同归于尽。此时的顺天城里一片混乱，众人都在四散奔逃。突然，陆通对着全体市民开启了直播：九州人民们，我是玉虚宫的陆通，我知道你们现在陷入了恐慌，对顺天避之不及，但请大家先冷静下来想想，这是不是苍狼王屠城以来第一次受伤？我们已经找到了打败苍狼王的方法了，但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帮助，请大家互相转告每一位艺人同胞。3天之后，顺天城外，我请求大家聚集于此。这不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有了必胜的方法。最后一战，我们的目标将不再是防守，我们将直取苍狼王的狗头。一番激烈的演讲下来，人类们的情绪瞬间被带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团结一次。菩提基因、天神生物全都浩浩荡荡的开拔向了顺天城，人类再次燃起希望的光芒。另一边的楚风还在卖力的修炼，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距离突破枷锁界越来越近了。突然收到顺天城集结了100万之众的消息，吓得楚风一个机灵。这些天我在附近消灭响应苍狼王的异兽，更加确认了黄牛说的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但枷锁街绝不是靠人多就能取胜的，不能看着这么多人去送死。3天时间，我必须突破锁街。此时的顺天城外，林诺伊也赶了过去，江洛神对着他调侃了起来，不愧是天神生物的大小姐，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场。诺伊没有鸟他，而是直接看向了一旁的陆通。陆先生，按照您的计划，我们的人员已经全部就位了。王通看着这2个女强人，不禁的感叹，实
代变了呀，九州两大家族的当家已经都是女性了。这一战，我们先占地利，想破顺天城必经顺天谷。军方热武器部队在各个角落待命。交锋开始后，炮火可以一直覆盖敌人后方，导弹等远程大规模杀伤武器也随时归我调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会直接交锋的峡谷里。白虎、金刚、秦昊将带队我玉虚宫200弟子。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后方空虚且没有后备战力，但是借助地利，白虎他们会有一夫当关之势。楚风为了可以第一时间赶赴战场，选择在顺天谷不远的山洞里修行。然而刚才陆通的战术安排全被楚风的神诀洞悉。正在楚风已经隐约摸到了枷锁阶的边缘的时候，苍狼王已经带着部队悄然逼近了。那苍狼王也在做战前动员。事已至此，各位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吧？人类最后的希望都在这里了，杀光他们！异兽崛起的全新时代就在眼前。现在想想你们死去的亲人，心中的愤怒、屈辱、杀意涌起了吗？随着苍狼王一声令下，数万头异兽一窝蜂地朝着峡谷冲了过去。白虎看着冲上来的兽群，直接冲出了峡谷，正面硬刚了上去。两边人马很快激战在了一起。对比之下，当时一国之战就像小孩子打架一样，而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搏命。这一战人类必须胜，但是异兽崛起，万灵复苏，这已经是无法逆转的现实。打赢了这一战，未来一定还有比这更难更惨烈的战斗。白虎、金刚、独角先在前排，和预想的一样削弱了敌人的攻势，也弥补后备力量不足的短板。目前看来，只要苍狼王不出手，敌人穿不过顺天谷。突然，一只小狼崽子从峡谷的石壁上钻了出来，朝着峡谷后方扑了过去，显然是来偷家的。但是特么狼会打洞还真是第一次见，这可把陆通吓坏了。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后备的战力，如果我出手的话，后面苍狼王下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可以对应的底牌了，而且越靠近顺天就越没有办法用核弹，怎么办？此时的苍狼王也看出了端倪，只有一条路，所以你们把所有人类精英集结在这里。相对的，现在的顺天就是一座空城，只要绕过前面这点障碍，甚至不需要我出手。但是万万没想到，你们的后方居然空虚到这种地步，一马平川，保卫九州真是人类最好笑的笑话。眼看兵败就在眼前，用神诀观察战场的楚风也慌了起来。怎么办？现在就出手吗？顺天已经有危险，没时间犹豫了。很多人在牺牲，但要能再给我半个时辰的话，突破到枷锁阶了。就在楚风和陆通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股黑压压的人群朝着峡谷杀了过来。原来是数以万计的低阶艺人，他们最高的实力也没有超过3段。他们手里拿着菜刀还有木棒，恶狠狠地冲向了狼群。都给我听好了，顺天一破，全九州就完犊子了。大家从九州各地集结过来，别关键时刻怂了。苍狼王就在前面告诉他，你们是要战死，还是要做他们异兽的奴隶？那群人加入战斗后，作战手法极其惨烈，看着狼腿就啃。实力强一点的艺人负责将异兽摁倒，弱的就3、5、1群的在后面补刀。此时的苍狼王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使用出了那臭名昭著的精神攻击。那些低等级的艺人哪里防备得住，纷纷中招攻击向了自己的同伴。紧接着，一个个加入进来的艺人全都被精神控制，将手里的刀挥向了自己的同伴。看到这种场面，金刚和陆通两人福道合并，各自使出自家的看门绝学。下一秒，众人的头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八卦，笼罩下来的光束直接唤醒了众人。苍狼王见状，看来这一战准备很充分嘛。人类随即加入了战场。另一边修炼的楚风不断的回忆着小黄牛的话。楚风在进化，你会看到有一条条铁链拴在身上。可恶，苍狼王下场了，局势会更艰难，大家一定要撑住啊！再过不久就可以了。作战前一天晚上，白虎被分配的任务是找出苍狼王的破绽。他威力最大的招是白虎风咒，只要能打出，不仅能制造破绽，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杀了苍狼王。但就是需要1分钟的蓄力时间，这1分钟白虎动弹不得，必须由大家掩护。再看正面战场上，江洛神大喊：“快看，云怎么都飘到一个地方去了？”是气流。白虎的能力是凭借压缩汇聚的气流产生的巨大能量，对敌人展开攻击。陆通先生提到过，这招是他最强的招式白虎风咒，看来要到分胜负的时候了。再看那峡谷中，气流都在往山谷中汇集，很强，这一招很强，成功的话，这威力甚至能接近枷锁阶。大家瞬间心领神会，发了疯似的冲向狼群，为白虎争取起了蓄力时间。刚加入战场的苍狼王也有所察觉，单靠神诀就能感觉到这一招很有意思，但是聚集的速度太慢了。你觉得我会等你续完吗？一点实战意义都没有。说着，加速朝着白虎冲了过去。那群小狼崽子在苍狼王的带领下，全都从峡谷边上绕过了人群。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道剑气砸向了那群狼崽子。没错，正是银翅的大招。顺天城一战后，他们全域归队了。几人的大招砸下来，把冲上来的小狼崽子全给消灭。下一秒，苍狼王直接从他们技能中冲了出来，一招形意拳急行蟒将两人打飞了出去，朝着那白虎直勾勾的冲了过去。此时的白虎还有30秒的时间方能蓄力完成。千钧一发之际，苍狼王被一个阵法限制住了行动。出手的人正是金刚，他将苍狼王困在了一个佛珠之内。苍狼王很是惊讶，竟然还有懂阵法的人。你这招我记得不打死摄阵者出不去的，对吧？你觉得你可以拦住我吗？
我只要能坚持30秒左右。话还没说完，直接被苍狼王一拳干翻在地。金刚还在苦苦坚持，短短几秒，苍狼王2拳打穿了金刚，周围阵法散去。苍狼王看着近在咫尺还在苦苦蓄力的白虎，苍狼王转身准备冲向白虎的时候，突然一道白光限制住了他。出手的人正是陆通，白虎的攻击直接决定成败，一定要保住他。那苍狼王也是不慌，随即大手一挥，一群狼崽子冲向了陆通。在陆通施法被打断，苍狼王的拳挥到白虎面前的时候，火灵一把抱住了他，完全燃烧自己之后，也没能伤到那苍狼王分毫。你这种温度，连我的衣服都烧不透。我确实没什么用，但你能马上从这挣脱出去吗？此时的白虎蓄力最后还有3秒。白虎此时不断回忆一个个倒在他面前的队友，还有一张张血腥的画面，化悲愤为力量，朝着那苍狼王打了过去。苍狼王就算是枷锁阶生物，没了心脏也是会死。谁知那苍狼王在白虎背后出现，白虎蓄力了半天的大招，噗呲一拳打在了火灵身上。你们破解我的精神控制，靠的是谁？一个是刚刚被我打死不自量力的阵法和尚，一个是被我同族扰乱阵脚的老头。只要他俩不相干，我稍微用点力，也是可以勉强控制一下觉醒阶的人啊。虽然只有一瞬间啊。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鉴于你杀火灵有功，从今天起我正式承认你是我狼族的一员。我将在顺天城的中心广场立下你的参天石雕，供万代膜拜。再看失手打死队友的白虎，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跪在地上没了声响。真面战场上也一度混乱，金刚倒下，一半的艺人再次被苍狼王精神控制。此时的陆通也没了自信，现在连同归于尽都变成奢望了吗？所有人撤至顺天城，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再找机会。另一边的楚风感受着正面战场的溃败，还差一点，但是已经不能再等了。顺天谷到顺天城不过几十公里路，对苍狼王他们来说简直是过家家的距离，对不起了，黄牛，我不能遵守这个约定了。随即破关而出，朝着战场飞了过去。苍狼王这边手下在向他汇报战况，我们已经杀光敌人的断后部队了，人类已经穷途末路了，我们只差最后一步便可完成宏愿。苍狼王听罢大声喊道：传我命令，全军出击，欢迎即将到来属于我们万兽的新世界。另一边全线崩溃的人类大军正奋力地朝着顺天城跑去，天神生物和菩提基因没受伤的哥们负责断后，玉虚宫伤亡严重，让他们先退。陆先生，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先保存所有战斗力，让白虎和银翅等等。陆先生，银翅先生没有撤退，银翅先生留下来断后了。此时的银翅被打得面目全非。苍狼王，这一次我不会再撤退了。我真是服了你们了，我真的很不耐烦了。你们一个两个这么弱的角色，干嘛老来拖戏份啊？众人看着奄奄一息的银翅和溃散的大军，再度的陷入了绝望。随即那苍狼王对着银翅蹂躏了起来。明明死了那么多愚蠢的人，却还要做没用的反抗，归根结底还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实力的差距啊！处理完银翅后，苍狼王向顺天城的居民恐吓了起来。好了，顺天城的居民们，咱们隔空喊话也挺久的了，逃跑的人类们准备好了吗？我来了。难道没有一个人为银翅加油吗？只见那银翅爬了10几米，鲜血染红了一条路，一把死死地拽住苍狼的脚踝。只听那银翅缓缓地说道：觉醒阶和枷锁阶实力的差距我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和你交手基本等于自杀。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啊。也许你说的对吧？人类就是很蠢。说着说着，那银翅突然艰难地站起了身来。所有人都很蠢，蠢到为他人奉献了生命，他们蠢到家了。但人类这种生物啊，就是因为总有这些蠢货跑出来送死，才能生生不息。我不允许你否认他们，不允许。你有什么资格不允许？你不会蠢到相信自己能挡住我吧？此时人群里的一个人类再也绷不住了，大声呼喊道：银翅加油！此番呼喊也唤醒了周围的所有人，他们全都为银翅加油呐喊了起来。希望的光芒再次燃起，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不够看。我欣赏勇气，但是并不欣赏愚蠢。够了，你去找他们吧，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靠近顺天。就在银翅决定从容赴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爆炸声响起，火焰瞬间涂抹了苍狼王和银翅。难道重新燃起的希望再度破灭？就在众人以为凉凉的时候，烟雾散去，尘埃落定之后，那苍狼王被打飞了数十米。来者何人？只见楚风搀扶着银翅出现在众人面前。你直播间的死忠粉！苍狼王一眼认出了楚风，牛神王，久闻大名啊！过去我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愚蠢手下，和我说过你的故事，毕竟是唯一打过白蛇王的人类，我必须认真对待。说话间，那苍狼王已经到了楚风的脸上，楚风也不废话，直接迎头一拳将那苍狼王打飞了出去。楚风登场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这是人类第一次正面打飞了苍狼王。这一次，不仅人类感到不可思议，连兽王们都停止了讨论，甚至正在战斗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敌人都定在了原地。整个九州安安静静，只有两人在疯狂战斗。几番交手下来，两人竟然打了个五五开。只听得场上楚风大喝一声：大雷雨呼吸法加大力牛魔拳，火力全开，一拳将那苍狼王干飞了出去。苍狼王叫骂着：你妈的，竟然一直瞄着我伤口打！楚风也没好到哪去，有效，但是大雷音呼吸法的反伤效果太强，3分钟内不可以再用了。但是普通状态下，我能坚持3分钟吗？楚风心里也没底。在牛神王肉眼可见的优势面前，整个九州竟然还是安静的，没有人欢呼，甚至没有人加油。因为经历了几轮希望到失望的起伏转变后，大家的内心都是混乱的。
每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每一次换来的都是失望，但是自己又无能为力。在这片诡异的安静中，有的人思绪纷飞，有的人待在那里静观其变，但有一个人却一直保持着冷静，他便是此次的总指挥陆通。大招正在 CD 的楚风被陆通救了下来。牛神王，可以配合我一下吗？你的爆发力惊人，但是不能持久。随后告诉了楚风自己想抱着核弹冲锋的想法，然后将那兽血一饮而尽。都明白了就准备开始吧。在陆通加入战场后，那苍狼王正面作战瞬间落入了下风。这边人类也准备好了导弹，陆通大喊着全体向我开炮，数十发炮弹瞬间轰向了楚风他们。陆通踩着飞来的导弹冲了上去，先用我们的战力和热武器把苍狼王推向更远的无人区，随即使用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太极，控制这飞来的导弹，朝着苍狼王轰了过去。几番轰炸下来，那苍狼王被逼向了顺天城外的无人区。楚风也没好到哪去，跟着也吃了一波导弹。陆通一把抓起掉落的楚风，牛神王我们交替发力，想办法把他推得更远。最终的核弹威力很大，这里还是会波及顺天城。楚风认可了老陆的作战方案，那我来撑一会吧。好啊，你会形意拳吧？用鹰形，鹰形是专门用来击飞敌人的。楚风一脸懵逼，鹰形什么玩意儿？我只看过大纲啊。陆通当即表示现场教学，楚风无奈再次硬着头皮冲了上去。那陆通边现场教学楚风，边指挥导弹发射，还控制着导弹的方向，可把老头给勒个够呛。然而楚风天资聪颖，一点就通，在陆通的教学下，竟然打出了效果。另一边的诺伊很是担心楚风，盯着他们飞出去的地方不停地眺望。江洛神调侃了起来，早就打到荒郊野岭看不见了，你还在那看什么呢？速度太快了，卫星直播都有点跟不上。再看作战部那边，报告队长，苍狼王已经被推到了安全区域，陆总指挥下令发射核弹，这队长也被这场面吓出了一头冷汗。6波导弹都打中了，这次核弹也一定要命中啊！我们只能相信陆总指挥和牛神王了。再看正面战场上，两人合力将那苍狼王打到了西伯利亚。突然一道光芒划过天际，没错，是核弹，他来了。楚风此时已经体力不支，陆通直接大步向前，必须保证核弹能击中苍狼王。牛神王，如果我回不来，希望你能加入我玉虚宫，兼济天下。楚风想挣扎着站起身来，怎奈怎么也动不了。刚刚使用大雷音呼吸法的次数太多了，用呼吸法调节也需要时间。陆通蹭的一声飞向了核弹，开启了他的全剧高光时刻，抱着核弹冲锋。片刻之后，一声爆炸响起，一朵金黄色的蘑菇云缓缓绽放。好看吗？这是我陆老头用生命换的，因为速度太快，也没有摄像机敢靠近，只能看着军方的卫星直播。核弹落下，在画面上也不过就是多了一个硕大的光点，没人欢呼，也没人感慨，整个九州依旧一片安静。核爆炸的第一阶段是热光辐射，爆炸时产生的光强度是远超于太阳光的，即使在上百公里外，你直视光源也会被灼瞎肉眼。随之而来的是冲击波，即使这一次用的是军方最新的超压缩核弹，并且采用触地式的爆炸，触地爆炸可以形成巨大弹坑，可破坏约2倍于弹坑范围内的地下工事，让苍狼王绝无挖洞逃生的可能。但是冲击波的威力仍然让100公里外的顺天城人人都有强烈震感。楚风的体质虽然远超过于常人，可以抵御一定程度的辐射，但也不能前往爆炸区域。按照常规核爆炸避难原理，爆炸48小时内是绝对不能出来行动的。如果条件允许，你甚至在核爆之后应该在室内或者地下避难200小时以上。突然，楚风睁开了眼睛，用神觉感受到了废墟中的陆通先生。楚风蹭的一下从地上跳起，战斗时陆通先生一直在保护我，受的伤也多是皮外伤，我还是有行动能力的。楚风一个顺步来到了陆通的跟前，背起奄奄一息的陆通，飞快地朝顺天城跑去。为了避免核辐射，楚风背着陆通跑了200多公里。楚风将陆通放在一处空地上，躺在地上的陆通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楚风：“通知大家，我亲眼确认苍狼王中弹了。这次我们赢了。既然赢了，现在最着急的事就不是通知大家，而是前辈你的状况啊。”整个九州都悬着心，我们既然胜了，就赶快告诉大家。牛神王能告诉我你的真名吗？楚风随即报上了自己的姓名。陆通一把紧握住他的手，楚风，加入玉虚宫吧，九州人民需要你。苍狼王这一战只是一个开头，之后的世界会更加复杂。前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我只想保护我身边的人。这次也是因为我家人在顺天。话还没说完，陆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楚风，我不知道你年纪轻轻如何修炼到如此地步，可这不重要。你要记住，你的力量不是你自己的，而是这世界赋予你的，是带着这份上天给予的恩泽，隐秘于世，安逸地度完一生，还是选择让这份幸运借自己的双手负责人世？楚风，这是你的选择，我无权干涉。可你要记住，当被历史的轮盘选中之后，很多决定便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了。楚风啊，我今年86岁了，我文何尝不想做个晒着太阳发着呆的糟老头子？你要永远记着兼济天下。说罢，那陆通便晕了过去。此时救援的直升机也飞了过来，对老头展开了急救。然而那苍狼王在吃了一颗核弹之后却没有死，拖着残破的身躯一步步走向了楚风。楚风表情凝重，看着救援部队：你们快走吧，这里有我。直升机飞走之后，楚风看着那头死狼，这副样子竟然还没有逃跑，特地来送死。苍狼王冷哼一声：你们人类有信念，我就没有信念吗？滥杀无辜就是你的信念？
无辜？哈哈，人类无辜？我的父母，我的族人不是无辜的吗？你们人类又对他们做了什么？咱们兽族和人族今天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但是不用急于一时。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网上的网友看着这场面，也全都炸开了锅。这苍狼王从小出生在一个祥和的家庭里，他的父母从小教导他，不可玩弄其他生命，不可做无谓的杀戮，要敬畏自然。直到一天，父母死在一个猎人的枪下，苍狼王的人生观开始崩塌。随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同族，将前来偷猎的猎人全部杀死。接踵而至的便是人类的疯狂报复，他们打着围猎捕杀的旗帜冲向了狼群。被灭族的苍狼王才幡然醒悟，我的父母错了，生命的真理不是轮回，不是尊重，而是变强。楚风听完他这满嘴喷粪的话后大怒，放你妈的屁！胡说八道！随即两个人缠斗在了一起，苍狼王还死认着他那歪理，你们人类有什么资格阻拦我？我现在就是把你们欠我们的东西讨回来而已。楚风听完之后便教起了苍狼王做人，欠你个鬼！就算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但是谁欠你，你找谁啊？太阳闪过一颗黑子，你就要毁了整个太阳系吗？有了高原反应，你就要铲了青藏高原吗？苍狼王被这一套组合拳打懵逼了，怎么可能？我虽然只剩下1/10不到的战力了，但是他没理由恢复的这么快啊！不可能的，他一个觉醒阶能有什么恢复的技能吗？苍狼王屠了这么多城的你，真的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吗？两位直接闪身开打，拳拳到肉，一点没有避开的意思。闭嘴！我们的痛苦你又知道几分？两人这下是真打急眼了。楚风凭借着呼吸法的恢复，完全占了上风。大雷音呼吸法最后一次，狂牛降世。楚风面前闪过一幅幅悲惨的画面，瞬间化悲愤为力量，每个画面用一套招式祭奠，将所有的招式全都倾泻向了那苍狼王。强大的气势和权力将整个峡谷照亮，几公里外都能看得到。一系列招式全部打出，楚风已经打出了小型地震的感觉。烟尘散去后，苍狼王已经被打回原形，只是身上多了几个透明窟窿。楚风也因为力竭累倒在地上。此时天上的军方已经通过体征扫描，确定了苍狼王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消息传回后方，顺天城内众人开始狂欢，之前全部奋战过的艺人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家情绪逐渐高涨，也有不少人嗨过头了。牛神王被奉为了人类的英雄，救援部队也将楚风救了下来。一天后，苍狼王的遗体被军方拿去做了研究，牛神王作为首功被分了条狼腿。回到现在的顺天城，市民们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他们竟然要屠尽天下的兽王，拥有原子弹和牛神王根本就不用惧怕枷锁界，让这帮畜生知道谁才是九州的爹。就在此时，大屏幕上出现了猿猴王的影像。人类，你们静一静，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兴奋，但能否先容老衲插几句？众人愤怒，这不是大林寺的九道老猿吗？九道怕什么？原子弹炸到还不是残血？猿猴王一阵叹息，缓慢地举起右手，枷锁界第8道技能维陀掌，轰的一声，一道巨大的能量打出，这一掌直接从大林寺干到了顺天城。顺天的人们望着远处的尘烟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那种攻击范围意味着什么。与之前苍狼王跟牛神王缠斗良久，毁了座小山头不同，这只老猿夷平了半座山脉。各位人类，各位兽王，苍狼王的事已经结束了，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异兽这边也少了一位准王。人类，你们冷静下来想想，虽说苍狼王死了，可是你们经得住几次王级生物的冲击？而兽王们，虽然苍狼王是一道枷锁都没震开的准王，可就算是你们去屠城，又有几分把握全身而退？所以还是和谈吧，我将邀请兽王和人类代表坐下谈判，立下规矩，和平共处。2周后，冷静下来的人类与异兽在白猿的牵头下，于大林寺谈判了整整1周，商定好诸多事宜。谈判结束1个月后，有些喜欢人类文化的异兽，甚至会尝试化成人形在人类社会里生活。有的人内心还保留着对异兽的恐惧，当然也有能相互打成一片的。至此，人类与异兽的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九州好像要朝着人兽和谐相处的方向发展了。大战时镜头太远，楚风牛神王的身份暂时没有曝光，陆老头也在抢救下活了下来。陆通先生，玉虚宫这一季度的收到的简历都在这里了。当陆通看着其中的楚风简历后，陆通很是欣慰，这次的入职考试可有看头了。话说这玉虚宫是九州最强的势力之一，与其他势力争抢机缘不同，玉虚宫一直以保护人类为己任。许多正义之士都以加入玉虚宫为目标，玉虚宫对于员工的待遇不菲，而且玉虚宫的藏书为天下最多，在这里可以学到各种顶级功法。除此之外，还有机会获得顶级的进化机缘，也有戒备森严的家属小区，保护职工家属安全。可以说，只要加入就是人生赢家了。这一天，玉虚宫烈日当头，新一季的招聘考试开始了，楚风也在其中。测试开始，第1项10公里长跑。楚风毫无意外的拔得头筹。第2项劈钢板，楚风一掌下去，连周围的人带钢板全给拍飞了出去。第3项游泳，就在别人吭哧吭哧游的时候，楚风一个大跳到了终点。考核人员看着楚风的成绩单，陆通先生，这小子来踢馆的吧？放心吧，他是来就业的。其实他应该知道来找我一趟就能破格录取了，非要靠实力考进来，还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啊。再看楚风，来到初试最后1项实战格斗，吾等乃玉虚宫4大天王是也，从我们中选一个决斗并撑过1分钟，吾等便许你通过。
然而他们4个却没能在楚风手上撑过1秒钟。来到第2阶段的测试，楚风因为最后一个感到让众人久等，被一个特招生顺风耳嘲讽了起来。看着争吵的2人，一个妹子从背后走了出来劝架。原来此人名叫叶轻柔，觉醒阶7段，在艺人排行榜前10。楚风发挥着一贯逢妹子必装逼的风格，与那顺风耳约起了架，谁输就给对方做小弟。我不想欺负你，你不是号称千里眼顺风耳吗？我们就比情报获取如何？老陆也想看热闹，随即让人制定了比赛规则，考官会在15公里外的山背面端着一金属盒子，他们只要说出金属盒子里物体的数量就行。那顺风耳发动异能，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得到了5只蜜蜂的答案。反观楚风，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你们是要删后面的情报吧？发动神诀之后，直接将那考官的状态、眼神还有衣着全给画了下来，这下可把众人看傻了。这他怎么知道的？不是在山的背面吗？耳朵还能听出颜色吗？而且不只是蜜蜂，考官的情报搜集的也是如此详细，妹子和考核人员也看得目瞪口呆。陆老头兴奋地看着楚风，楚风，你是第一个通过测试的人，胜负已分，欢迎来到玉虚宫。另一边，苍狼王倒下后，盘山那边册封了新的第8王。原来与人类和谈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另有筹算，现在时机还未到。但是这一次我们将带来彻底的变化，颠覆九州。再看玉虚宫那边，考试结束后，陆通告诉了众人招生的意义，招各位来是有紧急任务的。城市对异兽们的高度开放，变相的将我们最脆弱的部分暴露给了敌人。我们的线人已经打听到一些小异兽，准备串通起来城市暴动的情报。小异兽的话还是可控的，我怕的是他们背后会有枷锁阶的势力操纵。玉虚宫要组建针对异兽的执法小队。楚风，你是第一个被录取的人，可以给你权力选队友。随即那陆老头话锋一转，听好了，第一个任务拍电影，异兽野外作乱增多，我们缺人。玉虚宫需要一部电影作为招聘人才的宣传手段，故事取材自异果大战，扮演牛神王的演员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找机会联系牛神王跟你见一面，你肯定能找到感觉。说罢，老头得意地推着轮椅离开了。由于每个小队要3个人，楚风拉上之前被自己虐的千里眼，那妹子是牛神王的粉丝，害羞的毛推自荐想入队，楚风最后也是答应了。以后的2个月里，楚风不断在玉虚宫修炼各种拳法或执行任务。期间，黄牛让楚风留意玉虚宫藏书中有没有其他呼吸法的线索，然而毫无收获。偶尔还要拍电影，楚风各方面的能力都大有飞跃，包括演技。可是关于段位，楚风遇到了瓶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经脉中堵着一样，一直停留在枷锁阶0道。但是楚风的心里一直充斥着不安。如今的和平说白了就是靠老袁和一些爱好和平的异兽维持下来的，人类的命运说白了完全握在兽王们手上。楚风除了继续变强，没有他法。小黄牛告诉楚风，王级生物分为准王和王2种，之前的苍狼王也就是一道枷锁都没震开的生物会被称为准王，而震开一道枷锁以上的生物则被称为王，比如大林寺的白猿，还有那条白蛇。王每震开一道枷锁，就会获得一项翻江倒海的技能，所以毫无技能的准王和真正的王级是天壤之别。楚风听懵逼了，那人类之前费那么大劲，其实只是杀了个准王。这么说，我得赶快变强了。小黄牛告诉楚风，他现在的瓶颈虽比不上醒阶与枷锁的鸿沟，可第一道枷锁却是最难挣脱的，只靠修炼短期是不可能突破的。楚风需要机缘，之前3颗异种就是最好的机缘，专心收集异土，养种子，快速进步只有这个办法。异土种子，楚风瞬间醒悟，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尽快踏入王级，拥有自己的枷锁阶技能。从此，楚风对任务报酬的要求变成了异土。陆通有意栽培楚风，自然会帮我找异土。然而异土并不易得，这土现在都论克拉卖的，楚风只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收集异土上。他放弃了单打独斗，开始考虑团队合作。楚风的小队非常团结，叶轻柔的招式是可以活化身体细胞的光波，可以使目标的各项机能得以增强，前提是光波命中目标。异土越来越多，可还是远达不到黄牛说的量。期间林诺伊有打电话叮嘱楚风，最近大家都过上太平日子了，可我要提醒你，外面没有看起来那么太平，要保护自己。放心吧，好着呢，倒是很久没有听你说这种话了。只听那诺伊最后说了句保护好顺天百姓，便挂了电话。楚风的父母和多数百姓一样，认为和平的时代已经到来，甚至开始操心楚风的婚事。可不为百姓所知的是，陆续的有1人惨死的消息传到陆通的耳朵里，陆先生又有人死了，与前9次一样，又是勘探过名山的弟子，在返程遇袭，算上其他势力的话，这种事有31次了。陆通凝重的看着 VCR， 不想给人类进化的机缘吗？条约要是管用，这世上早就没有战争了。通知玉虚宫上下，全体进入备战状态。与苍狼王一开始就鲁莽进攻不同，这次的敌人玩起釜底抽薪了。人类与异兽究竟会走向怎样的结局呢？另一边，楚风3人在执行完1次任务后，对当下的配合很是满意，同时击杀对面，完全没有时间呼喊同伴。顺风耳负责戒备，周围的异兽没有发现异样可以安全离开。楚风还是不敢放松戒备，野外异兽作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而且异兽无端袭击异人的事件也增多了。
不行，这样搜集异土太慢了，人手不够，而且要配合另外2名补助型队员，我必须放缓自己的动作，分头行动时另一边的战力也很重要。想到这的楚风告诉身后的2人，我们得再加一个高手。回去之后，楚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陆，那正好，我也想让一个人加入玉虚宫，至于能不能成功拉拢到这个人，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在老头的口中得知，原来此人是白虎，觉醒阶9段的白虎是现在唯一能与他配合的人。楚风看着网络上对他失手打死队友的谩骂，不禁的沉思了起来，让他付出太难了吧。思考间，突然一个异兽踢翻了桌子，去他妈的人类，明明是我先点的，为什么先给后到的人类？吓得服务人员连连道歉，您的菜是要慢慢炖的，我们不敢怠慢啊。原来是头蠢猪喝醉了在这里闹事，真当现在还是以前吗？你们人类连王级生物都没有，人兽条约还说不能无故杀人，老子今儿就无敌杀个人玩玩。就当楚风要上去制止的时候，突然一个异兽警察上去按住了他，不许动，你被拘留了。楚风很是不解，现在异兽都做警察了吗？要不是他在这执勤，这可是燃气爆炸级别的危害了。只是喝醉异兽的一时冲动而已，人类没有自己的王级生物，还是缺少底气啊。随后楚风3人来到白虎的府邸，小萝莉堵在门口，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你执行任务为什么要带大姐姐？你们是在谈恋爱吗？吓得妹子摆手否定，小妹妹，我们不是你说的那样，姐姐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小萝莉变脸比翻书还快，原来是这样啊，让我们重新认识吧。那姐姐你喜欢谁呢？姐姐喜欢牛神王。一句话把小萝莉干得当场石化，管家去通报后被白虎否决了。楚风无奈翻窗进来，最近九州越来越不太平了，我们希望你可以复出。白虎直接开口拒绝，我不会再战斗了，你是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吗？阴影？你觉得我退隐是因为这种事？喝着咖啡，披着军方的文件，花着数不完的钱，这是每个正常人都想过的生活。我又不是动画片的热血主角，整天想着打打杀杀，我怕死可以了吧？你可以回去了。楚风还是不想放弃，可人类需要你。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勘测名山的人被杀？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样对得起火灵吗？一个曾将顺天保护的滴水不漏的人，以他的情报网会不知道勘测名山遇害的事？一个为了人民敢正面面对枷锁级生物的人，他怕死，还有火灵他。白虎看着自己的伤疤被一层层的揭开，你说够了没有？直接一把将楚风按在了地上。我当时还能怎么办？楚风一把握住白虎颤抖的手臂，我没说是你的错，我只想问你，你这个样子火灵想看到吗？九州人民想看到吗？你是一个背负九州命运的战士，踏着战友的鲜血继续冲锋才是对他最高的敬意。可你又是怎么回应大家的？而如今你说想在家里过日子。楚风翻过身来将白虎一把按在地上，这就是你给火灵的再一次的回应吗？人类需要你，白虎。已经4个月了，这招精神力量你还打算种多久？我走了，你再考虑下。楚风走后，白虎从地上缓缓地坐了起来，此刻的他抱头痛哭，终于有了直面伤疤的勇气。3天之后，白虎还是加入了楚风小队。楚风给了白虎很多主攻的机会，帮助白虎调整心态。白虎逐渐走出了阴影，虽然还是有性子急这个毛病，有白虎的加入，楚风小队的战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了许多，异土积累的速度变快了。同时，白虎的情报网还提供了很多特殊的信息，一切都在稳步的推进。但是也有小麻烦，小萝莉哭着闹着要入队，却遭到了楚风的强烈反对。这天，陆通打来电话，陆先生，最近案子有些眉目，这凶手实力甚是不弱，好像有反神诀的招式，我只能根据描述画个大概。拥有反神诀的能力至少也有枷锁阶，枷锁阶以上的生物不多，你可以缩小调查范围了。突然，楚妈推门进来，让楚风去相亲，并让老陆头帮忙劝劝。楚风正要推掉的时候，老陆头还真劝起了他，去相亲吧，楚风。父母都订好了顺天最高档的酒店，那是多数兽王都会出入人类的高级场所，去吧，那也是打探情报需要你了解的地方。楚风最后还是妥协了，既然对案子有用的话，我就去相亲看看吧。第2天，一个妹子在大街上打着电话，江洛神救命啊，你来顺天了是吧？明天来帮我撑撑场子。此时，身为当代国民女神的江洛神正在游泳池里搓澡，不会是你姑妈又安排相亲给你了吧？可不是吗？你别笑啊，还是不是老同学呀？这个双马尾的小萝莉正是楚风的相亲对象夏千羽。挂了电话之后，手下递上来楚风的资料，小姐莫忘我们此行的目的，知道拉拢牛神王吗？会顺利的，咱们情报部门的消息一般不会错，牛神王应该就住顺天，会顺利的。对女生有些呆呆的林诺伊又拉拢不到，这种口味人家很吃的哟。楚风将要去的相亲酒店是顺天最高档的西式酒店，手中有大量奇珍异果的异兽们最喜欢人类的高端场所，因此这里也成为兽王异兽们交换机缘情报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异兽愿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原因之一吧。夏千与江洛神等了半天之后，楚风终于赶到。妹子对楚风的第一印象则是长得还行，但是太瘦弱了。楚风可是一心为了任务前来，利用神诀打探到的却是些家长里短的话，但楚风总是感觉奇怪，总感觉有股可疑的力量在附近，可是在哪儿呢？然而在酒店的某一个角落里，2个兽王利用防神诀的能量在密谋。咱们到现在杀了这么多异人，人类屁都不敢放一个，没有兽王撑腰的人类不过是下等公民，哼哼，我们可以杀几个大角色了。重点是这陆通被一个苍狼王打成重伤，不趁他虚弱重创玉虚宫，以后机会可就少了。另外这些是最近刚冒出来的新人，实力不俗，我们最近挑起异兽与人类的矛盾，很多都被他解决了，看实力说不定都有觉醒阶9段。
无所谓，这老头子咱们杀不着，咱就先把那些小弟一个个先弄死了。咱这段位也不是摆设呀。说这话的正是这场事件背后的主谋黄小仙，有着觉醒9段的实力。时代已经变了，而且还要再变。抓住这一波机缘，我们要彻底干一票大的。再看楚风那边，得知了楚风在拍电影后，那身为18线小演员的夏千羽突然来了兴趣。当得知楚风刚毕业就有很多戏份，而且导演还每天给他端茶倒水后，都以为楚风在吹牛逼。楚风边聊天边用神诀打探，最后得出了结论，确定了，就是背后这个包厢。夏千羽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导演给你端茶送水，你在耍我吧？演艺圈那里有这种本位倒置的事。一旁的江洛神也摘下了口罩，你也就偏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吧？而且吹牛也要分场合和对象啊。楚风看到江洛神后当场吓傻了，这不是上次往我嘴里塞手指的那个姐姐吗？别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啊，我在做任务，要低调。思考间，楚风突然神觉感知到了顺风耳和妹子走进了酒店，吓得楚风啪的一下戴上了江洛神的口罩。我在做任务，身份要保密啊，笨蛋，低调点啊！而且他那个性格回了玉虚宫不全给我抖出去，这个大嘴巴万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想到这的楚风啪的一下将2个妹子按倒在了桌子上。那个刚进来那俩是顶尖杀手，别跟他们对上眼。江洛神直接炸了毛。楚风，你有意思吗？把口罩摘下来，你一直在玩这种骗小女生的把戏是想干嘛？顺风耳看到江洛神后，一个大嗓门子喊的整个酒店全都知道了，完事还对着楚风一阵彩虹屁。老大可以啊，老大竟然是在和江洛神约会啊！突然一个猪头朝着江洛神走了过来，要不要跟我回去孝敬大哥呀？我大哥可是所接的实力，让你体验人类做不到的快乐呀！楚风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猪头，江洛神实力竟然也觉醒阶7段，包厢情况不明，不能有更大骚动了。在江洛神要出手的时候，楚风一把拦住了他，趁着事还没闹大，一招之内解决掉比较好。在这种地方还是低调处理的好。小萝莉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一下解决了那只猪头。原来他一直在暗中跟踪楚风。酒店老板看到江洛神后大喊：快喊媒体狗仔和记者，全都喊过来啊！下一秒楚风和4个妹子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众人得知4个妹子来的目的全是楚风后，瞬间炸开了锅。一个异兽老哥走上来，一把拍住楚风的肩膀。虽然我嘴上说着平等，但是骨子里还是有些看不起人类。今天我不得不承认，兄弟你远远的走在我前面。那被打倒的猪头半天之后终于缓了过来，刚刚是谁偷袭老子？区人类竟然还不乖乖给噎死！楚风看着冲过来的猪头，我正在想着这一团乱该怎么解决呢。那你正好就帮我个忙吧。然后一脚将那猪头踹进了兽王的包间里，将他们桌子上的照片震得飞向各处。楚风拿起一张照片，我就说包厢听不见任何动静必有蹊跷，解释一下吧，你们到底在打什么阴谋诡计？黄小仙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哎呦，我这是什么运气？这一张脸看得都很面熟啊。楚风看着他，没必要废话了，跟我去玉虚宫走一趟吧。黄小仙突然大笑了起来，你们3个是玉虚宫的什么狗屁小队对吧？我知道，但是啊，今天这么热闹，有这么多观众，还有媒体，人类也好，玉虚宫也好，你们还是知点好歹吧。自从无聊的和平以来，老子杀过的人没有100也有50了。顺风耳直接拿着手铐走了上去，你这是在招供吗？我不管你是在吹牛还是真的，总之跟我回玉虚宫再说。刚到那黄小仙跟前，直接连人带手铐都给震飞出去。是啊，我是自首，让你们抓我，但是你们配吗？想抓我，叫你们那个废老头路通来，他都未必敢碰我。说着，周围吃饭的异兽全都站了出来。原来黄小仙在餐厅布置了很多自己人。随即黄小仙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背景：我干大爷南山孔雀王所借4道，我二大爷罗山黑猴所借3道，我三大爷仙台山金雕王家所借4道。你们不是有媒体吗？还有人开着直播吗？今儿谁都别想走，我们一起看着。小子，我给你2个选项，我把这一屋子的人类都杀光。第二，你小子过来让我打断手脚，再当着所有镜头面承认你们玉虚宫的路通就是个虚伪无耻道貌岸然的傻 X。楚风面对这么猖狂的异兽，对着那脸上去就是一拳。楚风，我干爷爷是谁？你丫没听清吗？是盘山老祖啊！你又是哪根葱？楚风反手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什么盘山老祖？不认识，我是玉虚宫的楚风。随即那黄小仙每报一个关系，楚风随即就是一巴掌，直到挨了5、6个大逼兜后。楚风看着地上的黄小仙，后台很硬吗？小哥，认这么多亲戚真是辛苦了。我只是一个底层公务员，但是如果你的那些亲戚也杀过人，那就麻烦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自首吧。但是眼前你暴力袭击玉虚宫千里眼，所以你先跟我走一趟再说吧。就在楚风蹂躏黄小仙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军方的电话。楚风，我是军方的王将军，我命令你立刻停手。你想给九州人类惹祸吗？你要识大体啊，给我放了他，好好给他道歉。直播我在看，我当然知道，10几条人命能和整个九州的人类相比吗？你想破坏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和平吗？看到军方这么怂，那黄小仙再次嘚瑟了起来。这就是我的杀人工具，血还没干呢，你倒是逮捕我呀！楚风显然不想再跟这个傻逼计较什么了。您说的对，还是和平重要，我做事应该考虑的更全面才是。直播间的大家听好，我楚风从今天起辞去玉虚宫执法小队的工作，我接下来要做的是纯属个人意志，与任何团体、势力、物种没有丝毫关系。哪个兽王想寻仇，找我楚风一个人就好。说着直接朝着黄小仙脸踹了上去，这一脚可不得了，直接从大楼的顶层踹到了1楼大厅，一下把围观的人类还有异兽们全给看傻了。
庆幸着自己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楚风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看着大厅里的地洞，看样子黄小仙是挖洞跑了。楚风一眼看出了端倪，应该是他用了什么方法将地板拆碎，减少了冲击，所以他才没有受致命伤，还打洞逃跑了。楚风并没有打算放过那黄小仙的意思，不过相对的，楚风确实跟一些兽王结下梁子。随后楚风去找了酒店的老板，没有钱的他只能拿出几颗异果作为赔偿，老板自然是爽快答应了。酒店的风波是人与异兽社会融合背景下一个典型缩影，虽然不再有屠城般的流血牺牲，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异兽仗着自己有兽王撑腰而为所欲为。而那天，各大直播平台的热度榜第一都是楚风暴打兽王子孙这档事。在工作与生活中处处被异兽欺负的人类，终于看到有人为他们出气了。虽然没能抓住黄小仙，但依然对异兽起到了震慑作用。一些后台潜的异兽做事开始变得收敛。事后，楚风还找到江洛神，表示想把口罩还给他。江洛神看着楚风变态的实力，心里打起了小算盘。这楚风人还是挺厉害的，说不定在金刚之上，得想办法和他搭上关系。再看被揍的黄小仙，正躺在床上哭泣。长这么大，我干爷爷都没打过我。无处释放的愤怒全都发泄给了前来送药的手下，可见这黄小仙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越想越气的他，直接拿出手机给他那些枷锁界的七大姑八大姨打去了电话。楚风也收到了陆老头的电话，楚风辞职的事以后再说，快回玉虚宫，专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出发。从老陆的口中得知，这个黄小仙和孔雀还真是盘山老祖和孔雀王的孙子，而最可怕的还是盘山老祖背后的势力。传说他依靠着一个拥有至少5名兽王的组织，只知道他们隐藏在某一深山之中，没人知道他们的行动，没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只是种种传说都表明他们是人类碰都碰不得的。总之你赶快回来，在玉虚宫我还能想办法。面对老陆头的要求，楚风第一次说了不，我不回去，我要把黄小仙抓住，我们已经有确凿证据了，就这么放他走，他们异兽会更嚣张，你抓了他又能怎么样？你明不明白？以他的背景，抓到也只能被上面放掉，抓人都要看背景的话，这执法队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不说除尽天下恶贼，可至少也要凭道理做事吧。楚风啊，这次已经不是拼命可以解决的问题了，韬光养晦吧，你已经是所阶灵道了，等你成为王级生物，我们才能真正掌握主动。人类因没有王级生物所受的屈辱，你还觉得不够吗？说你是全村的希望也不为过，惜命吧，我也会舍命保护你的。真觉得不甘，就让自己早日成为王级战力吧。在路通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楚风最后还是在深夜搭上了专机，没成想开飞机的竟然是白虎。楚风，2件事提醒你，你下次打架前请一定要考虑下后果，你可给玉虚宫惹了大麻烦。第2件事就是打得漂亮，刚刚古生物研究所发来消息，风扇之地的意志要成熟了。所谓的风扇之地，是那古代皇帝用来祭拜天地的泰山，天地之灵气聚于此山数千年，这次机缘会是天地异变以来九州最大的机缘，众兽王虎视眈眈，而勘探名山人员冒死获得情报，并联合古生物研究院的科学分析，风扇之地的意志会有所提前，我们仪器先进在预测，意志成熟方面是占优势的。楚风，先回玉虚宫，然后一起谋划下。你是枷锁界灵道，是我们中最有可能成为王级的人，我们去把这机缘拿到手，成为王级生物吧。让楚风心动的是供养意志的意图，这风扇之地对他的种子来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机缘。此时黄小仙的哥哥黄贤早就盯上了他们，拥有着枷锁界灵道的实力。只见他嘴里念念有词，一柄飞剑朝着飞机飞了过去，砰的一声，楚风他们的飞机翅膀给干下来一个。再看飞机上，他们处在3000米的高空，飞机掉了一个翅膀，并没有立即坠落。白虎赶忙控制气流稳定住了飞机。由于只有小萝莉能飞，飞机坠落，能活下来的只有楚风他俩。楚风利用神诀，很快便找到了那黄贤的位置。那黄觉飞上来，决定在窗户上对飞机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楚风一把抓住了他，随即砰的一脚，直接将那黄贤从3000米的高空上踢了下去。随即对着白虎大喊：“白虎，抓紧迫降，那家伙肯定会回来。在这跟他打，这飞机根本承受不住，你们好好在里面待着，外面太危险了。”他的实力不在苍狼王之下。楚风看着追上来的黄贤，迫降还要多久？飞机对于枷锁阶生物来说实在太……话还没说完，那黄贤一拳打了过来，楚风挡下之后，强大的冲击力震得飞机里的几个人直接翻滚了起来。显然，楚风再过2招，这飞机直接能给震碎。楚风冷静地分析着眼下的形势，如果用呼吸法的话，实力是我占上风，但是飞机承受不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飞机，结果飞机失事，大只有陆世运和白虎可以勉强坚持，所以拖延时间。只要飞机迫降成功，1对1肯定能赢。想到这的楚风不再主动出击，而是主动的防守了起来。然而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随那黄贤而来的还有2个枷锁灵道，一个是黄大仙，另一个是孔物。杀一个楚风竟然要这么久吗？我们先来帮点小忙吧。只见那黄大仙随手一指，楚风他们的飞机直接当场爆炸。黄大仙一把抓住了即将掉落的黄贤，其他几个人不死也残，不用管了。直播打开吧，我们仨要全九州看看楚风被分尸的样子。掉落的时候，因为白虎可以自保，楚风选择救下了柔妹子。3个准王，我根本不是对手，就算和白虎他们联手，也只能送死。但为什么没有动静？
原来这3个逼在联系被揍的黄小仙，让他开直播泄愤呢。楚风看着怀里的柔妹子，柔妹子晕过去了，不管怎样都先赶紧离开。楚风看他们一直戏耍自己，并没有直接秒杀，也明白了其中缘由，这样白虎他们就安全了。楚风朝着反方向跑去，跑了半天，楚风发现根本跑不掉，都是枷锁临街，速度上我没有优势，而且还带着人。就这样，黄小仙开着直播，3个枷锁灵道一下下的折磨着楚风。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紫色的羽毛镖有毒，这是什么毒？叶轻柔她也被擦到了。楚风的心率在变慢，必须找个地方躲一躲。面对直播间的谩骂，反而让那黄小仙愈发的疯狂。但是很快，楚风连闪躲的气力都没有了，直接被一击结结实实的打在了头部。陆通在另一边努力的和军方沟通，开什么玩笑？这种时候竟然说中立。军方的回复则是：陆通，你想想，这种事情军方如果表态的话，意味着什么？我能理解老陆你的爱才之心，但是冷静一下，不要做出错误的行动。然后直接挂了电话。陆通黑这个脸命令身边的弟子玉虚宫全体出动，是要带回楚风。再看另一边的楚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意识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感觉前面有个地方非常奇怪，神觉竟然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不知凶吉，但是除此之外再没有能逃的地方了。天上的3个人还在折磨着楚风。黄贤，我们玩得够久了，就是要慢慢玩死他，让人类多点思考时间。孔雀看着下面的楚风，但是这小子的逃跑路线不太对，看到那个地方了吗？这不是族里说的新异象之地吗？因为刚刚开始出现，所以还没人知道凶吉。总之，见到这个地方别进去找死就对了。这里是风扇之地的下游，真要有什么了不得的怪事也不奇怪。我估计里面凶多吉少，但相应的也有极大的机缘。黄大仙提醒其他2个逼，可别忘了咱们除了杀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蹒跚正值用人之际，要是能借机增加战力，岂不美哉？反正这小子也快死了，就让他给咱们探路吧。就这样，楚风垂死之际，抱着妹子踏进了新异象之地。楚风依靠微弱的神觉，机械的朝目标走去。他能强烈的感受到迷雾中有一股特殊的生命力，只是除了前进，再也没有其他对策了。然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堆异土，没想到那强大的生命力量竟然是意识。平日异土都是按克拉计算的，但是这块也太大了。如果可以得到这一块异土，他就可以突破枷锁一阶，成为王级。然而此时毒已经侵入到内脏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3个枷锁灵道也追了进来。好消息是，这里面不仅五感不好用，神觉都几乎没有用。楚风也发现了端倪，他们竟然感知不到我。然而他们3个也发现了那块异土，这么大块的异土，这就是迷雾中的大机缘吗？后续的大战在即，我蹒跚正值用人之际，得了这一土，壮大我蹒跚起步更有意义。跟这块异土相比，那个楚风根本就不重要啊！说着，那黄大仙把手伸了过去，只听撕拉一声，那狗爪子被烫的只剩下了骨头。原来这一土下面是一处有生命的矿井，矿井明显是在用异土吸引各种有一定智慧的生物进来，然后利用这个结界把这些生物消化掉，变成自己的养分。异土还有外层密银保护，就是为了保证有生物冲进去，就算没有被光圈结界直接杀死，也不能马上得到异土，而是持续被光圈烧灼致死。3个枷锁灵道也束手无策，他们决定先绕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其他办法。但是躲在草丛里的楚风可等不下去了，心率越来越低，还紊乱，他感觉呼吸就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了。叶轻柔被擦到一点毒，也不能拖了。就在楚风马上感觉要看到他太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一招黄牛在天锤向了自己的心脏，爆炸的力道直接锤断了肋骨，手已经可以摸到心脏了。那垂死的心脏再次焕发生机，紧接着便是大雷音呼吸法全开，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底牌了。他难道要上去跟3个枷锁灵道搏命？不，他是冲那一土去的。在那3个逼去转圈的空档，只见楚风一个箭步轻松的穿过了结界，但是在那密银的保护下，楚风在里面吃满了结界的伤害，出来的时候全身已经没了皮肉。楚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那一土揉碎放进了石盒子里，然后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那石盒里瞬间开出了红色的花朵。楚风于意识模糊之间看到了眼前的奇异幻象，每一个黑影都被一道道枷锁困住，他们一副要向上冲的样子。这明显已经步入了枷锁阶，楚风也是纳闷儿，莫非我死前吸入了花粉，处在准王与王的夹缝之中？楚风明白，眼下是机缘到了。锁链是阻止低等生物向上进化的禁锢，锁链链接肉体想挣断，不但需要足够的生命力量，还要承受骨脉尽碎般的疼痛。楚风现实世界中的皮肉开始复原，他的肌肉在生长，脏腑在呐喊，血脉在奔跑。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那一道锁链被挣断，楚风瞬间散发出滔天的气势，可想而知他成功的步入了枷锁阶。金黄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了整个山脉，这爆炸的威力不亚于一颗核弹，连100公里外的村庄都发生了6.0级的地震。那跑去转圈的3个逼也被吓到了，声音能穿透这个迷雾，这个肯定是王级生物的声音啊！他们思来想去也没想到会是谁，因为附近的兽王跟他们关系一向很好。就在3个逼惊魂未定的时候，那黄大仙突然被秒，吓得那孔雀当场炸了毛。黄贤警惕四周，竟然能瞬间把黄大仙给秒杀，单凭这看穿迷雾的能力，绝对是王级。然而楚风此时故意露出脚步声，一步步的朝着他们2个走了过来，吓得那黄贤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小辈蹒跚黄贤，蹒跚孔成，冒昧误闯前辈地界，多有得罪，我们无心取走异土，还请前辈放我们一条生路。
此时这两个逼的心理感受，比看着贞子从井里爬上来还难受。楚风从背后一下拍住他俩的肩膀，吓得两个逼直接飞向了一边。当看到楚风的脸庞后，混蛋，他怎么进化的？先别想了，合力拼！刚到枷锁阶的楚风有着不一样的感觉，身体好像轻盈了。这就是王级吗？敌人的动作变得好慢，就像和延迟很高的人一起玩王者一样。神觉变强了，感知也升级了。楚风随手2巴掌，直接放倒了2头枷锁灵道的异兽。解药在哪？2个异兽还是不肯放弃，直接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另一边，黄小仙在顺天城酒店为楚风办起了追悼会。行了行了，不等了，楚风那小子肯定死了，让媒体们先进来吧。直播也打开，楚风的追悼大会准备开始。在九州的某个地方，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正在楚风等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酝酿着。此时出现在屏幕前的是异兽10王的其中3位，田鼠王还有赤狐王兄妹，3人都有着枷锁阶2道的实力。谨记哥哥告诉过你的，待会儿见了大人千万不可抬头看他。此时一位身上插满管子的10王之首正躺在一张床上。大人，您要见的10王中的3王已经到齐了。那兽王看着地上跪着的3人，今天召你们来有3个问题想问。其一，田鼠王，孤焦与你镇守的台仙山为何失守？那老鼠被吓得魂早已经没了，支支吾吾半天没蹦出屁来。那首领只是伸了手指，老鼠随即原地爆炸。处理完老鼠后，问题其二，小赤狐为何你还没战死便撤退了？即便是小赤狐说出了其中缘由，哥哥在一旁卖力补充，大王，妹妹是当时伤口有了炎症，高烧不退，拖着病体与人类苦战4天4夜，最后晕在了战场上才被部下抬回来的。最后还是惨死在他哥哥的怀里。那兽王也振振有词，你瞧，我也病了，但还不是照样杀人吗？哎，本王管教不力，让西方来的朋友见笑了。此时赤狐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只见那人走上前来，九州的大王，我仅代表西方诸王向您问好。原来此人是西方势力银龙王，有着锁阶4道实力。兽王看着来人，第3个问题，在我们的独立计划中，你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金钱、功法、异果，甚至舆论，只要是您需要的，我们都会倾囊相助。看着妹妹惨死怀中的赤狐王，突然朝着那兽王冲了过去。你这算什么大王？我们家为你卖命那么多年，你竟然说杀就杀！兽王没有屌他，而是自顾自地说道：又倾囊相助，又不求回报，姑还不至于天真至此。姑也不是不知道你们的那点小心思，但是眼下独立大业之前，这些都不重要。告诉盘山及10王中其他的几位兽王，做好大战的准备。如今天地异变剧烈，机缘大增，10王到了淘汰猎者的时候了。银龙王，空缺的位置你来补上吧。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占领风扇之地，获得独立。再看宴会上，一个兽王直接踹翻了桌子，妈的，逼逼个不停，就你他妈叫楚风是吧？一个1道锁的新王，有什么好谈的？原来这是一个枷锁2道的豪猪王。楚风，你他妈的要平等？好啊，老子今天就杀了你出口气，明个儿就和人类平等。豪猪王这一闹，瞬间将宴会的炸药桶点燃。之前有恩怨的兽王，再加上盘山的附属，瞬间在宴会上打作一团。楚风努力地保护着人类，猪王怕连累小弟，所以这只是蓄力示威。大家小心，千万不要离我太远。那之前准备卖楚风的王将军，面对枷锁阶的战场，裤子都被吓湿了。打斗间，盘山老祖赶了过来，无能小辈们是拆楼能解决问题，老夫就再雇2队拆迁队过来好了。众人看到枷锁3道后，也都停了手。那盘山老祖继续说道：老夫与楚风有旧根，本该避嫌对此闭口不谈，可老夫实在是忍不住问一句，大家现在如此混乱的根源是什么？以前为什么能开开心心的生活没有间隙？一切皆因多了一个人类的王啊！把这个楚风杀了，大家回归以前的日子岂不美哉？众兽王听罢觉得有道理，老祖还真是一针见血。随后一群兽王朝着楚风他们冲了过去。盘山老祖看时机成熟，好，大家且让开，老夫今天就为猪王除害。说着把脚上的珠子往下一蹬，突然那珠子放大数十倍，砸向了楚风。面对枷锁3道的法器，楚风哪里抵挡得了？突然只听得一声牙狼锋刺，那珠子一下被打出了大气层。出手的正是银月狼王。诸位前辈先别着急嘛，小王觉得楚兄弟之前说的和平共处有可行之处。人类确实在力量上不如我们异兽，但科技文化上远超我等。我听说人类已经大致了解异变的原因，并开始做异变预测了。盘山老祖飞身落地，银月狼王，苍狼王死于人类，你也是狼，没有丝毫愤慨之心吗？我跟苍狼王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而且小弟向来敬佩为了保护族群拼上生命的成员，路通和牛神王我反而十分钦佩。老祖和人类有过节，但是以你的实力，有什么人能杀不了呢？现在的人类还有很多有趣的优点，等我们学完再杀也不迟。其他的兽王小声告诉老黄皮子，老祖退一步吧，误了大事咱们担不起责任。你忘了首领举办宴会的目的吗？老夫也明说了，孙直被杀，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但我盘山老祖不是不讲理之辈。半个月后，楚风来我盘山登门道歉，不得有任何人陪同。届时礼数到了，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不然就别怪老夫将孙直的死迁怒到其他人类身上了。面对一直找自己麻烦的黄皮子一族，楚风愤恨到了极点。好啊，盘山见。
见目的达成，老黄皮子蹭的一下踩着2个球飞走了。诸王宴会因诸王摩擦，会场被破坏而草草收尾。没人知道把这么多的兽王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剩下的人和兽王陆陆续续离开，也有的在互相交流，为自己的出头谋合作。只有楚风一个人在一旁一筹莫展。盘山老祖有3到半个月，我要想想办法。银月狼王看到后一把搂了过来。楚小哥杀了老祖孙侄，此去盘山凶多吉少。这耳环是枷锁界的矿石做的，他生前的技能是屏蔽神诀，现在依然有些作用。去盘山带上吧，方便跑路。楚风接过耳环，哎呀，这怎么好意思？我也送你点啥吧？臭美呢吧？又没说送你，从盘山回来还我。身为狼王的我，今天已经替楚小哥出了不少头了。盘山一事我再干预，我族会被诸王戳脊梁骨的。我不能把个人交情置于族人利益之上，护不了你们了。说着，2人便加了个微信，准备晚上回去开黑。到了晚上，众兽王准备散去，各回各家。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月光下，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突然，那人手一伸，几个兽王全被暗算了，其他的几路兽王也相继遭到暗算。前来赴宴的兽王全都没能回去。此后1周，楚风都在深山中不断修炼。这天，陆老头问他：“楚风，你真要去盘山？”盘山一窝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死不足惜。打下盘山，借机立威，让兽王好好审视与人类的和平相处。所以此去盘山一个不留。那你打得赢盘山老祖吗？完全打不过，完全打不过。你特么还这么自信？我既然敢这么想，肯定是有把握的。这几日，我安排千里眼藏在盘山附近侦查。陆老头很是欣慰，不是有勇无谋就好，但无论如何不要勉强自己。任何时候，玉虚宫都是你的后盾。1周后，盘山一个小黄皮子在和同伴吹嘘自己吃了兽王步入枷锁街的事情。看来那兽王的血肉吃了真的能快速进化。盘山几日之内多了数名准王。然而这一切全被正在蹲点的千里眼看在眼里。与此同时，距盘山不远处，楚风在安排着偷袭盘山的计划。根据千里眼潜伏多日得到的情报，盘山老祖会定期离开盘山半天左右。我正处于进入2道枷锁的边缘，只要有机缘，我必可突破。1道之差，我和老祖完全可以一战。随即，楚风讲述了他的偷家打法，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这次的敌人屠杀、拐卖、贩卖人口、走私，无恶不作，全都死有余辜。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学习盘山一个不留。战斗开始后，这群小卡拉米在楚风面前完全不够看的。白虎3人实力较弱，便一路跟着楚风在后面补刀，以防有漏网之鱼。楚风几人一路平推，直接上了高地。期间惨叫声此起彼伏，当然都是小黄皮子的。另一边那些消失的兽王，竟然全都被盘山老祖抓住了。老黄皮子给将他们抓来后，给他们下了毒，用这些兽王在喂养自己的手下。一只可爱的兔兔拥有再生的能力，竟然被他们吃干净了4次。被抓进来的，竟然还有帮过楚风的银月狼王。豪猪王看着仅存的2个兽王，哎，若非咱们中了兽王的毒，盘山这群杂碎怎么能困住咱们？银月狼王也是无奈，老祖和人王的2周之约快到了，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另一边，老黄皮子正在开会，首领，盘山已按您的要求暂存部分兽王，请您做下一步指示。继续用那些兽王的血肉提升你们盘山的实力，风扇之地大战时你盘山大有用处。老黄皮子听到自己有大用，还很是高兴，殊不知后院早就起火了。另一边，楚风推上高地后，碰到乌压压一群的准王级的超级兵，这你妈盘山哪里来这么多准王？白虎，你们后撤，守住山脚，不得上山。在没有后顾之忧后，楚风一个大招将他们全给收拾了，一切都太顺利了，感觉反而有点不对劲。这是类似藏宝阁的地方，这些低级的异果对我没有用，但是可以留给白虎他们。其他这些是法器吗？搞不明白。捡东西的时候，楚风突然发现地板下面竟然是空心的，然后一个千斤坠从上面飞了下来，一脸懵逼的看着正在分尸的小黄皮子们，你们这是在干嘛？盘山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同为异兽都要残害吗？那黄皮子吃饭被打搅很是愤怒，大自然弱肉强食，从来就没什么自己人，只是大家凑巧都想杀光人类而已。但是你刚刚杀的可都是我们的自己人。说话这人是老黄皮子的另一个侄子黄云，枷锁1道的实力，让你知道老祖为什么让我管这里。住这地牢的石头生前都是有段位的，防的就是你这种人进来。楚风面对黄云的盘山玉物，只能不停的闪躲。突然看到一对兔子夫妇即将要被波及到，楚风赶忙落地，一招形意拳白蟒锥挡在了2人的面前。挡下攻击之后，楚风的拳头已经血肉模糊了。背后的兔子突然说话了：人王，你不用再挡了，都是枷锁界1道，你有累赘是打不过他的。你把我吃了吧，我也是王级，吃了我你会变强1截，一定能逃出去的。只是我求你把他送出去。成亲的时候我说要爱惜他，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楚风被深深的触动了，原来这世间真情不分物种。那黄云还在嘲讽，来了盘山一个都别想走。楚风看着那黄云，羞羞打个不停，烦死了，你只是占了先手，攻击出乎意料。只听得楚风大吼一声，大雷音呼吸，一拳干在了那黄云的腹部。辛苦你了，费这么大精力证明了同级的人是杀不了我的。随即将那黄云打成了筛子，将黄皮子灭族后，楚风看着众兽王，好在藏宝阁有解药和异果，大家稍作休息，过会儿咱们就撤。狼兄，盘山老祖也是3道，你怎么也会被下毒手？
击晕我的人至少有枷锁阶4道以上，绝不是盘山老祖，而且招式很特别，完全没有见过。我怀疑盘山关的兽王只是一部分，9会回来的兽王也许大部分被抓起来了，我们得赶快揭露此事。突然兔子大喊，无论如何感谢人王，要不是人王，我们肯定会死在这里，谢人王救命之恩。说着对着楚风磕了3个响头。楚风受此大礼很是慌张，老祖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咱们就别客气了，大家尽快恢复体力，我带大家撤。几个兽王很是愤怒，他丫的受这么多天罪，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拼不过他盘山老祖。下一秒地动山摇，显然是老黄皮子赶回来了。只见他一剑劈开了整座山。楚风，你杀我孙侄，灭我满门，我不灭你，枉为盘山之宗。刚才还在向老黄皮子宣战的老鼠王，吓得瞬间打洞想跑走，小的先溜了，清明节我会给大家烧纸的。老黄皮子一把抓住他打洞的山峰，然后用力一按，转眼间那座山被压缩成巴掌大小，将那老鼠王做成了压缩饼干。你们一个也别想走！楚风对着老黄皮子骂道：盘山老祖，你带着盘山杀人放火，你毁灭别人家庭的时候，没有想过有今天吗？住口！尔等人类有何资格智慧此事？说着就把脚下的2颗盘山天珠对着众人砸了过去。2颗盘山天珠甩出山顶，轰轰轰的打斗着。白虎，我们在山下干什么？看着吗？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参与的，我们却只会成为累赘。轰的一声，只见之前各路兽王没来得及煲汤的熊掌啊、狼爪啊飞了下来。白虎拿着一块肉打量着，是一些异兽的尸块。盘山还有其他种类的异兽吗？盘山的人想干嘛？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九州某山头，我看刚刚山头上掉下了什么东西，原来是2只小狗。真是的，大王都失踪10多天了，你还有心思管这些屁事？当2只小狗看到大王的尸体后，当场吓傻了。另一边，没去赴宴的异兽妖王们在开研讨会。如大家所见，这套说辞也确实像人王楚风的发言。唯一一位被发现的兽王还是这样，咱们向人类开战吧。枷锁阶2道的犀牛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这证据的力度也太小了，这种事想栽赃明显是太容易了吧？是啊，现在的人类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原子武器，还是要慎重点。慎重你个大妹子，我丢了闺女啊！我家小兔子那么可爱不见了踪影。众兽王越说越激动，对再次要不要向人类开战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几天后人王不是要去盘山吗？咱们就去看看人王在盘山的态度。再看盘山那边，讨伐老黄皮子的众兽王只剩下楚风和银月狼王了。老黄皮子看着仅存的2人，你们觉得人多就能打赢我吗？一群中毒的病秧子而已。楚风他们也并不是毫无战果，把老黄皮子的2颗珠子给干碎了。盘山的攻击方式极为依赖兵器，看来我们还是有胜算的。话音刚落，突然地动山摇，一道血红色的光芒直冲云霄。算你说的对，狼王，我盘山一脉的攻击主要仰赖于兵刃，你们打坏的只是老夫的交通工具。玩闹结束，战斗正式开始。楚风看着老黄皮子手里的那柄红剑，这东西看起来不是能轻易砸烂的呀。我的神诀在猛烈的警告我离开，其程度甚至超过盘山老祖。银月狼王反向推论，那换句话说，只要能牵制住那红剑，他的实力就会降低大部分吧？就由我来牵制红剑一段时间，然后小哥你趁他没兵刃解决他。这种速度和破坏力。话音刚落，那银月狼王直接被那一剑穿心而过，楚风更是被这飞剑打得抬不起头来。这种速度和破坏力，我连交锋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疯狂的逃窜。飞剑追在身后，将整个行动轨迹全部都给照亮了。下一秒，那一座山峰就这么被大卸8块了。眼看那飞剑到了楚风脸上，糟了，在空中无法移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狼王挥刀向着老黄皮子砍来。给我升！盘山老祖控制山体上升，勉强躲过一劫。楚风也方才脱身。狼兄，你没事吧？没多大问题。我一道枷锁的能力是再生之力，这剑太厉害了，可不能让你一个牵制。之前的对策还没等楚风说完，狼王直接打断。楚风，老祖的休整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没时间商量其他对策了，而且我的再生是无限的。放心吧。见狼王这么执着，楚风将耳环还给了他。耳环你拿着，屏蔽神诀至少能降低他的准头，少受些疼。还没等楚风说完，狼王大喊一声散开，红剑直接劈下。针对我的神器只有一件，打算分头行动。老黄皮子将他们的战术看在眼里，瞬间将飞剑迅速分成数千把，嗖嗖嗖的对着山下的2人倾泻了出去。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银狼王将火力全给挡了下来。人王你只管往前，后面的交给我。盘山老祖见状，不愧是银月狼王，还是优先解决你吧。轰的一声，直接给狼王打成血雾。楚风还有你以为我遇见针对狼王的时候，你就可以近我身了吗？只见几个巨石飞来，直接将楚风打飞，烟雾散去。楚风你竟然还活着，不愧是人王。那么接下来这24座山峰，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撑得住。随着盘山老祖的手一指，24座山峰迅速向着楚风砸去。面对泰山压顶的危机，楚风突然回忆起老陆教给他的龙形形意拳。传说龙形拳是创造者用来冲锋陷阵的拳法，虽然只有一招，但是绵延不绝，一波接一波，没有尽头的猛攻。田中用最快的速度直取地方将领。唰的一声，盘山老祖又控制着一颗陨石像楚风砸来。虽然这招对身体的负担极大，但楚风再不用就嗝屁了呀。瞬间，形意拳龙形态打出，一条蓝色的巨龙打破数颗陨石像。
然后一路猛冲，直捣黄龙。老黄皮子的法术打乱，也被山体砸中。楚风见效果显著，再次挥着拳头冲了上来。盘山老祖赶忙催动御物法术，控制这个小卡拉米的尸体挡在自己身前，汇成了一道人墙。楚风大喊一声：“第一式神龙见首，给我散开！”那人墙瞬间被冲散了。轰的一声，盘山老祖直接被砸了下去，几公里外。打算在楚风赴约时上盘山拍楚风道的媒体们朝着战场走了过来。此时烟雾散开，盘山老祖重新飞在上空。原来刚才被打飞的只是小黄皮子们的身体。虽然楚风的龙形拳打出了效果，但是狼王有点撑不住了，他的伤口不再恢复了，即使快到极限了也没能近身吗？盘山老祖也看出了狼王撑不住了。狼王，若不是那个能影响神诀的耳环，你早就死了。酒会开始就多次坏我好事，不会再给你机会了。随即给那狼王来了个万箭穿心。楚风也没好哪去，被一群狼崽子的尸体给压住了。盘山老祖处理完狼王后，把矛头转向了他。楚风，你现在面前是我孙直之墓，我现在给你一个向我孙直道歉的机会，讨他们开心了，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些。告诉我的孙直，他们杀的人类个个该死，他们采阴修炼是你们人类的荣幸。说着，控制着24座山峰，朝着楚风压了上去。人类是异兽的奴隶，是你人王以下犯上充了辈分。今日之后，人类要年年月月为我孙直上香，尊他们为先圣先贤。你们九州的圣祖将是我盘山老祖的子子孙孙，讨老夫开心了，可以让你死得利索些。楚风冲着老逼灯大骂：“放你妈的黄鼠狼屁！你特么动手吧，老子到了地狱把你盘山再屠一遍！”老黄皮子被气得炸了毛，直接将数座山峰落下，给楚风砸了个粉身碎骨。老逼灯从空中慢悠悠地落了下来，大仇得报，狼王没有战斗力了，楚风的神诀消失了。看着满地的小黄皮子，不由得愤怒了起来。我盘山做错了什么？我的子孙做错了什么？你们人类这样对我盘山，待到封禅之地那一战，你们人类全都要死！突然，一只手抓住了盘山老祖的头发，一个乾坤圈直接给盘山老祖的脸干变形。原来楚风一直带着狼王给的耳环，隐匿了气息。随即龙形拳神龙见首打出。盘山老祖不是想让我给你们道歉吗？好啊，我楚风今天就犯下的罪过向你深刻道歉。食不起，我楚风丧尽天良屠你全家。对不起，我楚风背无耻偷你老家。楚风一拳全实实的打在了盘山老祖的脸上，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被打懵逼的盘山老祖心想：可恶，我不擅长近战，必须把赤红飞剑召回来。狼王没有战斗力了，没必要再。但是发现那飞剑怎么也动不了。只见狼王死死的抓住胸前的那柄飞剑。盘山老祖，你别想再用这把剑！盘山老祖瞬间慌了神，他让自己的血肉跟剑长在一起了。那老逼灯拿不回剑，竟然直接在狼王体内分裂起了飞剑。此刻狼王在承受着心绞之痛，竟然还能用精神力压制。狼王是真不想活了吗？此时楚风已经来到老灯的面前。给我住手！楚风乱拳挥出，直接一脚踢断了盘山老祖的脊梁骨。面对楚风狂风暴雨的输出，盘山老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脊椎被打断了，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了，意识也开始迷糊不清。这样的我，没有赤红飞剑根本打不赢楚风。众弟子们师祖，对不起你们，我要输了，但至少不能破坏首领的计划，剩着最后一口气也要杀了狼王灭口。只见那柄飞剑蹭的一声洞穿了狼王的身体，盘山老祖大喊着砍下他的头。楚风试图全力阻止，枷锁接一道大雷音呼吸法，使出全力，拿着乾坤圈朝着老灯的头上砸去。一声爆炸声响起，一道银白色的光芒瞬间照亮了峡谷。烟雾散去之后，老灯生命迹象全无。楚风拿着乾坤圈转身走开。一切都结束后，白虎带来了救援直升机。楚风搂着白虎的肩膀，白虎那边还有一个残分一息的女兽王，生死关头她老公拼死救下了她，咱们把她也带回去吧。各个当初的盘山一脉被消灭殆尽，三道的盘山老祖也得以诛之，今后再无兽王敢随意伤害人类。人类与异兽平等相处的时代即将到来。精疲力尽的楚风怀着这样的想法昏睡过去。楚风他们走后，一群记者赶到了现场，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天后，白虎府邸，楚风醒过来之后，用精神力将那飞剑从狼王身上拔了出来。白虎看着楚风的操作，不禁的感叹：狼王的血肉和剑已经融为一体，没想到你用精神力把剑分离了。这件事要靠盘山的御物术驱动的，我现学现卖，也最多是能移动的程度。也亏得在盘山的藏宝阁一通乱拿到了盘山的御物秘籍，真是万幸。但是医生看过狼王后发现很不乐观，狼王被红剑伤过的地方恢复极慢，很难确定狼王能不能活下来。刚还在高兴的楚风瞬间神伤了起来，没想到这剑这么厉害。白虎劝解楚风，化伤痛为力量吧，以后情况只会更趋险。既然已经得了秘籍，你不如练练这飞剑。啊，对了，还有个坏消息，你灭盘山的事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但是舆论发展却和想的完全不同。不仅整个盘山的死是你的问题，现在野猪王他们也怀疑是被你杀的。楚风看过之后，这些都是媒体为了博眼球瞎写的吧？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么蠢的？突然老陆打进来电话，楚风，现在舆论非常复杂，你现在成了焦点，更重要的是，兽王们集合起来要我们交出你，不然就屠城示威。现在狼王和另一个兽王都没有醒来，确实死无对证，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只要……楚风还没说完，老陆打断了他，没时间了，兽王们已经聚在江宁城门口了。江宁城作为东部九州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2021年4月22日，为兽王们鸣不平的异兽大军来到了江宁城下。人王一个人杀不了那么多兽王，肯定是全体人类沆瀣一气。江宁城防部队立即部署，所有人提起精神，发射井准备，核弹运输车准备。
3项弹发射井准备。最糟的情况要考虑江宁城与诸王玉石俱焚。九州军方西部战区会议室里，老陆在做着城防汇报。九州西部军方总指挥许将军看着众人，我们也要做长远的打算。诸位将军有何想法？属下建议，先将人王逮捕，与兽王换取和平谈判的筹码，之后再从长计议。虽然我查过盘山当真是个个当猪，只是他又杀掉其他山头的兽王，实在是……陆通听到他们的想法后大怒：钱将军，其他兽王乃是盘山所杀，你怎么能轻信谣言？我可以用人格担保楚风绝无滥杀无辜，况且楚风救回了2个昏迷的兽王，等他们醒了可以证明楚风。我姑且相信人王的无辜的，可等那2个兽王醒来，九州怕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吧？人王作为最高战力，本就是人类的护盾，拿他换九州和平，他也算死得其所了。但你们可曾想过，失去人王的九州会如何？日后我们就真的无力与兽王抗衡了。面对争吵的众人，总指挥终于发言了：人类最高战力，人王楚风，九州英雄，加在楚风这个少年身上的称号似乎异常多。可老夫更注重拿掉这些称号之后，那个属于楚风最原始而朴素的身份。九州人民，数十年前老夫率第7集团军与西方侵略者战至几乎全军覆没，后方百姓也无一伤亡。那场恶战是我一生的荣耀，可能是老夫跟不上时代了吧？要不要把祖国人民交与敌手？这种非黑即白问题，如今变得如此具有探讨性了吗？此话一出，场上的人再无异议。陆老头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即他们制定了一个能让局势先缓和下来的方案。与此同时，九州东部江宁城，九州军方东部军方去出城向兽王们投诚了。征东大将军在城外与诸王谈判后，诸王后撤，暂时化解了危机。大将军回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抓捕楚风的通缉令，并邀请征西大将军全力配合。西部军方这边得到消息后，几个将军当场炸了毛，他们这是叛国呀，咱们绝不能像东部那样投降。楚风也收到了消息，给陆通打去了电话，求西部军方也配合发布对他的通缉令，与他划清界限，即刻宣布对我的所谓毫不知情，并在论上强烈谴责，发布通令对我进行全面追捕。楚风，我们不会丢下你。西部军方也不愿这样做。总指挥听到楚风的话后，楚风，本将军一生可从未抛下过任何一个九州人民，谢谢大将军，这一切是我的选择，而不是大家抛下我，您不必放在心上。我个人建议全体军方进入1级戒备状态，盘山只是其中一支，他们背后必是团伙，说不定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可能是我妄自尊大了，我感觉有兽王故意想让我与人类决裂，然后利用我的空隙搞出更恶劣的事件。情况紧急，不宜多说，劳烦老爷子保护好我父母，我先挂了。最后众人还默认了楚风的方案。其实楚风就是不想连累人类，他也没有好的办法和去处。突然小黄牛打来电话，新闻我看了，没地方去了吧？来昆仑山找我玩吧，机缘可多了。第二天一大早，千里眼为楚风准备好了去昆仑山的飞机。楚风不想就这么走掉，他复盘了一个晚上，突然改变了主意。咱们之前就聊过，盘山抓兽王这事儿必是团伙作案，一定要搞清楚这伙人是谁。一切都安排得太缜密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我们现在想不到的巨大阴谋，而他们做了这么多，肯定不会让我轻易的自证清白。白虎也在一旁合计，而现在唯一能证明楚风无辜的，就是昏迷中的狼王和女兽王了。没错，而且对面一定知道他们还活着，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所以狼王和那女兽王，敌人下一步定会循这2王灭口。如果将这2王送回各自山头，敌人又要灭口的话，这些山头非但护不住他们，反而还有被灭门的危险。先把他们留在我身边吧，我想对我来说还能应对。白虎，麻烦散布我已出逃不知所踪的消息。另外，这是我从盘山顺回来的异果，你吃了吧。运气好能到准王级，我不再使你来做小队长，继续维护九州治安。看着楚风居然被逼到这步田地，白虎也是痛心疾首。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数日后，楚风开着救护车把2个兽王拉上了昆仑山。一人一牛再次相见后，场面极其感动，2个都哭成了泪人。突然，小黄牛一拳打飞楚风，让为师看看你有没有长进。随后2人切磋在了一起，都在感叹着对方的进步之大。另一边，楚风走后，西部军方对外宣称，当局高对楚风此次行动一无所知，军方强烈预责了楚风对盘山的所作所为，并发布通令。兽王之首得知消息后，老祖的死却是意料之外。不过，多亏了银龙王谋划，人王与人类才能决裂得这么快。银龙王很是好奇，只是这人王区区一道，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能打败老祖。银月狼王与兔王的尸体还没找到，多半是他们帮了人王。狸猫王，人王可以杀了，没有核武器加持，他不过是个普通王级。另外，狼王与野兔王这2王我们必须灭口，以绝后患。差2个王前去，诛楚风灭2王口。突然，雪狐王走了进来，狸猫王还是省省吧，你这女人在诸王面前煽风点火还成，大事连我都不放你的心。如大王所说，没有核武器加持，人王也只是个普通王级。我看人狼兔3王就由我跟搭档一口气杀光吧。示弱不成，我提头来见。这雪狐王有着枷锁3道的实力，平常没事就喜欢提着自己的头玩。再看昆仑山上，楚风和小黄牛打了半天，一头驴再也受不了了。这头驴竟然有着枷锁2道的实力，原来他俩来这是想暗算黄牛。他的手下总是感到不安，有什么好不安的？自从昆仑山来了那2头牛，咱们有过好日子吗？先是仗着自己厉害，把我们昆仑山诸王锤了个遍，然后宣布独占了我们昆仑山一直最多的山头。还有更过分的，居然事后让我认他做干大爷，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难道因为我的枷锁技能是医疗类，就永远在昆仑山无法出人头地吗？
只是黑牛我也认了，凭什么那黄牛跟他是兄，我就得叫二大爷啊？而今天听说那二牛的人类兄弟要来，人类嘛，肯定弱得抠脚。咱俩趁他们不注意，把那人类挟持住，然后卑鄙无耻的要挟那2头牛，交出昆仑山的制霸权。昆仑山诸位对这2牛都有些不服，我们一旦得逞，肯定会一呼百应。今天就让这2头牛知道谁才是昆仑山的真大爷。当小黄牛看到驴王后，停手来到他身前，并给楚风互相介绍了起来。楚风在得知驴王是医生后，很是兴奋。我车上有2个病人劳驾医生帮忙看下。驴王看着通缉令上灭了3道枷锁的通缉犯照片，再看看楚风，确定是一个人后，直接放弃了他之前的计划。一声3大爷脱口而出，随即帮楚风看起了病人。这2个兽王的情况都不乐观，兔王不会死，但醒的概率几乎是0了。而这个银月狼王伤至肺腑，他的死亡只是拖多久的问题。枷锁阶技能也就不回来吗？我的枷锁阶技能类似移植手术，不过这个情况手术成功存活最多5成。大黑突然问道：“那也比没有强，还是做一下吧。”没那么简单，移植手术要一位跟狼王同段位兽王的遗体作为移植源，咱们有合适的吗？大黑也犯起了难，我们这边没有死去的3道兽王。黄牛，咱们跟火焰山的战斗看来要提前了，他们老大正好是3道他的遗体，我要了。驴王转身走出了屋子，手术前狼王得先吃1周药调理，7天后我来做手术。黑牛看着他很是感激，拜托了驴王，我楚风兄弟能不能昭雪就看你了。黄牛，把咱们剩下的机缘过几天都给驴王送去吧。刚来的时候为了立威，把兽王们都得罪了，早该给人家道歉的。黑牛这一通操作下来，让楚风很是感激，这真是给黑牛大哥添麻烦了。给驴王的机缘算我欠的，我回头补。话还没说完，直接被黑牛1巴掌拍飞了出去。可不咋地，你可添了老鼻子麻烦了，都特么怪你太菜，你要能1巴掌抽死那盘山老瘪三，还有后面这堆逼事儿吗？修炼，给老子修炼！不是抢到盘山秘籍了吗？那个赤红飞剑我亲自带你练，现在就出发，快！练了半天，黑牛被气炸了，只是让你站在剑上缓缓往前飞而已，总共5公里的路。好家伙，你摔下来700多次，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学拳法，黄牛不教我也能悟出来，可碰上这精神御物，我可能真的没天赋吧。盘山御物术是顶尖御物术，100年前盘山老祖曾仗着这把赤红飞剑，硬是从4位同段位兽王的围中逃出升天。要不是他年事已高，又被灭门的事乱了心神，你根本赢不了他。楚风听完，也再次有了决心学好这御物术。忘了告诉你，这火山口之前长着一颗异果，他经年累月的接触异果往火山里掉。随后黑牛带楚风来到火山口，一脚将他踹了下去。这火山岩浆也有段位了，王级生物掉下去处可能会死哈。你在空中无法发力移动，想上来只能操控赤红飞剑驮你上来。局势越来越危机，没工夫和风细雨的培养你了，给老子加油吧。3天后，小黄牛来到驴王山头给他送机缘，怎奈驴王下山一诊去了。通话间突然听到驴王的惨叫声，只见他被雪狐王给冻住了。显然他们已经追查到了楚风的下落。驴王、楚风跟银月狼王他们在哪？你说的是人王？我没见过。别装了，楚风如果要洗白，肯定得找你救人。见驴王没有回复，不说吗？真的是好医生呢，很懂得保护病人呢。看来要让你吃点苦头了。情报说你是以外科手术成名的大夫，这双手你一定引以为傲吧？本姑娘我喜欢你这双手，送给我打包带走吧。说着砍下了驴王的黑驴蹄子，一刀下去，疼的驴王滋哇乱叫。停下，我求你了。怎么了？改变主意了吗？明智的选择。你这略虽然砍下去一半，不过还是能凑合用的。来，快说吧，楚风狼王他们在哪？然而驴王脸一黑，缓缓地说道：“我不是要告诉你这个，我只求你能留着胳膊2天。2天后我有一场救人命的手术，你再给我2天，我求你了。”此话一出，那雪狐王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居然为了病人做到这一步。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医生？然后一激动，直接把手臂掰了下来，然后边哭边拿着驴王的手臂说：“手臂我不要了，你自己留着吧。”下一秒，驴王强忍着疼痛哭泣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救活狼王了。看到驴王哭，雪狐王停止了哭泣。“你哭了呀？不要哭了好不好？眼泪会把脸弄脏的，看着都心疼。不如我来帮你把眼睛挖掉吧，没有眼睛就再也不会哭了。我试过的。”下一秒，雪狐王的胳膊便被砍了下来。原来是小黄牛赶了过来。这小黄牛竟然有这枷锁2道的实力，这应该就是楚风所说的那波敌人。我就在这里解决他吧。突然，那雪狐王大叫了起来，整个掠脖全着地了呀，脏死了！原来这雪狐王有着严重的洁癖。你是昆仑山那头黄牛对吧？把你做成牛肉火锅。面对雪狐王的攻击，小黄牛不断的闪避。可恶，在这里打会牵连平民的。黄牛由于一直施展不开，还要保护村民，很快便落入了下风。雪狐王看着被自己伤到的小黄牛，小兵人都被你撞坏了，本来说不定能救活，都怪你。面对这么腹黑的小萝莉，小黄牛本剧第一次感受到恶心，直接一拳黄牛在天，将那雪狐王干飞了出去。随后后续攻击跟上，将那雪狐王给大卸8块了。这次你还怎么接上？然而那雪狐王却还在狗叫，脸又着地了。你们一个个都这么喜欢砍头吗？分开了正好放大招，你这小黄牛死定了！枷锁接技能，很多的兵。下一秒，寒气铺天盖地的朝着小黄牛扑了过去。哈哈，是你比较快，我承认我的招式打不过你，但只要把你落脚的地方全攻击一遍就好了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此招过后，小黄牛跑了一会儿，也渐渐的中招。然而雪狐王的这招直接将数百座山峰全给冻住了，怪不得小黄牛躲不开。雪狐王在重新组装好自己的身体后，小黄牛枷锁
锁阶技能可不是那么好解开的，接下来只要找到你，一脚一脚踩碎就好了。你在哪呢，小黄牛？另一边的异兽之王因为风扇在即也搬了家。抱歉首领，新据点小了些，您住着还习惯吗？已经很好了，搬到风扇之地底下，肯定不能占据太大空间。首领，独占风扇之地分裂9州的事，我想可以开始着手了，不必急这些许天。这场计划我100年前就开始谋划了。手下也附和着眼前的这个植物人。当时如果不是那个兽打伤了大王，我们的计划也许早就实现了。没关系，将昆仑山的人王一行灭口之后，我们的计划才称得执政的天衣无缝。等雪狐王那2人的消息吧。再看火山口正在指导楚风训练的黑牛，远处这令人不安的神诀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危类在靠近吗？难道是迫害楚风和狠王的那波敌人吗？烫死了！此时躲在暗处的金雕王正在监视他们，刚得到情报，人王和黑牛王就在那座火山，1对2的话，硬碰硬确实不讨便宜。续技能一招轰杀才是上策，我已经续了半小时了，这招放出定可取他们性命。让你大黑牛刚来昆仑山时撒野，昆苍仑山今后是我大鹏金话还没说完，直接被一巴掌踩死了。只听得这人在嘟囔：雪狐王这姑娘玩起来就忘记正事了。罢了，人王和狼王我自己找吧，耽误了大王的计划就罪该万死了。原来这玩意儿是一只枷锁4段的赤猩猩。原来黑牛感受到危险不是这只小鸟，而是这只黑猩猩。和牛的神诀感应到敌人越来越近，8成是楚风说的那群躲在暗处的敌人。楚风跟他的段位差的不少，不能让他过来。随即叮嘱楚风，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搭理，你专心修炼，我上个厕所一会儿就回来。另一边，雪狐王也找到了被冰封的小黄牛，好可怜，小黄牛要碎成肉块了。就在要一脚踩下去的时候，瞬间那雪狐王的脚没了半个。终于等到你靠近我了，你动作也太慢了，再慢一会儿，我真的连嗓子都要冻住了。说着，小黄牛使出一招枷锁阶技能，牛魔吼：啊，你们不要跑啊，快回来，快回来呀！下一秒，雪狐王的身体直接被震飞半个，再也不能愈合了。果然还是杀不死他，不过这样他也没有战斗力了。把他打到变异的火山里，任他是什么也得死了。随即黄牛在天、黄牛摆尾、黄牛头锤等技能一连串的打了出来。此时的黑牛也和赤猩猩交上了手，几番式弹下来，赤猩猩对着黑牛大喊：你是昆仑山的霸主吧？人王在哪？此时被小黄牛一路揍过来的雪狐王冲着他大喊：红猩猩，快救救我！切，这疯丫头竟会添乱。随即一个闪身接住了那被控制的雪狐王，随即雪狐王用冰冻给赤猩猩升级了拳头。哈哈，大猩猩加油，打死这个小黄牛！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飞来一个拳头，当场将赤猩猩干翻。看身影时隔人形大汉，难道人类有这等高手？赤猩猩背着一拳干到地下10几公里，一口天然钻井因此形成。原来这大汉是黑牛的人类形态黄牛，长得高了点，给你能耐坏了是吧？你去解决那冰娘们儿，我来解决他。妈的，仇家都打上门了，楚风这个逼还浑然不知的玩着飞剑。此时的他心里在想，哼，等大黑牛回来吓他一跳。突然砰的一声，一个白色的东西掉进了火山里，原来是被小黄牛打下来的雪狐王。面对岩浆的炙烤，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嚣张的姿态。楚风看着小黄牛和雪狐王一脸懵逼，黄牛，你在干嘛？岩浆里的雪狐王还在拼命的挣扎，我不就是跟你们要个人吗？至于这样对我吗？小黄牛，亏我陪你玩了这么久，你竟然敢这样对我，你这坏心眼的牛！楚风愣在了原地，这是你在昆仑山的女朋友，家暴遭雷劈哦，劈个鬼啊！这是来杀狼王的坏人，这渣女把驴王的胳膊都砍断了呀！没工夫跟你解释了，这敌人十分厉害，狂牛将士最大火力，快！雪狐王一眼认出了楚风，楚风，好巧啊，我正好是来杀你的呢。楚风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不墨迹，一人一牛将一招狂生将士联合版轰向了雪狐王。刚在嘚瑟的雪狐王瞬间没了脾气，喂，好烫啊，怎么忍心欺负这么善良的女孩啊？合击的强大的冲击力直接给火山干喷发了，它是冰做的吗？这是什么构造啊？片刻之后，小黄牛看着融化在岩浆里的雪狐王，它还在被动的愈合，只是愈合的速度与烧灼的速度达到了某种平衡，没办法复原，可也无法死去。我神觉能听到他在喊痛，而且喊得很大声，要不给他个痛快！痛快！你知道怎么杀死他吗？不知道。小黄牛无奈地说了句：走吧，大黑牛那边达劲敌，咱们快去帮他。楚风很是纳闷，大哥不是上厕所去了吗？另一边，黑熊王偷偷地潜入了黑牛的家里，当然这次不是来偷袈裟的，只听得电话那头告诉他，藏灵王、白犬王、红隼王也都就位了，等那位赤猩猩王一到，我们便群起而上。原来这4个逼是之前一直被黑牛欺负的昆仑山的一众兽王，他们正在商讨配合赤猩猩干翻黑牛的事情。为了此次行动，黑熊王变卖了所有家产，换了一把4道金矿炼成的大刀。为了能回点血，黑熊王在黑牛家里搜罗了起来。然而他们翘首以盼的赤猩猩却被黑牛一通胖揍塞进了地板里。然而那赤猩猩还在叫嚣着：黑牛王，你远没有我想象中强大，我查过你的情报，你这种体型只能维持5分钟吧，现在差不多3分钟了，你却只解决掉一个我才刚要尽全力呢，你输定了。说着那赤猩猩长出来3头6臂来，这正是他的枷锁阶技能。多问一句，你这么弱，看来昆仑山机缘良多是谣言了。面对质疑，黑牛黑这个脸，长出来的机缘都分光了，做老大的有了机缘当然是纷纷给小弟了，是这样吗？呵，你的小弟们可不这么认为。然而另一边，黑熊把黑牛的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点机缘，这难道大黑牛说把机缘都分给我们了是真的吗？
吃了，肯定是他自己吃了，只靠修炼不可能那么强。混蛋大黑牛，独吞纪元的王八蛋，老子现在就要剐了他！另一边，赤猩猩指着黑牛，这世上的人都是给了一想要二的主，就算你把命都分给小弟，他们还是会觉得你藏了私货。人的本性便是得寸进尺的贪婪与乐此不疲的猜忌。你也是老兽王了，活了这么久，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吗？所以你不妨猜猜看，你的小弟们这会儿在暗地里做什么？黑牛面对嘲讽，我成王这100多年都是这么处事的，我该信任谁，不该信任谁，不用你教。那赤猩猩也不再啰嗦，一招枷锁阶技能6喇魔婆朝着黑牛打去。此时黑牛的家里，黑熊王将毛都没找到的消息告诉了其他兽王，大家一致决定要干黑牛。就在他们准备整合军队出兵的时候，突然房子直接被掀翻了。尘埃落定后，2只熊看着地上被揍成猪头的赤猩猩，不自主的慌了神。突然黑牛走了过来，黑熊王，你怎么在我家呀？黑熊一脸懵逼的看着黑牛，这个兽王是您打败的吗？看他好像有3头6臂，您是怎么？本来就是闹着玩打套连招，想留个活口套话来着，谁知道人家突然变出3头6臂，说要认真了，嗨，搞得我不认真都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就用30秒内把同样的连招打了3遍，他就变这样了。此时的黑熊王被吓得裤子都湿了，但是电话还没挂，只听里面传出声音：“喂，黑熊王，怎么没声音了？你到底干不干啊？”黑牛敏锐的听出了是白犬王，你们要干什么？黑熊王在两边的压力下，吓得一个屁都不敢放。输，看来瞒不过去，咱们跟他拼了吧。干什么说话呀？我在问你话呢，拿着刀来我家干嘛？那黑熊王被压懵了，两眼泛红，妈的，干了！下一秒直接把刀插在一边，唱了遍感恩的心。唱完之后，拿起大刀，宝刀献给牛大哥，谢大哥平日照顾之恩。黑牛也没再追究，顺着黑熊王的台阶就下了。哈哈，谢谢大兄弟。处理完事情后，黑牛也受了伤。这头赤猩猩王牛得很，虽然我赢了，但也挨了他几拳。不过好在我擅长近战抗，打击能力也很强，这些伤也不算什么。我们现在真正危险的是，连敌人团伙的目的和整体实力都搞不清楚，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吃大亏的。这次就是驴王首当其冲了。驴王表示，我倒是还好，我能靠我的医疗能力接上手臂，主要是病人手臂若是恢复到能做手术的程度，至少得半个月。小黄牛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半个月，对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派来的敌人也只会越来越强。看得出来敌人对于楚风、狼王和兔王的重视，这样下去，我们跟那伙人全面开战是迟早的事。楚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我必须赶紧变强。我们的目的就是守住狼王15天。楚风，这期间就是宇宙要爆炸，你都不许露面。等狼王醒来，真相大白，你能再次跟军方合作了，我们战力大增，再有核武加持，一切都会变得不同。楚风，黄牛有呼吸法，站个3道绰绰有余，你是我们3人中最薄弱的环节，接下来我要着重训练你，飞剑与段位，你必须全面进步。另一边，手下将赤猩猩和血狐王的事情告诉了首领，首领得知后也没再追究。眼下其余10王在忙封禅之地的大计，我们也不可能分精力去拿下昆仑山。然后看向一旁的银龙王，属下明白，分裂人类是在我们后续一系列事件的大前提，我已经在操办了。第一步，引火燎原，借刀杀人。突然，首领直接挣脱了床上的仪器。眼下封禅之地的事筹备的十分顺利，已是蓄势待发。我不想再躺在这等死了。102年了，我从来没有离自己的理想这么近过。这些仪器只是在延续我死亡的时间而已。今天起，有关封禅之地的事物，我都要亲自参与。活得够久了，本王在那个世界也有想见的人。另一边，楚风的段位成长十分顺利，这得益于黄牛的呼吸法和之前在盘山搜刮的意图，让石河里的种子再次开花，顺利的来到枷锁2道。黄牛也没闲着，他也在做准备。夜以继日的修炼着他那大力牛魔拳，狼王的手术一天天逼近。然而昆仑山依旧没有敌人光临，楚风的心里很是不安。黑牛则是教导他，别想那么多，举重若轻，明白吗？只要变强了，什么敌人来都没事。这天，一条新闻出现在楚风的视线里，兽王们为了逼楚风现身，将他的队友们给绑了。楚风，明天下午16点整，我们诸王在江宁城等你。你若再不出面交代自己的罪行，就休怪我们诸王不顾和平条约了。另外，你这几位小友，只要你迟到1天，我们便杀一个。你现在在昆仑山吧？你们昆仑山实力强劲，可也架不住我们诸王人多势众，早点出面，否则我们诸王踏平昆仑山。此时的胖子正在和夏千羽相亲，那夏千羽对楚风的态度则是让他投案自首。隔壁桌的听到后也全都在辱骂楚风，怪他挑起战争，一个人害整个人类陷入危机，气得胖子当场掀了桌子。我可去你们妈的吧！你们了解楚风，了解昆仑山吗？没楚风这个王级照看人类，你们哪有闲情逸致在这里喝着咖啡造谣他？胖子这人是真能处，为了楚风他敢与整个世界为敌，但是一个人的声音终究是太弱小，反对楚风的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始了游行。全国各地关于反对人王楚风的大游行越来越多，但支持楚风的人民群众也开始走上街头。与此同时，菩提基因顺天分部，诺伊看着眼下的场景，吩咐银翅：“银翅先生，请差人送几颗洲际导弹和几支7段以上的艺人到昆仑山吧，多少能帮些忙。”江洛神，咱们的异果生意下次再谈吧。接下来几日我得忙楚风的事了。那个人王我认识，大是大非上他不像是会犯糊涂的人，我菩提基因也会帮他。你休想先一步拉拢人心哦。
九州另一边，昆仑山诸王议事大帐，众兽王对帮不帮楚风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突然，黑牛走了进来，大帐里瞬间鸦雀无声。只见他坐下后缓缓开口：“人王楚风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不多啰嗦了。我表个态，无论什么妖魔鬼怪来昆仑山，楚风我都是要保到底的。不过楚风的事是我的私事，想帮我的兄弟留下，我日后必有重谢；不想帮的，待会儿喝碗告别酒，往后各自安好。对外宣布与昆仑山划清界限，以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有哪位兄弟要走吗？”半天之后，场上还是鸦雀无声。此时的每个兽王都在做着心理斗争，明明在脑子里已经反抗了他好多次，可每次见到真人都讲不出口。他与生俱来的气场与威慑力实在太强了。随后，众兽王齐刷刷的喊了句：“我等誓死追随牛大哥。”那我在此谢过大伙了。接下来我会详细讲下之后围绕楚风的保护计划，请大家。话还没说完，小黄牛急匆匆的跑了进来。糟了，大黑牛，楚风他不见了，房里行李也没了，好像离开很久了。此时的楚风正在赶往江宁城的路上。抱歉大哥，我给昆仑山找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劳烦你们照顾好狼王他们，这件事由我这个当事人来终结吧。楚风在踏进江宁城的那一刻，便遭到了银龙王的监视。